我扶你上马。我不会骑，你们先骑2圈我看看吧，要不然我怕是刚上马就要摔下来了。那好吧，那先让拓跋新动作慢点，骑1圈给你看看。你动作快点，早上没吃饭啊？要，又让我快点又让我慢点的，你有点意思没有？话说绮罗姐姐，你们瞧好了，等会儿千万不要从马的后边靠近他，从前面和这2侧，要不然他会撅蹄子的。你们俩那身板被踢上一下可不得了。你们瞧，要用小腿夹住马肚子这块，等会儿你们想让他往前跑，就用小腿拍打他这2边，拍得越用力，夹得越紧，这马就跑得越快。房绮罗眼底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渴望光芒。你们要不要也试试？不行！数只剑士齐发，黑衣刺客从4面8方围过来。小妹，快回来！拓跋吉辉则是把一名车夫的尸体扯到车下，护着萧望舒和房绮罗上了马车。车回城内，快！那车夫握着缰绳的手瑟瑟发抖，马车刚掉头准备折返，又有一批黑衣人窜出来，正堵在他们返程的路上。车夫被吓得不轻，我完了，路堵死了。拓跋吉辉紧皱眉头，直接上了马车，亲自驾车。我们现在离城门太远，刺客人多势众，我们杀不过去。去我的庄子上，那里近，还有守卫。那边。拓跋吉辉立刻扬鞭策马，朝萧望舒指的方向驾去。不远处，拓跋云霄救下拓跋新之后，把他圈在身前，兄妹2人共乘一骑，跟在拓跋吉辉的马车后面。身后飞剑如雨，刺客像疯狗一样紧咬不放。拓跋吉辉一行人用鞭疾驰，朝着萧望舒的庄子赶去。与此同时，京师城内，陆西阳今日仍旧在带兵巡视，搜查京师的大街小巷，从中找寻细作的踪迹。正当他走过一条小巷时，临街上声音杂乱，死人了！杀人了！陆西阳立刻带兵抄了过去。他赶过去时，只见地上有2名男子倒在血泊里，远处还有1名男子受了伤，正在往西边逃窜。陆西阳麾下的将士立刻去追。路边撞破这一幕的几名百姓正瑟缩在废旧的推车后面，不敢走出来。搜身，传仵作，把他们带回去审讯。是。我们就是路过这里啊。我们真的是路过呀，城北的杂技班子在送竹篓子，街坊邻里的都去了，我们才想着去领一个。几位将军，几位军爷，咱们真是无辜的。只是让你们配合审讯，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，没事自然会放过你们。要是拒不配合，就照细作处理。将军，您看这个。陆续阳接过，大致看了一眼，脸色骤变。拓跋使臣在馆驿里吗？卑职这就去看。陈楚将军呢？陈楚将军午膳时分被小公子请去了相府，不多时他出了相府就赶出了城，搜捕细作的事情交给了罗恒、杨雨木2位皮将。这时候，刚才追捕受伤男子的那些将士也赶了回来。受伤男子双手背在身后，捆得严严实实，被他们压着跪在陆西阳面前。为首的将领扯开那男子的衣领，露出那男子肩膀上的刺青。将军，是个细作。陆西阳再看向地上倒在血泊里的那2名男子，在血泊旁边，另一名将领直接蹲下，扯开那2名男子的衣领，衣领下赫然是一模一样的细作刺青。刺青乃是用来标记囚犯的东西，方便官兵查看。这3人都是下过牢的细作，受过审讯，才在身上留下了这样的刺青。将军，这3人都是细作，这3名细作互相残杀，这是诡异的有些叫人后背冒汗。等不了了，你们5人先把这人押到军营里去。若是拓跋使臣不在驿馆，你们立刻召集将士出城营救，其余人随我出城。是。锦衣门2楼，阮福新站在窗边远眺城墙，2个对狮手球在他掌心转动，划出圆润的太极轨迹。掌柜的，城北杂技班送娄子的消息，小的们已经帮他们传出去了。中午那会儿，小的们也都抽空去了领了一个，真是不错，拿回家装东西方便，竹子便宜，抛几个娄子赚吆喝。那杂技班子是真会动心思，今天他们的杂技班子看客肯定多。掌柜的，您帮了他们大忙，他们绝对是要给报酬的。
您能分不少吆喝钱呢。还是他们掌柜的会赚钱，让店里打杂的没事都去城北那杂技班子吆喝吆喝。再往后，城北那杂技班子万一被请到哪户富贵人家家里搭台子表演，也帮他们锦衣门吆喝吆喝。这不就是大家有钱一起赚吗？阮复兴转着手里的对诗手球，脸上笑得憨厚，和气道：你们今儿都辛苦了，去账上支2两银子，一人买盒酥饼带回家哄孩子吧。多谢掌柜的。阮复兴脸上笑容依旧，嗯了一声，没再接话。茶室内仅剩一人，阮复兴手中那对诗手球转动的速度稍微减缓，远望城墙，目光有些涣散。小姐一旦离开京师远去北部，夫人未必愿意留她再用。读书人常说千里马遇伯乐，难一生之幸。若是伯乐远走，千里马恐怕也要惶惶终于马厩。老天保佑啊，小姐你可千万稳住了呀。此刻在京郊那条通往庄子的山林小路上，马车车轮好巧不巧地压上了山石，崩松了车轴上的组件。拓跋吉辉直接下了马车，边拆马匹上的磕绳，把马匹和马车分开，边朝马车里说着：都下来，马车在山林里不好赶路，我们骑马。拓跋云霄立刻下马帮忙。皇兄！拓跋新解下腰间长鞭，将他周围的飞剑挥落。拓跋云霄和拓跋吉辉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马车后面还活着的2名侍卫上前，围在马车周围挥刀打落飞剑。拓跋吉辉兄弟2人加快速度解开马匹。王启罗刚下马车，被眼前这幕吓得不轻，腿也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迈。拓跋吉辉一把将他拉入怀里，直接把他送上马背，然后自己也翻身上马。房启罗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只听箭头刺穿血肉，身后传来拓跋吉辉的一声闷哼：你没事，小妹快走。拓跋新倒是想走，那他也得走得脱呀。二哥你先走，小妹你跟着他，我们给你殿后。拓跋云霄直接让他身边最后2名护卫都去保护拓跋新，给他争取时间。等到萧望舒下车的时候，他和拓跋云霄2人身边只剩下马车车厢可以遮挡1、2。拓跋新在护卫的保护下骑马跟上前面的拓跋吉辉，2名护卫也折了1名，最后活着的1名侍卫伤痕累累，实在是撑不住了，朝拓跋云霄催促：三王子快走吧，刺客太多了，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。拓跋云霄哪里是不想走，是刺客的攻击太猛，他根本没法走。就在此时，远处灌木丛里1名黑衣男子张弓拉弦，离弦之箭朝着拓跋云霄背后飞射过去。在拓跋云霄还没反应过来之际，萧望舒朝他那边扑了过去。拓跋云霄转身，飞溅的血液溅了几滴在他脸上，还是温热的。箭矢刺穿萧望舒的右肩，鲜血迅速染红青衫。见此一幕，拓跋云霄瞳孔骤缩，甚至忘了反应。灌木丛里，那名黑衣男子见状，并没打算继续攻击，而是准备撤退。就在他正要撤退时，另一支箭破空而至，打在了他右肩里，伤得和萧望舒一模一样的位置。黑色战马飞奔进这片战场，冲向拓跋云霄那边，打了所有刺客一个措手不及。战马上的将领伸手拽住萧望舒的左臂，一把将他拉到马背上。陈楚的出现又一次踩在了萧望舒意料之外，他来得太快了，和他预计的时间偏差太多。见陈楚拉弓上弦，箭头直指刚才射箭伤他的人，萧望舒毫不怀疑，他这一箭要取对方性命。电光火石间，萧望舒直接往后栽倒，倒进他怀里，皱着眉头闷哼一声。陈楚被他一撞，手里那支箭也失了准度，擦着黑衣男子的耳朵射过去，箭头整个没入前面的树干里。黑衣男子心头一凛，要是这箭不偏，恐怕要射穿他的头颅。想着，他撤退的速度更快了些。眼看目标消失在视线里，萧望舒还倒在他怀里，疼得直皱眉。陈楚怒而挥弓，打落了朝他这边射来的箭，
朝拓跋云霄说着：“三王子，上马吧！这位拓跋王子，真是叫人不得安生。”拓跋云霄此刻心中百感交集，也没注意到陈楚不善的语气。上马后，他以为陈楚是带兵前来，不是孤身前来，他就没有再多留，带着最后一名护卫直接朝前面的拓跋吉辉三人追过去。箭如雨下，陈楚一人面对众多刺客，还要护紧怀中的人，说不吃力都是假的。好在他身下的战马腿力超凡，即使载着2个人也速度奇快，没过多时就载着他闯出了刺客的射击范围。7人5骑先后朝着萧望舒的庄子疾驰而去，把刺客甩在身后。刺客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一路追到萧望舒的庄子，把庄子上下的100名护卫吓得不轻。尉迟彦带领那些护卫紧闭大门，并没有正面和刺客交锋，只是用箭射中了刺客的阵脚。他心里也清楚，庄子上这些训练闲散的护卫哪里能和训练有素的刺客正面交锋，现在只能拖着时间，等城内的官兵过来援救了。另一方面，刺客那边也不甘心，他们潜伏进大魏京师，被抓进大魏军营，遭受了那样的苦，折损了那么多人，现在好不容易逃出来，谋划许久的行动也成功在即，只要完成这次任务，他们就能够回到故土，安享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，这让他们怎么甘心放弃？双方僵持不下，刺客的攻击也越发猛烈。黑衣人全部散开，不再执着于大门，而是准备从4面8方潜入庄子。庄上的护卫和奴仆看得头皮发麻，腿都软了。在陈楚的威慑下，他们才硬着头皮拿起武器抵御刺客。庄子外围乱成一片，里面也没好到哪儿去。萧望舒可以说是几人里伤得最重的，直接被箭射穿了右肩，包扎伤口的绷带都渗出了血色，叫人看着都觉得疼。庄子上的大夫给他拔了箭，上了点现有的伤药，先这样草草包扎起来。拓跋吉辉比他好一点，被射穿的是手臂，而且他是草原男人，体质本来就比萧望舒这个闺阁小姐要硬，射穿手臂这种伤，在房启罗看来十分严重，但在他看来其实没什么。小姐，陆将军带人救援，正在抓捕那些细作刺客。你们配合陆将军办事就行了。另外，派人回相府，请府医前来为我们疗伤，记得告诉他们是箭伤，让他们带好该带的伤药。是。现在安全了，大家都下去歇会儿吧。表妹，没事的，表姐，你今儿也吓着了，快去休息吧。房启罗想了想，他待在这儿也确实做不了什么。望舒，你好好休息啊。萧望舒朝他点了点头，目送他们出门。拓跋云霄看了眼陈楚，斩钉截铁朝萧望舒说着：“我留在这照顾你。今日大批细作落网，陈将军先和陆将军去忙吧。敌国细作事关重大，陈楚也不好过多耽搁。出门前朝萧望舒叮嘱：末将稍后派兵守在小姐房外，小姐安心养伤，切勿乱跑。陈楚说话向来都是直来直去，萧望舒还是第一次听到他嘴里说出这种意有所指的话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将军先去忙吧。陈楚点了点头，转身出门。他离开后，房内安静了许久。抱歉，今天是我太任性，害你伤成这样。还不等萧望舒接话，他又认真补充：日后我定然全心全意好生待你，回部落后绝不让任何人将你欺负了去，如违此事，天打雷劈。萧望舒笑了笑，反问他：云霄哥哥，你当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吗？良久的寂静过后，拓跋云霄还是不甘，问他一句：嫁给我，于你而言就那么不愿吗？我真的有那么差，让你一次又一次拒绝？他既然对我没有半分情爱，今日又何苦舍身相救？云霄哥哥，你身份高贵，年少有为，拓跋部落里面爱慕你的女子绝对不会少。你之所以和我死磕，究竟是真的喜爱，还只是一时征服欲起呢？我只拿云霄哥哥当做我的兄长，也盼望云霄哥哥能拿我当做新姐姐那样的小妹，不要因为一时的义气将我从母亲身边夺走。我的根扎在中原，我的亲族挚友都在这里，你若强行将我从故土挖走，
移在北地，眼看着我日渐凋零，你真的会开心吗？想象萧望舒被迫离开母亲，被他圈养在身边，日后对他冷淡漠视的模样，他真的会开心吗？拓跋云霄扪心自问，其实不会。他喜欢他现在鲜活的样子，奔走在各个铺子之间，为他的产业精心算计。要是到了拓跋部落，还能有这么多产业给他打理吗？其实也没有。这么多天以来，拓跋云霄第一次正视萧望舒的需求，也第一次清晰地知道萧望舒想要的生活是他给不了的。云霄哥哥，你我过命的交情，堪称手足，哪怕没有那一纸联姻又何妨呢？父亲与拓跋伯父永远是联盟挚友，我与云霄哥哥也永远是兄妹。萧望舒的声音在拓跋云霄耳边回荡一遍又一遍，轻柔的声音振聋发聩，逼着拓跋云霄直视自己，直视他前段时间到底有多无理取闹。若是云霄哥哥愿意为我退让一步，我与云霄哥哥的约定也永远作数。3年之后，我会每隔半年定期向北地运送米粮，保证拓跋部子民粮食无忧。只要我活一天，这约定就作数一天，尽心竭力，死而后已。别说了。前段时间听到这个话，他只觉得这丫头真是轻狂无知，完全不知道他这番话的分量有多重。现在再听这话，他只能感受到萧望舒对嫁给他的抗拒有多深。云霄哥哥，萧望舒看向他，目光清澈，清澈到不夹带任何男女私情。他眼底清澈到只有身为妹妹，提出要求后，对兄长那份小心翼翼的询问与期待。我知道了，你好好养伤吧，我会去和萧宰相说的。拓跋云霄闭上眼，深呼一口气，随后睁眼看向他。你既然了解过那么多拓跋习俗，也该知道换血仪式需要放整晚的血。你现在受着伤，想怎么放？拓跋习俗里有个比婚礼更高的仪式，换血结义。这也是他一开始就和他提出的，能够让他们解除联姻而不影响联盟情谊的解决方式。所谓换血结义很简单，就是在家族祠堂当着亲族的面，结义之人割开掌心取血，取够足足1晚，互相交换饮下。此后他们身体里流放彼此的血液，不是手足胜似手足。举行过这样的仪式之后，在拓跋习俗里，结义之人就相当于血脉至亲，与亲生手足无异。他们不做夫妻，但能做兄妹，也不影响联盟，甚至能让联盟双方关系更加紧密。云霄哥哥放心，在仪式开始之前，我一定把身子养好。好。拓跋云霄有些艰难地朝他点了点头，转身出门。最开始他确实只是为了完成联姻才坚持说要娶她。他之所以不想换血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1碗血太多了，放得麻烦，没有娶她方便。再者，他已经到了娶妻的年纪，与其娶别人，不如娶个自己熟悉的小丫头。对他而言，娶妻不过是床上多睡个人，只要性格合适，长得能看就行。而后面听他提出那么多解决方式，他越听越来气。想嫁给他的人也不少，他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受挫。也正因此，他铁了心要让他嫁。但不管他怎么带他出去玩，给他买东西，和他说好话，他一心只有解除联姻，没有其他。拓跋云霄的性格也倔，就这么和他死磕上了。磕了这么久，拓跋云霄直到今天才终于发现他究竟对他忍让了多少次。他始终拿他当兄长去尊重爱戴，处处谦让。拓跋云霄却拿着一纸联姻对他处处为难。他从来都不是他的良配。以前他只觉得他是萧府宰相和萧夫人养出来的一朵娇花，遇到丁点问题就会原形毕露，急躁气哭。但现在他发现，他从来不是什么娇花，他是悬崖峭壁上的凌霄花，他是空谷绽放的幽兰，柔软纤细，却慕狂风暴雨而生，坚不可摧。
相爷，好在拓跋3位王子公主都无大碍，四小姐伤的虽然重要，但是太医也说未伤及要害，多休养一阵子就好了。相爷勿要太过担忧。细作此番被拓跋使臣诱动，倾巢而出，先前逃出军营那些细作已经全部追捕回来，少部分就地伏诛，还有一些蛰伏在京师城内的细作，此番也被我们拿下，押入军营待审。严查严办，上次的意外不要再发生第二次。事情发展到现在，各方细作倾巢出动，只为击杀拓跋使臣，这代价付出的太大，他越看越觉得蹊跷。是。相爷，拓跋3王子求见。萧红听到都有些头疼。请进来。萧伯父，云霄，你坐吧。来找伯父什么事儿？晚辈今日过来，恳请萧伯父取消晚辈与望舒妹妹的婚约。是望舒那丫头在你跟前胡闹了吗？没有，是晚辈与望舒妹妹仅有兄妹之意，实无男女之情。望舒妹妹心性坚韧，聪慧敏锐。其实晚辈自知拓跋贫瘠之地比不得京师繁华，望舒妹妹嫁给我会受苦的。她虽愿意吃苦，但晚辈不愿耽误她。我们2人遭此一劫，也算过命之交。父亲常教导我们，救命之恩比天重，晚辈又岂能恩将仇报，将她束缚北地？听拓跋云霄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萧红沉默不语。晚辈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请萧伯父应允。你说。晚辈已经书信一封传回部落，请父王应允，让晚辈和望舒妹妹换血结义，也请萧伯父应允，让望舒妹妹认下我这个兄长。我与她虽无男女之情，但有过命之交，哪怕手足血亲也莫过于此。既然这是你们2人的意思，我自然不会强求你们，只是望舒伤重，如何放得了血？萧伯父放心，此事晚辈已经与2王兄商议过了，我们可以等望舒妹妹休养好了之后再举行仪式，返程之期延后。我与你们父亲多年交情，也一直拿你们兄妹3人当作自家儿女。既然你与望舒情同兄妹，不愿联姻，伯父也不强求。不管联不联姻，伯父都拿你们当自家儿女看待，也欣慰你们愿意拿望舒当自家妹妹看待。望舒这孩子从小骄纵，脾气也大，你们愿意包容他，愿意做他兄长姐姐，伯父十分感激。这件事儿就依你们的意思办吧。谢伯父成全。姐姐你真是好端端的溜出去陪人骑什么马，现在好了，不能动弹了吧？萧望舒听他嘀咕了半个时辰。行啊，阿弟，哪有你这样喂药的，一勺一勺的，怎么不干脆苦死我算了？萧望舒伸出左手，直接拿过萧福光手里的药碗，仰头把漆黑的药汁一口闷下。小姐吃2颗，压一压嘴里的苦味儿。那拓跋3王子真是太鲁莽了，怎么能带着小姐溜出府，还离开京城跑马？真是太危险了。萧望舒捡起2颗蜜饯塞到嘴里，朝萧福光神秘一笑：“过来。”萧福光一愣，俯身贴耳过去。萧望舒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，顿时萧福光脸上的喜色难以掩饰。此事当真？那拓跋3王子当真愿意取消联姻？只是先让你高兴高兴，也提醒你一下，别再那么针对拓跋3王子，叫人看去容易大做文章的。知道了，姐姐。若此事是真的，再针对就是我小气了。只要别把他姐姐抢去北地，什么都好说。只是姐姐你这伤也确实严重，叫人看了都揪心，还不知道要养多久才好呢。太医不是说月余便可大致痊愈吗？问题不大，阿弟放心吧。萧望舒没当回事，瞟了窗外一眼之后，用左手掩着嘴打了个哈欠。我这会儿有些困了，阿弟，你先去母亲那边瞧瞧，看那中汤什么时候能好，我想喝了再睡。那我去催催。姐姐你等会儿啊。你也下去吧，去忆春那瞧瞧，看我的衣裳收拾的怎么样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小姐好生歇息。小姐回来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吧？秦泰面色略有些苍白。小姐放心，属下混进工匠队伍，和尉迟燕一起回来的，没人注意。
萧望舒微微颔首，没有多问。秦泰继续禀报：但是小姐，陈将军正在京郊大肆搜查右肩有剑伤的人，一直派人搜到了京师城内。搜查细作意味着不管是什么身份，不管是谁身边的人，都要接受搜查，因为细作可能蛰伏在任何人身边，即使他是小姐身边的护卫，也逃不过去。陈楚啊，陈楚，这位尽忠职守的陈将军，真是叫我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这样，你这些天先在谷仓地窖里面养伤，生活所需的物品一应由尉迟彦给你送过去。不管听到任何的动静，你都别上来，直到伤养好为止。尉迟彦，你有空去阮复兴那边买点草蜜胶给秦泰送过去，他身上的伤口最好连疤痕都不要留下。是。那小姐，事情办完，你那边的产业地契上要把名字更换过来吗？地契上写着夫人的名字，属下们办事都得去夫人那边请示，着实有些不方便。先别换，过段时间等母亲主动提起来再换。是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京师里经历过一场刺杀，绑起罗回府静养，拓跋希和拓跋云霄也不好意思再给萧红添麻烦，老实待在馆驿照顾拓跋吉辉。京师细作除去大半，如今眼皮下没有妻儿啼哭，也没有拓跋小辈捣乱，萧红进来的日子清静了不少。月华院里，萧望舒养伤的日子分外难熬，尤其是前几天，他被萧福光看得紧，连床都不让下。在床上养了几天之后，听太医说还是要多走一走动一动，活血之后身体才好得快。萧福光才勉强同意他在院子里走走。阿弟，你近些日子都不去温习课业，练习骑射了吗？姐姐放心，我该背的5篇文章全背齐了。先生允我半月假期照顾姐姐。那射御呢？陈将军和陆将军也让我先照顾姐姐，他们今日忙，没什么时间教我和七哥。那日陈将军去的可真是及时啊！但凡陈楚再早去半步，这箭恐怕射不到他身上，那他怕是一番苦心全部都白费了。可不是，那日我来月华院找你，姐姐你人不在，我去问义春和书夏，他们也一问三不知。最后我问了府上护卫，才知云霄王子来过，将你带去跑马。我也不知道你们去哪里跑马了，京师又不太平，我没办法，只能让陈将军帮我找找你们。不过陈将军确实神了，我一说拓跋三王子带你去跑马，他便能猜到你们出城了。你这也算因祸得福吧。幸好陈将军去得早，不然姐姐你还指不定要出什么事儿呢。萧望舒笑了笑，脸上丝毫不见慌乱。陈将军还挺了解拓跋子民的性情的，知道他们在京师城内起码跑不开，才直接出城找人。也是，陈将军近日搜查细作查得挺严的。陆将军一直说那日出动的刺客已经捕杀殆尽，但陈将军就是坚持说着还有一个没找到。陆将军实在犟不过他，便随他去了。萧望舒端茶的手一顿，是吗？可不是嘛。算了，都是陈将军的公事，随他去查吧。说起来，陈将军与我有救命之恩，阿弟什么时候请他在府上多坐坐，我想亲自向他道个谢。应该的，虽然我和母亲已经替你谢过了，但姐姐你自己道谢显得心诚些。相爷，那日街上3名互殴残杀的细作，末将已经审出了结果，被杀的2人在任务途中无故离开，其余细作探讨之后，认定他2人反叛，于是派人前去抹杀。那2人到底为何离开？这背后又是因为接到了什么人的什么命令？末将让仵作验过尸，里里外外的检查过，实在没发现有什么异样。那2人在任务途中无故离开，确实蹊跷。听陆旭阳说，仵作验尸也没能验出来，萧红只得暂时搁下此事，向陆旭阳交代了一些换血仪式上的守卫问题。活着那人以为他杀死的2人是叛徒，死去那2人又何尝不是以为活着的那人才是叛徒？我只放了个假消息，有细作反叛，赶去城北军营告密。先去的那2人是去城北击杀叛徒的，后去的那人也是。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击杀叛徒，只看他们谁能杀得了谁。你别这么看着我呀，商人嘛，
谁嘴里没有几句假话？过程都不重要，最后结果是小姐要的，及时把消息传到陆将军那里，让陆将军能赶去救援就行了。好不容易派人抢下来的，40两银子呢，让秦太给我把罐子上粘的都抠下来用了，别浪费。你还真是抠门啊！哦，对了，玉石的那个王掌柜，原先为房老太太和萧夫人打理铺子那个，怎么完全不见了踪迹啊？江林海和李涯没有把他看住吗？谁知道呢？可能怕小姐对付他，又没有找到什么能给他撑腰的后盾，就卷着家里的金银细软跑了吧？谁知道？我瞧你就知道的很清楚。好吧，我承认是我放他走了，没叫人追他，这也是小姐的意思。小姐的意思？小姐的意思，像王掌柜这种奴籍的人最好打劫。奴籍之人本就没什么地位，被匪寇打劫杀害，只要他的主子不追究，官府也懒得追究。王掌柜一把年纪了，卷着金银细软逃跑，鬼知道就逃进了哪个匪寇窝。小姐不会是准备等王掌柜被人打劫之后，他再派人去官府追查，说王掌柜偷窃钱财，趁机把那整个匪寇窝的金库都说成是他的吧？小姐，这是搁这儿拿王掌柜的命吊钱呢。阮福新转着手里的对诗手球，有些欣慰地点了点头，上前拍拍尉迟燕的肩膀。跟了小姐这么久，你终于成长了。见尉迟燕一副风中凌乱的模样，阮福新又道：小姐一人养活我们这么多张嘴，手头紧。你瞧瞧你那玉石斋，翻修得花钱，是不是？还有左右那么多铺子，盘下来也得花钱，是不是？庄子上再建粮仓，修路，那还得花钱，是不是？咱小姐辛苦呀，她养这么些人不容易，总得先找条路子，整点钱救急，是不是？唉，燕儿啊，咱干的都是劫富济贫的事儿，不丢人。此刻咱们就是贫。再听你多说几句，我都要信了你了。尉迟燕摸了摸怀里揣好的草蜜胶，我先回去了，玉石在那边就有了你和田叔看着点。回去吧。大半个月时间过去，关于拓跋云霄和萧望舒换血结义一事，拓跋部落那边已经传回了拓跋首领的回函。拓跋康对此没有丝毫异议，甚至派人给萧望舒送来了部落公主才有的服饰和身份玉简。换血仪式届时在相府祠堂举行，要萧氏宗亲观礼。至于萧望舒，礼部的人会上府为他安排好一切，他这段时间什么都不需要操心，只需把身体养好就行。这天见萧望舒伤口恢复得不错，刚好陈楚今天也不忙，萧福光就把陈楚约到游园坐了坐。萧望舒来时，陈楚抬头看向他，神情有些呆滞。第一次见他以这么慵懒的姿态出门，头发自然垂下，只在尾端用玉簪挽了个结。血色百褶裙随着他的脚步晃动，纯净文雅，好似仙人下凡。将军，小姐有伤在身，不必这么客气。萧望舒笑逐颜开，走到他对面，施施然坐下，然后把目光投向一旁杵着的萧福光。感情还嫌我碍事儿？他姐姐还真是对亲弟弟也用完就扔，毫不手软呢。乔阿弟这话说的，姐姐不是嫌你碍事儿，只是怕你耽误了功课。快回去吧。行了，姐姐你和陈将军慢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将军别紧张，我今儿是来找将军道谢的。末将来吧。将军救我性命，可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我一定尽力满足。陈楚的唇线抿成一条直线，面庞更显冷硬。片刻后，保护小姐是末将的职责，小姐不必太放在心上。末将只是希望小姐平安无事，也别无所求，小姐不必担心。他只想护她周全，并未想过从她身上索取什么。他大可不必如相爷那般对人处处猜忌，至少不必猜忌他。萧望舒愣了会儿，将军许是误会了我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将军以后训练阿弟的时候，有什么想吃想喝的都可以跟我提，我会放在心上的。旁的
有什么想要的小玩意儿，我也可以给将军买过来。将军乃是朝廷亲封的5位将军，战功赫赫，没有什么大事需要我帮忙啊。你要是再往大了要，我暂时也没有那个本事满足你啊。陈楚也不知是因为自己误会了他的意思，还是因为萧望舒这番话说得太亲近，他只觉得耳朵有些发烫。将军还真是有些可爱。陈楚的耳朵直接通红，充血般的颜色一路蔓延到耳后根，和他健壮的身躯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。将军，很热吗？亭子里不透气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陈楚点了点头。我听阿弟说，陈将军还在费力地搜查细作。他本以为这位陈将军最多找秦探一段时间，实在找不到就会放弃了。没想到这么多天过去，陈楚找人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。不仅没减弱，他甚至把他庄子外的山林地毯式搜索了一遍，隐隐有几分想进他庄子里彻查的趋势。是，末将当时射中了一名细作的右肩，但是扶住的刺客里并没有他，那人逃窜在外，影响京师安定，末将必须将人捉回。然后等审讯完，再一剑取他性命。后一句话陈楚在心中默念，并未说出来，怕吓着了萧望舒。那日陆将军带领大批将士追捕刺客，铁骑踩踏过不少尸身，那人许是已经被踏碎了呢。是吗？难道真的被踏碎了？所以他才没找到尸体。一名细作而已，还身负重伤，想来就算是逃了也翻不起浪。将军如此严查还没有查到，可见这人多半已经葬身铁骑蹄下了。小姐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末将还是不太放心。不知小姐可否让末将进庄子里面严查一番？若那细作真的潜进了庄子，会是小姐身边一大隐患。待末将进去严查一番，若是庄子上没有那细作踪迹，末将就收兵回营。小姐以后去庄子也可安心。不是我不愿，将军，实在是庄上正在修路建仓，到处都是木材和砖石，你若带兵进去，恐怕走都走不动呢。萧望舒的语气颇有几分哄孩子的柔和。双十年华未到的少女，无端透着岁月积淀的从容韵味儿。陈楚听着他的语气，刚降温一点的耳朵又开始发烫，话也说得磕磕绊绊。末将叫人注意一些，避开那些东西也不成吗？当然不成，有些沙土是要和水用的，工匠稍微拖延一下，泥浆就干了，不中用了。你们那么多将士进去，工匠就得停工配合搜查，岂不是延误了我的工期啊？这样吧，10日，如何？10日之后，庄子上的工匠要等腥气的强阴干，有2、3日的空闲，将军可以带兵进去搜查。10日，哪怕按照一个正常男人的体格来说，再过10日，剑伤都愈合的差不多了，更何况是经过严苛训练的细作，没有剑伤，我又如何分辨？看伤疤嘛。但是这样的话，又未免会出现太多巧合，容易抓错。将军，我们10日为期，将军觉得如何？陈楚抿了抿唇，随后点头。好，10日就10日吧，看疤也能找出人来，到时候他再一个个严查也行。萧望舒看重自己的生意和那些庄子铺子，若是延误他的工期，保不准他还要生气，到时候气着身体影响养伤就不好了。听陈楚答应下来，萧望舒展眉一笑，冷风吹起他鬓边的碎发，带着病态的美艳五官，白得偏冷，更显几分诡谲神秘。小姐冷吗？小姐将军稍后，奴婢回去拿件斗篷过来。得到萧望舒的允许，属下立刻折回去为萧望舒拿斗篷。陈楚见萧望舒的脸色实在有些偏白，便解下披风，嗫嚅着：小姐若不嫌弃，将军与我过命之交，却还如此生分啊。陈楚耳根又是一红，有些生疏地为他披上披风。忆春正要上前，萧望舒抬手制止了他，安静地看着陈楚手上的动作。陈楚此刻脑袋里稍微有些充血，对他们2人的小动作并未察觉。系上系带时，他还动作笨拙地系进了萧望舒的一缕头发。见他这副小心翼翼生怕系错了的样子，
萧望舒不动声色地抬起手，将那缕头发从他系的死结里面勾出来。再走走吧，宜春，你在这儿等着书下，我和陈将军去报香园，等会儿你直接带他过去。是。绮罗姐姐，我都好久没有出过馆驿了，差点忘了相府的路怎么走。我以前也很少来相府，是表妹近半年与我亲近，我才来得多了些，但也不是很认路，相府太大了，我前几次来时经常迷路。对了，阿星妹妹，宰相姑父说联姻之事他不强求，你若不愿也可回家，大家永世同盟。你是想要留下还是？我准备留下耶，皮南哥对我还不错吧，他长时间在宫里忙，也不怎么回府，我也落个清闲，不用伺候夫君。以后部落岁岁来贡，王兄他们都可以抽空出使，我们还是可以见到面的。我留在京师，你和望叔也可以经常带我出去玩，京师好吃的好玩的太多了，我还没有吃够玩够呢。你真要留下？时间还有，阿星妹妹，你再多考虑考虑吧。你如今是使臣，还是未嫁的姑娘，京师自然任由你玩耍，等你有朝一日成为高门妇，也没有那么轻易能够出门了。萧伯父和平南哥之前就说了，我在家时怎么样，在萧府时便怎么样，把这儿当自己家就好啦，你能过得开心就好了。看，是望叔表妹，她和陈将军已经熟稔至此了。新姐姐，表姐，你们不在各自屋里静心休养，怎么跑出来了？不怕叫你们兄长担忧吗？望叔，我们想来看看你嘛。瞧着像是好的差不多了，再过些日子，等肩上伤口痊愈，这右边的胳膊就能动了。整日往下灌一些补药汤品，再不好都有些说不过去了。二王子胳膊上的伤恢复的怎么样了？你还有空闲关心他？我王兄都壮得跟头牛似的，早就好了个七七八八。你娇娇柔柔的，他们俩还在担心你呢，叫我替他们过来看看。望叔，陈将军是我2位弟弟的骑射师傅之一，今日正巧在府上，我便让阿弟将他请过来，亲自向他道个谢。小姐慢聊，末将还有事在身，就先告辞了。将军慢走，10日之后，将军记得来找我拿信物啊，免得和庄子上的人起冲突。末将明白。这个陈将军还真是善变，哪里善变了？你瞧他，现在看着一副不喜欢搭理人的冷漠样子。那天我们遇刺，他把望叔抱进屋里的时候，可急得跟什么似的。绮罗姐姐，你不记得啦？他派人去传大夫的时候，眼神凶恶的跟要吃人一样，大夫都被他盯得手直哆嗦。是有这么回事儿？我们若是在他眼皮子底下出了事，陈将军也算失职，他能不急吗？好像也是哦。是吗？好了，不说他了。你们今儿来府上就是为了看看我？不是来看你的，我们还能来干什么？我瞧新姐姐像是来看花的，以后这花她还有的看，万一她真想留在京师的话。留在京师？我留在京师陪你们玩不好吗？萧望舒沉吟片刻，怎么会不好？只是新姐姐，你若是真要留在京师，恐怕得入乡随俗，守京师的规矩，比不得你在拓跋部落过得自在。我知道规矩多，你别说得下我嘛。真的很难学，我多抽点时间学就是啦。萧望舒和房绮罗对视一眼，两人都没有继续说下去。有些事情劝不得，有些人劝不得，尤其是感情之事，尤其是感情中的女子，劝不动也劝不得。如果能劝得动，拓跋新的2位王兄肯定都劝过了，同胞兄长尚且没能劝住，何况他们。京师500里开外，2州交界之处，傍晚时分，马车在野外土路上坎坷行驶，车轮压过路上稀碎的石子，一路往西南方向赶去。不就是几百两银子没还清吗？就这么点账目，就萧望舒那个无脑样，他能查得出来吗？大晚上的，你带着咱们娘几个逃出京城，这都赶路赶了个把个月了，也不见有人追咱们呢。当家的，你怎么就这点胆量啊？咱们再不济，找房老太太辞去店铺掌柜的差事，就待在京师，
不和那萧望舒打交道，他还能把咱们怎么样不成？你瞧瞧，这都把孩子累成什么样了？别说小的遭不住，这大的也遭不住啊！娘，你别说了，咱们赶回祖籍老家，在郡县安置间大些的院子，再做点小生意，也能过得挺好的。留在京师太冒险了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萧望舒现在办事儿手段狠辣，毫无人性。原先和爹交好的那些叔伯，他们一听是萧望舒接手了咱家那间铺子，纷纷把爹赶出了门，生怕和咱们家染上关系。萧伯伯烧死在家中，死状凄惨，就算不是他派人去干的，谁敢说与他无关？咱离开京师也好，不用担惊受怕的。可这走的也太急了，四儿和五儿还在私塾里念书呢，突然就把他们给接走，这功课就落下了呀！你给我闭嘴！真是一点轻重都拎不出来，无知蠢妇！再说，你就给我滚下车去，唠叨个没完，烦死人了！困死了！娘，你别吵吵嚷嚷。哎呦，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啊！小的就是马氏拉车的小工，就贱命一条，小的是真没钱呐！拦路的刘匪头子不信这话，上前把车夫浑身上下搜了个遍，也只搜出20文钱。见他真是个穷酸小工，那刘匪头子直接挥刀把人砍了。呸！就这点铜板，浪费爷的时间。里面的人还不出来？王掌柜一家7口缩在马车里，吓得冷汗直冒，屏住呼吸，完全不敢出声。里面的再不出来，等会儿爷直接拆了你这马车，出来一个也砍一个。王掌柜一家哆哆嗦嗦。他大儿子深呼吸一口气，整理好衣袍，准备出去和刘匪商谈。他刚一走出车厢，刘匪直接挥刀砍来，连叫声都没有，血飙在车帘上。王掌柜他们只透过浮动的车帘，看到大儿子的身体从车上栽倒下去，砸在地上。我的儿！车内妇人失声痛哭，外面传来一众劫匪毫不遮掩的笑声。老夫是京师宰相府的人，你们拦路劫持，就不怕相府报复吗？头，这票来头不小啊，劫了他们，万一招来官府的人怎么办呢？宰相府的人出来办事儿，需要举家出来办，就带一个车夫，怕是偷了主子的钱财出来逃命的吧？咱们已经杀了2个了，剩下的也不能放跑，不然招来官府的人就麻烦了。杀了这户人家的儿子，还指望对方跑了之后不复仇吗？要杀就杀绝。是。刀子直接从车窗往里捅，车里哀嚎不断，血液顺着车厢往外流。头，这里面还有个小娘们儿。得了钱又得女人，今儿走大运了。兄弟们，带上这小娘们儿，咱们今晚喝酒开荤。今儿走大运了，这窝寇匪真他娘能抢，从哪儿抢来这么多金银呢？月光照在山寨上，寨子里的血色蔓延。傍晚出门打劫归来的那些劫匪，前脚刚回来，还不等他们好好享受钱财和女人，后脚就有官兵上山绞杀。酒足饭饱，玩在兴头上的劫匪们被打得措手不及，接连倒地。床上躺着的王掌柜之女脸色潮红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屋顶。官兵们看他几眼，小声询问身边的人：这人怎么办？先带回官府吗？带回去吧，让相府的人过来看看，是不是他们府上卷钱逃跑的奴仆之一。乍一听到相府2字，王掌柜女儿顿时眼中有了焦点，脸上爆发出让人心惊的怨怼之色。官兵们被他吓了一跳，随后给了他件衣裳，让他穿上之后就把他押回了府衙。余下的人继续搬空匪寨金窟，清点里面的钱财数额。10日之后，京师锦衣门后院里，萧望舒正和阮复兴喝茶对账，罗星和杨平突然压了个灰头土脸的女子在他面前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王掌柜的女儿，官兵去剿匪的时候她在匪寨里还活着，官府的人就把她交给了江里海和李衙了。匪寨金库里的钱呢？在这儿，我们取走了7成，剩下3成，官府的人充了公，我瞧瞧。
阮福新伸手接过银票，打开一层层包裹在外面的布，仔细点了点数，点完，他把银票摆在萧望舒面前。小姐，8600两，你先收着吧。玉石斋和庄子上的整修开销从里面扣。我瞧着，王姑娘像是受了不少的苦。小姐，饶了我吧，求求你了，小姐，我爹他的钱没有这么多呀，你已经拿回这么多了，就靠他快手放了我吧。放了？放了等你回来报复我吗？刚见他时那一眼，这位王姑娘眼底淬了毒一般的怨怼之意，险些没用眼神把他给剜死。这还能放？我哪敢有这个心呢？小姐，您的手段我见识过了，只要您放了我，我一定走得远远的，绝不回来碍您的眼。我爹贪去的那些钱都给几个哥哥弟弟用了，也没有用到我身上，小姐千万别迁怒我呀。听着是挺委屈的，但你爹贪去的钱当真半分没有花在你身上吗？连锦衣门草蜜胶都买得起的王姑娘，扪心自问，未必吧。当初你二哥的第5房小妾本是良家姑娘，结果被你二哥掳掠回府，强占身子。半个月之后，那姑娘不堪其辱，上吊自尽。此事你可还记得？起初，那姑娘的父母在你王家门前哭诉，求你们放了他们的女儿。你站在门口将那姑娘失身之事大肆宣扬，还扬言是她自己爬上你二哥的床。此事你可还记得？王姑娘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同为女子，又何苦为难女子呢？你当日那般待她，可曾想过你自己的今日可能会比她凄惨100倍1000倍呢？那王掌柜的女儿猛地抬起头看向他，怨怼的目光中夹杂着几分惊恐。罗星和杨平立刻把他压得更紧了些，生怕他冲上去咬萧望舒的脖子。今儿心情好，话也多了一些。那些对你而言微不足道的小事儿，你若是忘了，我就帮你回忆回忆。压到后面去吧，处置利落一点，别影响我招待贵客。是。杨平更是直接从自己袖子上扯了块布下来，塞进王掌柜的女儿嘴里。面对王掌柜女儿那怨鬼般的淬毒眼神，萧望舒回忆一笑，朱唇微起，不急不忙的又咬了口山药膏。罗星、杨平将人压下去之后，阮福新也刚好用布将银票包好。小姐若是无事吩咐，属下就先下去办事了。小姐，田将军来了。差点以为天黑了。什么？将军低头瞧瞧，我身上半点光都没有，可不是要以为天黑了吗？小姐身上一直有光。将军可知，其实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站在阳光下的。太阳照在身上太暖，暖洋洋的，叫人只想犯困懒散。人太困倦的时候，总是会格外危险。小姐喜欢晒太阳吗？当然喜欢，暖洋洋的，谁不喜欢呢？相府守卫森严，小姐若想晒太阳，躺在自己院中，随时都可以晒。萧望舒只轻笑2声，并未接话。末将每隔5日都有1日休沐，小姐若是害怕，可传召末将。哦，召将军前来干什么呢？守着小姐晒太阳。将军惯会说笑的，你事务繁忙，难得休沐1日，我怎么好拉着你晒太阳呢？末将并未说笑。萧望舒一愣，抬头对上陈楚那坦诚的眼神，他脸上的笑意也彻底收敛下去。将近腊月，寒风太冷，人也冷得有些僵硬迟钝。一时间，他分不清身上的暖意来自这冬日的暖阳，还是来自身边这人的赤诚。那就多谢将军了。陈楚今日抽空过来，是来找萧望舒拿信物，去他庄子上搜查细作的。将军带人搜查的时候，尽量动作温和一点。庄子上全都是新砌的东西，花的全是我没有捂热乎的银子，经不起什么撞击的。末将一定叫人注意，若是损坏了什么东西，末将自掏腰包给小姐补上。有将军这番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陈楚握着手中玉印，抱拳告退。
小姐，王掌柜之女已经处置了，彻底断气了。是。行了，你们下去处理后事吧，让江林海和李衙过来。是。将军要来搜查细作，小姐已经提前与我们说过了。庄子上所有人都在这里，工匠、粮农、护卫、丫鬟、嬷嬷、厨子。将军若不放心，怕有遗漏，可派人再搜查一番。尉迟彦把所有人召集在庄子中央的祭坛广场上，等待陈楚的搜查。你带人再去庄子上检查一遍，动作轻点，别碰坏东西。是。8尺以上男子另列一队。罗恒，你带人去仔细检查右肩，有伤疤者一律带来给我检查。8尺以下男子你去检查。是。你们去查女子。是。将军坐下喝口茶暖暖身子吧。陈楚点了点头，走到一旁的棚子里坐下，接过尉迟彦端来的姜茶。碗里升腾起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视线。陈楚的目光从场上众人身上扫过，随意扫视了一圈，最后猛然停在了一个方向。见他盯着秦泰那边看了许久，尉迟彦上前一步，恰好挡住了他的视线，开口询问：将军，是姜茶太烫了吗？要不要我们再兑些凉水？陈楚摇了摇头，心不在焉地喝了一口。姜茶辛辣，下喉时带起阵阵暖意，从喉咙热到肚子里。水汽挂在他睫毛上，遮住了他眸中思绪。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，在热量氤氲下，他看秦泰的身形，只觉得和那日中箭逃跑的细作一模一样。真是太像了，无论是身高还是体型，还是肩宽臂长，简直和我记忆里那个黑衣细作完全重叠。禀将军，卑职在庄子上搜查过了，没有漏下的人。将军，没有发现。全部人都查了一遍。全查过了，还有他们2人没查。来都来了，都查一查吧，查完收兵回营。是。尉迟彦解开腰带，松开衣领，精瘦的肩颈露在罗恒面前。罗恒扫了一眼，半点伤痕都没有。原本麦色的皮肤，跟着四小姐养了几个月也养白了，滑溜的跟姑娘一样。行了，穿上吧。秦泰视线有些飘忽，把手放在腰带上，边解边说：老熟人也查，你们这也太突然了。红紫色的痕迹遍布胸膛。你小子离开军营玩得挺花呀。罗恒还是尽职尽责，在秦泰右肩检查了好一阵。这是干什么了？什么时候流的？没干什么。别问了，滴了几滴蜡油烫伤了，赶紧穿上。丢人，太丢人了。等等，将军还有什么事吗？在哪儿留的意？秦泰下意识地看向尉迟彦，陈楚也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。尉迟彦默默呼出一口气，尽量维持礼仪，答着：禀将军，我们俩有断袖之癖。罗恒和杨雨木一惊，别说旁观的罗恒和杨雨木震惊了，就连秦泰本人那也是一个原地呆滞。陈楚面不改色，又走到尉迟彦面前，在离他半步远的地方站定，就那样远远地闻了一下，确实是相同的味道。电光火石间，关于这香味的记忆在陈楚脑海中迅速闪过。草蜜胶，细作中箭，疤痕药物，连因取消，换血结义，记忆里的一幕幕串联起来，串出了一场让人脊背生寒的预谋。陈楚显得有些震惊错愕。将军还有何吩咐？虽然你们出了军营，但也别太放纵自己。私底下你没有什么癖好都与我无关，正事上若是保护不好小姐，你们恐怕还是要去狄州流放一遍。收兵回营。是。将军这是……陈楚抱拳回了一礼，看向他身后的拓跋兄妹3人，最后还是把想问的话都咽了回去，从怀里取出金蝉玉印。末将已经带兵查完庄上，特来归还小姐信物。辛苦将军了，结果如何？并无发现，是末将多心了，今日干扰小姐休整庄子，小姐无怪。无碍，将军也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，岂敢言怪呢？他那会儿给他玉印时也交代过，他今天如果没有时间，可以明天得空了再到相府把玉印还给他。他此刻赶来，不会是没有发现，相反的，恐怕他正是发现了什么，才急忙赶来找他求证。而碍于拓跋吉辉他们在此，他才没说罢了。谢小姐体谅。
小姐有事在先，便先去忙去吧。末将告辞。将军慢走。怎么啦你？一副看呆了的模样。走了，汪叔，我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。走了，下馆子去。好啊。翌日凌晨，天还未完全放亮，萧望舒的马车停在路边，等在陈楚去上朝的必经之路上。小姐，陈将军，是陈将军。行了，你们下去吧，请陈将军上来。小姐，陈将军是外男，你又尚在闺中，共处一辆马车，是否有些不合适啊？秦泰在外面守着，你觉得我与陈将军能当街干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？属下仔细一想，也是。小姐，奴婢还是在车里守着你吧。不必了，你和忆春去吃点东西，看街上哪家包子铺开得早，也给秦泰带几个回来补补脑子。让他补脑，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是哪里暴露了。陈楚昨天赶去找他时，就差没有直接问他那一箭是不是秦泰射出去的。而秦泰昨天回去向他禀报时还挺自信，自以为躲过了陈楚的搜查，确实需要补脑了。听到萧望舒的话，车厢外的秦泰是一声也不敢吭。忆春笑得有些幸灾乐祸。小姐，秦泰他究竟干了什么，使得你这么生气？不该问的不要问，知道太多对你没有好处。买包子去吧。哦。将军吃了吗？这会儿不烫了，正好温热，将军将就着用些吧。谢小姐。他刚吃一口，萧望舒开门进山，直接问他：将军昨日又去锦衣门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昨日确实有些事想问小姐。将军昨日想问之事，今日还想问吗？没有必要追问一个答案了，若是小姐愿说，末将愿听。他带着秦泰出现在这里等他，不就已经在告诉他答案了吗？将军你若不问，我如何知道你想问些什么呢？又如何讲给你听呢？末将昨日想问小姐，小姐觉得那个细作，末将还需要追查下去吗？不必了。那日战马奔腾，踩过的刺客尸身无数，那刺客受了伤跑不远，想必已经葬身于马蹄之下了。小姐如此冒险，可曾想过失败的后果？这样的谋划稍有不慎，他们里面的任意一个人都有可能折在那里，甚至再往坏一点想，他们所有人可能一起折在那里。他怎么办事如此大胆呢？此刻陈楚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恼以及后怕。他想过他不会做待宰羔羊，不会心甘情愿去北地联姻，但他没想过他会以这样的方式，拿这么多人命去赌的方式来扭转乾坤。将军，我从未想过要伤害任何人，我只是想保护我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。在自保过程中，如果我真伤了谁，实在是抱歉，纯属故意，他不该挡我自保的路。如果不损人便利己，那我一定选择损人。我也并未想过真的要谁的性命。将军，那日哪怕我不策划那场刺杀，也一样会有细作策划的。敌人大费周章，抛舍好不容易安插进军营为将的棋子，把众多细作从军营里面放出来，难道只是为了救他们一命吗？将军，对方权衡利弊之下，必是舍小保大，逐利而动。他舍弃的一定是他觉得可以舍弃的，他保下的一定是他觉得更为重要的。那些细作放出来，一定会图谋更大的冲击。等他们精心计划过之后，甚至真有可能趁我们不备，杀了拓跋使臣。届时我们又要如何应对局面呢？小姐动手，诱他们出击，再自留退路，其实更加安全。既将细作聚在一起，便于我们击杀，也趁乱从中渔利，谋取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。所以将军此刻还会责怪我心狠吗？末将从不觉得小姐心狠，末将只是在担忧小姐安全。其实小姐心狠些更好，这世上不公事太多，无能而为的善良并不值得夸赞，心狠御敌，方能不受人欺负。他怎么会怪他？他只是惊艳于他的冷静睿智，只是沉迷于他散发的光芒。将军能够体谅，我确实感觉十分荣幸。陈楚一愣，随后低下头默默吃了2个包子。
萧望舒看着他吃，看了会儿，此时只有我、秦泰、尉迟燕、阮复兴，还有将军，我们5人知晓。还望将军切记，守口如瓶，尤其是在我父亲跟前。这不只为我，更为将军，为联盟。拓跋使臣那边一旦知晓此事，联盟必定生出裂隙。父亲多疑，此事一旦暴露，不只是我，所有知晓之人都逃不过他的猜忌，包括将军你。而为了彻底封死这个秘密，父亲会尽可能地斩除知情人。或许父亲暂时不会对你我做出什么，但是阮复兴、秦泰、尉迟燕，他们3个必死无疑。愿将军能够为了我们隐瞒父亲一次，对此事全当不知，就此接过，守住我们之间的秘密，如何？陈楚嚼包子的速度都放慢了，望着他那只手看了会儿，那只白皙纤柔的手像是涂抹上了一层毒药，散发着致命的诱惑。陈楚鬼使神差地放下筷子，伸出尾指勾了上去，附着薄茧的手勾上来，带来一种粗粝的触感。萧望舒收拢尾指，紧勾着他的尾指笑道：“将军，那我们就约好了。”陈楚只感觉手上像是紧粘着一块水豆腐，柔嫩顺滑，好像稍一用力就会碎开。哪怕听到萧望说的问题，他手上也不敢使劲，什么动作都不敢有，只僵硬地朝他点了点头。得到答复，萧望舒脸上笑意更深了些，收回手：“将军再吃一些吧，一会儿上朝别饿着了。”手里的水豆腐滑走了，陈楚下意识地收拢手指，在他指尖仿佛还残留少女余温与馨香。陈楚愣了会儿，在萧望舒略带疑惑的注视下，他回过神来，拿起筷子埋头吃完了那一笼包子。吃完，他向萧望舒道谢告辞。萧望舒明知他还要上朝，自然不会再留他，只嘱咐他路上小心。陈楚点了点头，掀开车帘出去。就在他要下马车时，坐在车辕上的秦泰实在是没忍住，开口问他：“将军，我到底是如何暴露的？”气味？什么气味？我身上的汗味吗？大冬天的，这汗味也不重啊。陈楚翻身上马，冷飕飕地扫了他一眼，实在不想和他扯上什么关系，扬鞭策马直奔皇宫。车厢里，萧望舒显然也觉得有些丢人。丁秦泰还在嘀咕，萧望舒坐在车里，凉飕飕地提醒他：“刺杀当天，漫天的血腥味儿，再加上隔那么远，狗也闻不到你身上的汗味儿。你不如仔细想想，看你最近用了些什么。”好像是这么回事儿。秦泰恍然大悟，仔细在右肩处闻了又闻，才艰难捕捉到那一丝混杂在汗味里的清香气味。哇，陈将军到底是个什么鼻子呀？这么点气味都能闻得到。腊月初一，钦天监仔细算过，是个宜祭祀宜祈福的好日子。萧望舒和拓跋云霄的换血结义仪式就在今天举行，在族亲的见证下，他们今日结为异姓兄妹。此后，他们体内流着彼此的血液，亲如手足。换血仪式结束之后，拓跋兄妹来相府走动的也更加频繁了点儿。一是因为拓跋使臣即将返程，二是为了拓跋新和萧平南之间的联姻。拓跋新心意已决，就是要继续完成联姻。拓跋杰辉和拓跋云霄怎么也劝不住他，只好随他去。来的时候你还不愿意联姻，抱怨了父王好一阵，现在见了那萧平南，你突然就非他不嫁了。拓跋新，瞧你那点出息。我就这点出息怎么啦？青石好吃的好玩的这么多，你们要是实在想我，以后部落每年派人来京朝供食，你们抽空来看看我不就行啦？算了算了，给你回家的机会你不珍惜，以后别受了委屈哭着给我们写信啊。切，三皇兄你可瞧着吧，你看我哭不哭？小妹你要想好，中原男子妻妾成群，比我们部落男子要多得多。我知道了，二皇兄，
我们部落的男子不也一样纳妾吗？父皇的妾室比萧宰相还多呢。我只求能像望舒他母亲那样，让平南哥对我一人格外用心便够了。你既然已经死了心要跟他，那我最后再叮嘱你几句。王兄你说，勿要忤逆萧夫人的意思，不论他对你如何温柔迁就，你务必守好萧府的规矩，不可恃宠生骄，也勿要在如今的萧府主母面前提及萧平南的生母，切记。还有最后一点，进了萧府与望舒处好关系，她是我们的义妹，关键时刻你若是需要帮忙，她会比萧平南更加靠谱。为何不能提及平南哥的生母？我瞧萧府后院的姨娘不多，都挺好相处的，平南哥的生母应该也不差，怎么提不得了？是我的错，我忘了与你说了，其实萧府的后院的事我也不清楚，恐怕除了那些女人，世上也没几个人会清楚。但是小妹，你记住，能将偌大的相府后院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毫无争端，这绝不是温柔迁就就能做到的。你切勿在萧夫人面前耍小脾气。你不是萧望舒和萧福光，你不是萧夫人肚子里掉下那块肉，她不会完全真心的去迁就你。如果萧望舒联姻去了北地，或许看在这个份上，萧夫人希望她女儿在北地过得好一些，也会加倍对你好，换取我们对她女儿的各种优待。但是现在望舒没有联姻，她成了我们的义妹。可是父王说了，我是拓跋公主，萧伯父会照顾我的。萧宰相当然会看在父王的面子上照顾你，可是小妹你要记住了，他是大魏宰相，忙于国事，萧府全权交由萧夫人打理。你一旦进了萧府，望舒也没嫁去部落，父王和王兄们实在是鞭长莫及，没法再随时随地保护你。唉，算了，二哥，别吓他了，他就那么点胆子。算了吧，你毕竟是拓跋部族最受宠的小公主，想来也不会多少人会给你委屈受。相府书房里，相红桌上摆着陆旭阳呈上来的一张张细作口供。他今日翻看了许久，并未察觉出什么异样，确实是那些细作谋划的一场谋杀，为了打破他和拓跋部落的联盟。但那日刺杀细作扎堆，倾巢而出行刺使臣，陆旭阳走在街上就遇到了细作护残，还发现了刺杀行动，带兵前去救援。这一切未免太过巧合，总让他感觉有只手藏在暗中拨弄局势，推着他们往前走。陈楚，你前段时间搜查的那个细作有踪迹了吗？末将搜遍了京城和城郊，没找到人，现在正带着人在那日被踏损的尸身里寻找。你还在犟呢？这个陈楚啊，哪儿都好，就是性子倔得吓人。不就是一个刺客吗？肯定已经被踏碎了。他还非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萧红闻言，往后靠在椅背上，抬起手揉了揉眉心。罢了，现在也没什么要紧事儿，随他去吧。他的剑术鲜少失手，那人从他剑下跑了，他不找到尸体，不会甘心的。陆夕阳闻言也没再多说陈楚什么。望叔近日时常出府，你们把管家叫来，问问他望叔去做什么去了。相爷不用叫管家了，这个末将知道。你知道？知道啊，末将昨日带侄儿出去吃饭，还在白虎大街遇见四小姐了。说来也叫人心疼，四小姐前段时间以为她要去联姻，把名下的那些产业打点得清清楚楚，全都留给了夫人了，说是怕夫人没有银钱之用。这些日子他和拓跋三王子结义之后，夫人又派人陪四小姐拿着地契去官府更名，反正更来换去的，忙得不行，末将瞧着眼都花了。萧红听完，眼底闪过一丝怜惜之色。庄子铺子更名如此麻烦？可不是麻烦嘛，末将那个堂妹嫁人的时候，堂婶才陪嫁2间铺子，都往官府跑了好多趟。算了，你去和京兆尹说一声，叫他派2个人去帮望叔把事办齐。是。禀相爷，拓跋2位王子携公主前来，与相爷商议联姻之事，请3位进来。是，你们也下去办事吧。是。小姐，咱们还是回去吧，这地儿让阮父新去跑就行了。有什么事儿，小姐差他去办。小姐，
这些集市脏乱，人也杂，您手心的伤还没愈合，别再沾上这儿的瘴气啊！换血结义那日，小姐手心划开那么长一道口子，这才过去几天呢，伤口刚开始结痂呢，哪能这么到处折腾啊？再一个，小姐以前不是最讨厌弄脏衣裳的吗？没事儿，回去换双鞋就行了。萧望舒走出车厢，在杨平的搀扶下踩着车凳下车。刚下车，淤泥就淹没了他的鞋底。罗星，你驾车跟着我们。萧望舒说完，接过杨平递来的卷轴，将绘制好的图纸打开。舒夏上前，接过他手里的半杆竹轴，配合他摊开图纸。秦泰跟在旁边递上一支竹笔，再从鼓囊囊的荷包里取出一小块墨，就着雪水和路边的瓦片把墨磨开。一春全程拧着眉头，一路都在努力给萧望舒提裙摆，他自己的裙摆扫了一地污水也没注意。杨平走在最后，几乎和马车并行，注意着萧望舒周围的情况。沿街摆摊的百姓纷纷投来各异的目光，眼前这一幕对他们而言，等同于一腿铁坨子包着一块金锭子掉进了屎盆子，格格不入。就连一春和舒夏都不像是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，更别谈肤容凝脂、面如桃花的萧望舒。偏偏萧望舒却是最接地气的那一个，一步一步迈得从容，好像他脚踩的不是脏乱集市，而是王宫后院。萧望舒带人在集市里走完一圈，手中竹笔已经把图纸标得密密麻麻，但图上却不显半点脏乱，反而干净整洁，没有丝毫墨汁刮蹭的痕迹。整理好图纸，萧望舒正准备带人收工。下官见过萧四小姐。秦氏令？正是，下官正是这片燕街集市的市令。本以为要过些日子才会和秦氏令打交道，秦氏令今儿来得早，我们也算是提前认识了。下官愚钝，不知四小姐此话何意？没什么意思，过些日子秦氏令自然会知晓。那秦氏令被萧望舒说得忐忑不已。送萧望舒离开集市后，他提心吊胆地回家等了3日。3日后，萧平南以虞国使臣进京朝贡，许扬大魏国威为由，向萧红建议整顿京师街道上的杂乱集市，让京师更具天下首辅之庄严。这于萧红而言是件小事，但又确实有理。思索一番，萧红下朝后便和尚书令顾城一道出宫，顺道把此事拿出来提了一嘴。顾城也觉得有理，命令就直接下达到了户部。户部尚书接到命令，派出监管天下集市交易的户部司金，命他前去整顿集市。最后命令层层下达，要办的事就落到了那秦氏令的头上。秦氏令，真巧啊，咱们这是又见面了不是？是，真是巧了，又遇见四小姐了。上头几位大人让下官把这集市整改整改，下官实在不知从何下手，不知四小姐可愿赐教？秦氏令总管燕街集市，对这片集市熟悉的紧，怎会不知从何下手呢？上边那些大人的命令下得太急，下官一时间实在不知如何处理。又瞧四小姐在燕街集市走过一段时间，想必有所见解，这才斗胆询问。他改的要是不合这位萧四小姐的意，恐怕还得重改，不然上面的命令怎么下来的？8成是这位请下来的。既然秦氏令愿意耗费时间听我扯一扯，那我就与你聊上几句。那下官就谢过四小姐了。相府跑马场上，萧福光的骑术已经练得有模有样，动作流畅，收缰勒马，从马背上翻身下来，走向旁边的六角亭。亭子里，陈楚和陆旭阳正在喝茶，萧振熙坐在他们2人旁边，抬头看向萧福光时，他脸上抑制不住地浮起羡慕之色。没过片刻，一阵寒风刮过，只见萧振熙脸色骤变，立刻抬袖捂嘴，剧烈咳嗽起来。七哥，你身子不好，回去歇着吧。
父亲都允你腊月正月不必来练习了，你何苦为难自己的身子？多谢八弟。七哥不必客气，腊月天寒，七哥这会儿回去歇着吧，别叫于姨娘担心。好，我这就回去。两位将军，我身子不适，这段日子就不来了。正好末将也要去相爷那里去一趟，顺路送七公子回去吧。多谢陆将军。公子请。今日训练已经结束，小公子可有事要忙？近日没什么事要忙。年关将至，二公子婚期已近，三公子也已带兵返京，夫人手上琐事成堆，末将还以为小公子要去帮忙。后院那些操办宴会的事情我也不太懂，就不去给母亲添乱了，免得越帮越忙。也是，这些事情四小姐应该懂得多一些。姐姐近日可比母亲还要忙许多，也不知道她在忙些什么，都不来看我练习骑射了，去母亲那儿请安也是急匆匆的。这么忙？可不是，除开请安，好像姐姐上次去母亲那儿还是4、5天以前，帮二哥处理的一些婚宴上的事儿。陈楚听完，脑海里电光闪过。末将想起还有点事，训练已经结束了，末将就先告辞了。萧望舒站在御史斋2楼的包厢里，从窗户往外看，宴阶集市已经规整得有模有样，菜市米市那边干净了许多，一眼望过去井井有条，充满人间烟火气。小姐，晚风这边已经看过了，我们去竹路那边看看吧。御史斋有2栋楼打通建成，一面晚风，一面竹路。晚风这边登楼而望，窗框嵌满人间烟火；竹路那边远眺北方，入目皆是骏马奔驰，窗外景色一柔一刚，相辅相成，形成一种极致的观感。小姐还没有用膳呢，秦太，你急个什么劲儿啊？秦太，你是想去看赛马了吧？马市那边为了方便客人挑选马匹，秦氏令根据小姐的图纸去整改，画出了一节专门用来试马的跑场。跑场里每天都有许多良驹驰骋而过，供人甄选。待到御史斋开张之日，马市那边还会同时举办一场骏马赛。隔壁竹路的包厢就是最佳观赏点，可将跑场上的奔驰骏马尽收眼底。是啊，走吧，去竹路那边看看。陈将军是来找小姐的吗？挑选战马，你们这儿视线好，我先在这瞧瞧。陈将军，我们这还没完全装潢好，食材什么的也没有购置啊。没事儿，你们去忙你们的，不必管我。听将军这话说的，来者是客，哪有不管的道理啊？陈楚的目光从萧望舒出现时就一直聚集在他身上。等萧望舒说完，他起身朝他抱拳见了个礼。萧望舒盈盈俯身，将军今儿怎么有闲情出来买马啊？买马的事哪里劳得动陈楚亲自来买？陈楚卡顿一下，随即回答：军营那些马，我瞧着脚力都有些稍微差了些，所以出来看看。是这样吗？陈楚被他看得突然有些耳根发热。这时只听萧望舒轻笑一声，走到他身边往窗外看，目光投向远处的马市跑场，说着：军中人分将羽士，品阶不同，马也有所不同。将军的战马百里风骨，飞驰如流，将军骑他久了，再看其余骑兵的战马，难免会觉得差点意思。你们去其余包厢查看，有问题及时和工匠交流。是，怎么感觉小姐在遣退我们呢？厨房已经可以试用了，你们去看看还有些什么存菜，没有就叫人去买些回来，让田伯炒上几个菜，我与将军等会儿就在这里用膳。是。对了，小姐，我们签下的书契那2对工匠，有人私下里挖他们过去做事。哦，萧望舒眉梢轻挑，让他瞧瞧是哪些同行已经沉不住气了。那些工匠都是守规矩的人，也畏惧小姐的身世，他与我们签过书契，怕违反契约要打官司，已经把外面的邀请都推了。可这是哪家的产业东家在挖他们呢？不清楚，对方神神秘秘的，他们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来头，只知道对方想让他们照着锦衣门和御史斋的样子再装潢几家铺子。稍后让他们过来找我。是。下去吧。是。你们去陈记铺子给我买份红糖米糕回来，再给母亲包一份枣泥切糕，自己想吃些什么就看着买吧。是。陈楚看着包厢里的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，最后只剩下他和萧望舒2个人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
这8个字刚出现在他脑海里，陈楚的耳朵立马泛起红色。就在这时，萧望舒还走到门边，动作自然地关上了包厢门，回头看向手足无措的陈楚。将军瞧这包厢如何？挺好，景致上佳，屋里器具也选得好看。将军真是严肃啊，坐吧。萧望舒打趣一句，亲自取出茶具，用火折子点燃红泥小炉，开始泡茶。看他手上缠着绷带还在忙，陈楚站也不是坐也不是，最后还是走到萧望舒身边。小姐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像她这样的千金小姐，应该极少自己动手泡茶吧。萧望舒烧水醒茶，听陈楚问起，他一边用茶汤清洗杯具，一边随口说着：有些热，将军帮我把这披风解了吧。陈楚险些一口口水把自己呛死，他以为他会吩咐他拿点什么或者洗点什么，他怎么开口便让他为他解衣裳？虽然只是披风，但披在他身上也算是万件衣裳了。将军，小姐，这有些于理不合吧？将军，你好像还有一件披风在我的柜子里。那件披风现在还在他柜子里收着，和他的衣裳叠在一起。如果解个披风就叫于理不合，那将军，我们已经到了私相授受的地步了。他每说一个字，陈楚的耳朵就红上一分。犹豫许久，陈楚终于还是伸出手去，避开萧望舒的肌肤，小心翼翼地解开他的披风系带。兔绒披风滑落在他臂弯的瞬间，陈楚长舒一口气，仿佛刚打完一场仗。披风挂在旁边就行了，将军坐吧，喝杯热茶暖暖身子。这次联姻确实提醒了他一件事，只要他一日不嫁，萧红的众多党羽都会盯着他。拓跋部落的联姻他是避过去了，那下次呢？其余势力的联姻呢？他未必躲得过去。倒不是他萧望舒有多大魅力，能引得多少男人竞相追逐，而是宰相嫡女这个身份的诱惑实在太大，大到他随时可能身不由己被送出去联姻。能和宰相府联姻，对方必然势大。到那时，夫家若是阻碍，他想要继续开拓自己的商业帝国，一定会遇到不少阻力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他自己挑个可以掌控的夫家，尽快把自己嫁出去。而陈楚的确合适。弃婴自小被农户收养，无血脉至亲，没有背景就是萧红最放心的背景。现今他自立门户，只需每月给养父母送去一笔赡养费即可，省了他婚后许多麻烦。而且陈楚这个人相处了这些次，他也确实不反感。多谢小姐。陈楚双手接过茶杯，心里忽上忽下的，总觉得今天的他对他格外的好，好的有些不真实，叫他害怕。将军客气了。萧望舒坐到他对面，笑吟吟地看向他。就在陈楚心脏加速跳动的时候，萧望舒又问：三哥这些日子就要领兵回京了，将军先前也在西北边关驻守，和三哥相处的如何啊？三公子，陈楚想了想，末将与三公子镇守的关口不一样，平常碰面极少，若说交情也其实并无多少，一年到头只见过几次。边疆关口之间相距如此之远啊！同在西北边疆驻守，他们二人竟然一年到头都不见过几次面。是，相距甚远。平常若非有地来犯互相驰援，或有京师军令下达到边关，我们基本不见面，就是各自驻守在关口操练士兵。原来如此。小姐今日怎么问起这个？三哥马上就要回京了，我要帮母亲筹备家宴，但是我与三哥一年才见那么一两次，也不清楚他的喜好，便来问问将军。啊，这样，末将虽然也驻守了西北边关多年，但是与三公子确实不算很熟，此事帮不上小姐什么忙了。不过依末将来看，其实小姐和夫人的心意到了就足够了。三公子在边关多年，回京之后接触到的一切都是心中所思所念的旧人旧物，不论家宴如何筹备，他回到家中心中应该都是欢喜的。看着陈楚答话时这副认真赤诚的模样，萧望舒一时间看得有些愣神。小姐，末将说错什么了吗？怎会啊，将军说的极是，将军府上没有女眷是吗？
他这话题转换幅度之大，险些闪了陈楚的腰。陈楚愣了许久，随后慢吞吞地答着：末将守关多年，无心这些男女之事，也不好意思耽搁了谁，便未曾纳妾。他怎么了？怪不得将军府上没有女眷。在陈楚那又惊恐又羞涩的注视下，伸手从他腰带上轻抚而过。陈楚瞬间紧绷身躯，还不等他反应，萧望舒的手便收了回去。将军这腰带边上有些磨损，改日我叫锦衣门的绣工瞧瞧，给将军织几套衣裳送去可好？反应这么剧烈，看来也不算是他强求于他。末将不论是帮小姐干了什么事情，都并无所求，请小姐不必如此。萧望舒被他的反应惊了一下，先是一愣，随后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。将军，我脸上写着勉强2字吗？他动心，他自愿，他为他提供一个夫家，为他杜绝联姻，助他继续完成他想干的事业。而他为他提供一个有权有势的妻子，为他尽人妻职责。这场交易可谓是一拍即合，互惠互利，如此又有何不可？末将不知小姐心中如何所想，末将只是想与小姐说清楚，小姐不必对末将有任何过激的感激、愧疚、勉强或是其他。将军当真觉得我是在勉强？陈楚嗫嚅半晌没有开口，萧望舒起身，缓缓迈步走到他面前，两人之间仅1拳之隔。陈楚低下头，便能清晰闻到他发间散发出的幽香，清楚看到他墨发上点缀的珠玉簪钗。将军，我只是派人为你织了几套衣裳，怎么就成了勉强了呢？陈楚看向他眼眸，沉默许久，终于开口：那是末将误会小姐意思了，小姐见谅。末将是个粗人，许多时候猜不透小姐心思，小姐不论想做什么，想要什么，都请和末将直言。他很想保护他，但他不喜欢他在面对他时带着太多的猜忌。衣裳这东西本就贴身，不是能随意赠送的，不怪他想得多，而是他今天的一举一动确实都很奇怪，像他，但又不像以往在他面前的他，倒像是正在算计些什么的他。陈楚说话直来直去，他此刻把这话挑得太明，萧望舒只能无奈笑笑。将军当真要我明说啊？是，请小姐明说。将军，我的婚事不太由己，今日是拓跋云霄，保不齐来日又是谁？这个世上太多男子将女子当作附庸，而我不甘，不甘身居于后院，困于一隅，不甘相夫教子，放弃产业。我需要一个夫君，一个不影响我办事，愿意理解我、支持我的夫君。萧望舒说完，包厢内陷入一片沉默。良久之后，小姐的意思，末将明白了。他于他而言并无什么特殊的，只是刚好合适罢了。以这种方式对他有用，被他需要，他一时间竟也说不出心里是个什么滋味。那将军的意思是，如果小姐需要末将，末将愿意配合。交易达成，本该是不错的结果，可此刻萧望舒并未感受到太多欣喜。今日将军来的突然，我这要求也提得有些突然，将军可是没有缓过神来。陈楚再次沉默。末将听闻，小姐先前对莫尔公子十分热情，喜爱非常，这般委身于末将，小姐当真甘心吗？京师的传言，他也曾无意间听到几句，不过他当时并未放在心上，只觉得这位四小姐过度骄纵，有些不顾大局。可当他真的靠近她，了解过她之后，他实在难以想象，她这样冷静睿智的女子，怎么会对一个男人那般追逐付出，对慕云泽爱至那般，再与他成婚，这又算怎么回事？我就说将军瞧着有些生气，看来还真是没有瞧错。首先，将军，我并不觉得我是委身于你。将军或许不知，京师男子众多，与我身世匹配的同龄人也有不少，但是世家男子傲慢，愿意让自己夫人压过自己一头的没有几个人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极为欣赏将军对我的坦诚与尊重。其次，与慕云泽相提并论，
将军未免也太贬低了自己。十分热情，喜爱非常。我不知道将军是从哪个茶馆门口路过，听到的这些东西，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将军，自始至终，我对慕云泽毫无男女之情。至于接近慕云泽，只是因为我发现京师有些产业的东家与官家勾结，藏得很深，似乎是出自幕府，我便去查了一段时间。或许我用的手段不是很好看，但是好歹事情查出来了。谁？穆书浩。听完萧望舒的解释，陈楚垂在身侧的手微微收拢，胸前郁积的那口气也散去了大半。比起街头巷尾的流言，他更愿意相信他这样笃定的解释。为男人追逐付出，不像他，但为了查清事实，以追爱之名蓄意接近慕云泽，接近幕府，这倒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事。以后若有这种事情，小姐可交给末将去查。好，那将军此刻可还记着？又是这样哄孩子的语气，叫陈楚听得耳朵发烫。今日将军来得突然，或许是我自作多情了，但我确实不太相信将军是来看马的，所以我才对将军提了一个更突然的请求。再次自作多情地觉得将军不会拒绝我。将军，你我之间有过命的交情，其实于我而言，将军是不同于其他人的存在的。我相信自己的眼光，也相信将军是我最好的选择。将军不必有什么压力，此事你情我愿，若是将军不愿，我也尊重将军的意思。萧望舒这话说得实在直白，陈楚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他什么都和他明说，也是挺要命的。小姐，末将全凭小姐吩咐。那就多谢将军了。还有一个，小姐以后有话真的可以与末将明说，不必像刚才那般拐弯抹角。刚才哪般？这般。见陈楚的耳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爆红，一路从耳根子红到了脖子上，萧望舒没忍住笑出了声。陈楚有些手足无措，局促地站在原地，绷紧身躯，茫然地看着他笑。萧望舒笑够了，才回到桌边坐下，抬手擦了擦眼角溢出的泪，朝他说着：将军当真可爱，那我以后的日子应该会很有趣的。他经历过父母抛弃，经历过故园倒戈，也经历过对手暗害，更看过太多男男女女的爱恨纠葛、恩怨情仇。他向来相信，世上没有任何感情可以维持一生，合作伙伴的关系是他所能想象的人与人之间最牢固的联系。陈楚这样的赤诚坦荡，是他在以往众多合作伙伴身上从未感受过的东西，就像暖烘烘的阳光一样，对他散发着致命的诱惑。小姐，末将是个粗人，其实哪里都配不上小姐。若小姐当真需要末将配合，末将只希望以后的日子，末将不要让小姐失望就好。将军可愿意相信我的判断？小姐敏锐，末将自然相信。那将军还紧张什么呢？你是我判断之后的选择，我既然选择了你，便证明你合适。将军坐吧，拓跋使臣尚未离京，我的婚事不一定能太快，否则叫拓跋使臣心里不好想。我们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慢慢相处。好。今日难得将军有空暇，不如真在我这瞧瞧马，也帮我瞧瞧逐鹿间里还有些什么地方可以完善呢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衣裳我还是要送的，将军稍后起身配合配合，我为你量一下尺寸。这根带子倒是正好，以后让锦衣门的绣工都把软尺制成这样的，方便随身携带。听完他的话，陈楚再次红着耳朵点了点头。喝完茶之后放下茶杯，站起来摊开双臂。萧望舒随后起身，将他身上的尺寸从短到长量了个遍，每量一处便用纱带打一个结。正量到腰间，萧望舒低头环住他的腰身，略微收紧纱带。小姐，我们回来了。陈楚绷紧背脊，有些紧张地看向萧望舒，低声提醒他。小姐。萧望舒面不改色，
不急不忙地继续量他的腰围，边打结边朝外吩咐：“在外面候着。”是。陈楚紧绷的身躯渐渐放松下去，目光追随萧望舒，看着他始终从容的模样，不自觉地看失了神。直到萧望舒拿着沙袋量完他身上所有尺寸，把沙袋卷起来收进袖中，他才渐渐回过神来。两位姑娘怎么不进去啊？小姐让我们在外面候着。那这菜凉了怎么办？寒冬腊月的，凉了可就不好吃了啊！进来吧。小姐居然放秦太他们自己去看。奴婢刚刚从楼梯口那间包厢路过，瞧秦太他们几个看的都要钻到窗子外面去了。你没有过去吓他们一下吗？嘿，吓了。还是小姐了解奴婢，要是不吓他们几个能挤在窗边一直看呢。小姐交代的活还干不干了？萧望舒闻言笑笑，了一声，没再接忆春的话，而是给陈楚盛了一碗紫菜蛋花汤。自信一点说，田伯的手艺丝毫不比宫中的御厨差。阿弟那么刁的嘴，都对田伯做的菜赞赏有加。将军也试试。多谢小姐，小姐手还伤着，不方便，这些小吃末将来吧。小姐，宫队的2队工头已经在外面候着了，要不要也传进来？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东家，你先下去办事。是。外面的人我们都已经推了，请东家放心。二位不必紧张，你们都是我亲自选上的老师傅，又与我白纸黑字立下过书契，我自然放心。今儿叫二位过来，不是为了质问，而是打心底里想帮二位赚点零用钱，好叫你们回家改善生活。你们跟着我做事，大家遇上好处一起分，我总不能亏待了自己手下的人吧。这次虽然只有180两的，倒也是我的一片心意。草民不知小姐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小姐可否明示？外面不是有人请你们去做事吗？等他们再多请几次，把价格开高一点，你们觉得差不多价格要到顶的时候去做就是了。你们与我立下过书契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由头，不需要再和他们立契，且官府也不承认后一份书契。没有书契约束，做出来的东西是好是坏，装出来的东西是美是丑，那不都是由着你们自由发挥吗？小姐的意思是让我们去装坏那些店铺？见萧望舒笑着点了点头。可是这样，我们宫队的名声也就差了呀。这种事情要是传扬出去，最先差名声的，不该是挖人墙角、找人剽窃的那些人吗？再者，你们如今在我这里为我办事，还需担忧名声差与不差？只要把我交代的事情办好了，我这里的生意你们还有得做。那2名工头仔细一想，确实是这个理。眼光再放长远一点儿，二位难道不想体验与朝廷工部打交道是什么感觉吗？要是能够接到随工部官员兴建土木的话，哪怕只是干些零散的活，也足够二位改变命运的。至于那么点可有可无的名声，在工部官员的眼里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东西。只要你们把活干好了，你们是宰相府介绍过去办事的人，没有人会随便挑你们的刺的。草民明白了，实在有劳小姐提携。小姐大恩大德，草民没齿难忘，必为小姐尽心尽力，为小姐马首是瞻。都下去吧。是。小姐用膳吧，饭菜快凉了。忆春和舒夏听到这话，也上前伸手摸了摸瓷盘边沿。小姐，奴婢们再端下去热一热。不必了，这样可以。是。今天他们小姐和陈将军坐在一起，好奇怪，说不上哪里奇怪，但就是有些奇怪。以往他们跟在小姐身边，他们是小姐的贴身丫鬟，陈将军是个外男。今儿不知怎么回事，他总感觉他和舒夏才是外人似的。几天后，腊月16，年味儿渐浓，京师城内热闹非凡。卖年货的街上挤满了人，米面铺子、干果铺子、红纸铺子、桃符铺子、酒酿铺子，甚至布庄，这些日子都赚得盆满钵满。檐上落满白雪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都在筹备这1年1次
除旧迎新的年节。宰相府和京师馆驿的下人也忙得脚不沾地，准备萧平南和拓跋新的大婚。相府月华院前厅，小姐手上这刀口已经愈合了，血痂脱落，无需再包扎，但想要完全修复过来，还需要差不多2月时间，让皮下的血肉慢慢长回去。这2月时间，小姐可照常洗漱，并无影响。只一点，这只手不可提重物，因为这伤口看似愈合，其实皮下还未完全长合，提重物还是会伤到里面新生的肉。微臣这么说，不知小姐能不能理解？当然了，刘太医说的十分清楚，我会遵医嘱的。小姐愿遵医嘱就好，微臣也就放心了。小姐，公子来了。姐姐这伤好全了吗？有刘太医看着，自然好全了。那就好。姐姐，三哥快到了，母亲叫我们都去门口迎一迎。这么早啊？今儿府上有些事儿，若有什么怠慢之处，还望刘太医海涵。无碍无碍，小姐客气。小姐公子去忙吧，三公子难得回京，时辰不早，微臣出来有一会儿了，也该回宫了。你们替我送一送刘太医。是。二哥，三弟，许久不见了。二哥离开战场回京多年，现在说起话来，语气也是越来越斯文了。你们2个长得真快呀，等到明年回来，三哥怕是都抱不起你们2个了。三哥，三哥。萧定北看向他，慢慢把怀里的萧振熙和萧福光放下来，语气并不怎么友善。今年四妹倒是得空来接接我。三哥是去边关带醋了是吗？什么意思？三哥刚才那话能酸死敌军呢。四妹行啊，出息了，不去追那什么幕府公子了？他也配吗？那我怎么知道？先前追在人家屁股后面的又不是我。三哥真想知道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去追追试试。好了，三弟四妹，自家兄妹哪有那么多架要吵？姐姐，三哥刚回来，你这是犟什么劲儿呢？我与三哥的兄妹情就是这么吵出来的。阿弟放心，我若是不呛他2句，三哥会不习惯呢。四妹，话别说那么大声，我不聋。三哥听到了就好，省得我再说第2遍。望叔，我叮嘱你什么了？你平常和你三哥斗嘴也就罢了，今日你也不分场合。母亲，我与三哥从小就是这么斗到大的，相信三哥也习惯了。今日我若不接话，他一个人说话有什么意思呢？四妹还真是巧舌如簧，要不你年后跟我去边关吧，我感觉你这张嘴能把敌军给气死。定北，胡说些什么呢？小娘，我不说了，回府。是。对了，二哥，听说你要娶拓跋小公主，恭喜啊！何时的婚期？我没有赶迟吧？当然不会赶迟，特意等你回来再办的。腊月23是个一家娶的好日子，仙儿过门之后，咱们府上今年还能多个人，她性子活泼，也能一起热闹热闹。那感情好。对了，三弟，父亲常让你回京任职，不必苦守西北边关，你怎么还不愿意回啊？西北边境常有鲜于蛮族之人来犯，鲜于蛮人狡诈，关口交给谁接手我都不放心，还是我自己守着算了。三弟辛苦了。确实辛苦。丁北，这几年西北边关还不太平，待有朝一日我们带兵荡平西北，你便能安心回京了。短短几句话，扑面而来的便是萧红荡清寰宇的野心。这天下迟早尽归一家，待到天下一统之日，也是萧红扬名青史之时。好，孩儿就守在西北边关，等着与父亲的大军会合。萧定北这话说的战意萧萧，父子两人笑得开怀，回府让下人开了几坛陈年老酒。今天萧定北回来，自然一切都是依照他的意思办，除了萧红和萧望舒，其余人也都不会与他逆着来。相府所有主子难得齐聚一厅用膳，场面热闹的像是要提前过年似的。养心殿内，微臣参见陛下，起吧。谢陛下。
陛下召微臣入宫，可是有要事吩咐？虞国使臣即将抵达京师，其实萧红先前所言有一事不假。我们引外敌驱内患，就怕除了内患之后，外敌反而成了更大的祸患。可是陛下，若是不除萧红，以萧家人现在的野心来看，将来他们萧家终有一日也将独霸朝政，不是萧红就是萧平南，这与篡位无异。与其眼睁睁看着萧红篡逆，把大魏江山拱手让人，不如放手去赌一把。虞国使臣当真愿意与巫国讲和，归顺于朕吗？千真万确，这也是巫国那边传回的消息。巫国是高祖皇帝在世时收服的藩属国，忠心大魏皇室6代之久，为将陛下从萧家奸佞手中救出，巫国皇室不惜在东南边境屡动兵戈，牵制萧红的军队。他们的忠心，陛下大可放心。有巫国兵力相助，相信陛下迟早能脱离萧家奸佞的钳制，重掌朝纲。萧家如今仍以为虞国忠于他们，实在可笑。虞国公主此番前来联姻，想必也是为了潜入萧家，窃取萧家的步兵机密。正是，此番虞国公主前来联姻萧家，陛下不必气恼，萧家猖狂不了几日。朕还听闻你家中有一对庶出弟妹，对萧家人阿谀奉承，极尽讨好。慕云泽被他问得一愣，面上也稍有些难堪。回禀陛下，微臣那对庶出弟妹的母亲出自商贾之家，确实3人都有些小家子气，目光短浅。当年若非家父在外为陛下拉拢地方官员，急需银钱周转，穆家也不会与他们商贾之家有什么联系。至于那对弟妹，微臣平日与他们接触的甚少，今日回去后必定对他们严加约束，不让他们再做这等有辱家风的事儿。穆家上下忠心于陛下，此一点天地可见，还望陛下切勿因他2人一时犯下的糊涂事儿而迁怒穆家。穆家众爱卿的忠心，朕这些年都看在眼里。既然穆爱卿都这么说了，此事你们就回去关上府门自行解决吧，朕也不再多问。谢陛下开恩。你回去吧，路上当心点儿，别叫禁卫军发现了。是，微臣告退。虞国明面上是忠心于父亲，实际多年以来对父亲并无甚助力，只是借助父亲的事帮他们抵御巫国的觊觎。比起拓跋部落悍勇的铁骑相助，虞国这一方盟友显然表现得不太真诚。萧望舒捋着耳边的一束长发，坐在萧福光对面，看着桌上地理志上所绘的虞国版图。虞国地处大陆板块的东方，在魏国以东，至于巫国则是在魏国东南方向，北边国界紧邻魏国、虞国。这3国之中，魏国国力最强，巫国远弱于魏国，却强于虞国。是以虞国国主归顺于萧红，欲借萧红庇护，抵御他们南面对虞国国土虎视眈眈的巫国。但每年虞国除了上贡些财宝山珍之外，好像也没有太多别的表示，不实在啊。姐姐做生意向来求个稳赚不赔，次次算盘都拨得噼啪响，但这政权却又不是用生意那套说法可以说通的。姐姐要知，收服一方国土不容易，只要虞国愿意归顺，不给父亲惹事儿，能让父亲安心统一疆土，这对于父亲来说便是足够的。至于他们的贡品多少，能为父亲办多少事儿，这些都可以不做要求，对父亲而言也不重要，父亲只取他所需之物。那阿弟，你如何知晓这一归顺便是永久的归顺呢？这永久的归顺，他当然不敢说出如此果断的话。萧望舒打开地图折叠起来的那一页，大陆西半边版图出现在萧福光的眼前。图纸上除了魏国之外，领土面积最广的赫然是魏国西北方向的鲜于部落。在鲜于部落南方，还有胡国与其接壤。胡国与鲜于部落百年盟友之交，相辅相生。这一国一部落，像是一把合起来的锋刀，悬在大魏西北。
悬在数百年魏朝的脖颈上。当年若非有萧红带兵击退鲜于部落，恐怕此刻魏国早已崩裂。姐姐，萧望舒指了指大魏国土的西北和东南。阿弟，若是这四方势力联合起来，你猜魏国领土会被如何瓜分？这个问题问得萧福光头皮发麻。姐姐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大魏国土分割陆地东西，他们如何能联合起来？再一个，鲜于部落与胡国历来交好，共据大魏，这点确实不假。但乌国与虞国之间交战多年，摩擦不断。虞国归顺父亲寻求庇护，正是因为要抵御乌国的侵占。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如何联合？阿弟，你难道忘了他们因何开战？因为争夺领土啊。是啊，是因为争夺领土。土地可以长出无尽的粮食，无尽的税收，无尽的兵马，无尽的子民。后土可以承载一切，承载权力的扩张，承载君王的野心。为了侵占那一点领土，乌国屡次进犯虞国。为了守住那一点领土，虞国出兵血战，甚至不惜归降于父亲，连年上贡，借此寻求父亲庇护。他们为虞国那一点领土尚且抢得如此不可开交，那大魏千里江山摆在他们面前，岂不是把一盘肥肉端到了猎狗面前？阿弟，或许是我多心了，但是自打我接手锦衣门，派出商队到下面州郡采购货物开始，我的商队已经遇上了不少往西北或者是往东南而去的商队，一个西北，一个东南，两片物资匮乏之地，这些商队还跨过偌大的魏国去行商。阿弟，我也是商人，我知道这样做的成本该是多大的利益驱使，才能让他们愿意付出这样的成本。反正我想尽了我能想到的一切生意，没有，他们的生意做得超出了正常的范围。姐姐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为何不去和父亲说？阿弟，我是女儿身，无法和父亲探讨这些国事，但是你可以。父亲也希望能够看到你逐渐成长，像他那般顶天立地。而且就算他要参与到国事里，也不能是他主动去找萧红，得等萧红主动给他放权。他对政权表现得太迫切，并不是什么好事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姐姐。八弟，八弟，我们出去跑马吧。八弟小小年纪的，还有自个儿的秘密了。走了，八弟，跑马去吧。跑马？三哥，这时候冰天雪地，路面湿滑，咱们去哪儿跑马？真不怕摔个半身不遂？去城外呗，城郊地方广，跑得开。四妹还敢一起去跑马吗？本来不想动的，既然三哥这么热情诚心的邀请了，那我不去多撂三哥的面子啊。拓跋使臣过几日参加完婚宴就要返程了，二哥今天叫了他们兄妹三人一起去，你这个当义妹的去看看也好。三哥说的是，那我这就回去换身衣裳，等会儿看你们在马背上大展英姿。萧望舒表现得无比顺从。萧定北回来这几天，每次遇上他都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。以前他和他这位四妹掐了那么多次，还没有哪次感觉像现在这么无理，简直就跟他无理取闹似的。也不知道拓跋云霄哪根筋搭错了，居然和你换血结义。可能义兄的眼光比三哥要稍微好一点。哎，三哥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和姐姐准备就来，都快点啊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好，三哥慢走啊，一会儿见。萧定北冷哼一声，转身走了。三哥一年到头就回府待1个月，过完年差不多就走了。姐姐收脾气，稍微忍忍他。他那些话，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也就过了。三哥也是，多大个男人了，还是兄长，怎么动不动的就喜欢呛姐姐几句？若说以前是姐姐主动找茬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偏偏姐姐都已经不主动找他说话了，他还追着姐姐呛，这也确实有点小心眼了吧？没事儿，从小掐到大，已经掐习惯了。我回去换身衣裳。好，姐姐去吧。听管家说，萧定北也要去京郊跑马，还是带上家里所有兄弟妹妹，
以及拓跋三兄妹一起去。萧红顿时感觉脑仁抽疼，这些年轻孩子没一个能叫他省心的。相爷勿扰，京师细作已经清除干净，就算有那么几个漏网之鱼，想必也伤不到公子他们。三公子无意超群，又带了士兵随行，不会有事的。陈楚，你与他们年纪相仿，和他们一起去跑跑马吧。是。京郊野地，这雪下的打湿了地，一会儿跑出来怎么办？不打紧的，马蹄铁下面都有抓地的钉子，我们在部落里也常常雪天出行。原是如此啊。四妹，你这捯饬的男不男女不女的，是来跑马的，还是来卖你这身衣裳首饰的？出来跑马还分什么男女啊？衣裳头发怎么方便就怎么来。三哥守关多年，怎么还越守越扭捏了呢？出来跑马怎么捯饬也有个规定不成？我锦衣门出品的衣裳首饰确实好看，就是有点贵。三哥若是需要，我可以给你打折。四妹瞧不起谁呢？做不过一些衣衫首饰，再贵又能贵到哪儿去？看你那副精打细算的样，你要是生意不好，看在你叫我一声三哥的份上，我倒是能去给小娘买个10件8件的，也算是照顾你生意了。怎么样？那就多谢三哥啦。他脸上笑得太灿烂，让萧定北都隐隐感觉有些不对。旁边的拓跋新直接笑出了声。要是四妹锦衣门的生意都不好，那这京师就没几家铺子生意好了。唉，依望舒妹妹的性子，大雁飞过去她都要拔几根毛下来，去她锦衣门买个10件8件，你怕是要把这半个月的俸禄都留在她那儿了。萧定北也猜到他被萧望舒坑了一把。行了，出息了，做生意黑到自家兄长头上来了。是三哥顾念我们兄妹感情，强烈要求要来照顾我的生意的。说什么黑不黑的，我那儿啊还真有几套适合张姨娘的衣衫首饰呢，回头叫人都包起来给三哥送过去。行了行了，看你那副贪财样，我买就是了。萧望舒再次道谢，好听的话那是一句接一句，都不带重样的。得了吧，走了，跑马去。不会骑的，在旁边老实坐着看就行了，不要乱跑。三哥放心，我就老实的坐在旁边清点册子，看看要给三哥送多少套衣裳过去。咱们去跑马吧，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。萧定北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人陪他跑马，目光扫过随行的一众将士，最后落在陈楚身上。陈将军，咱们跑马去吧。末将职责在身，不宜放纵。哎呀，别那么没意思嘛，这么多士兵守着，能出什么事儿？你我在边关就没怎么一起练过，现在好不容易聚在京师，真不切磋切磋？三公子见谅，末将确实不喜欢没有彩头的切磋。原来如此啊，那行吧，你说说要个什么彩头？咱们放几块银锭子？没有必要放银钱，末将与三公子切磋，赌上银钱也不好听。那你就说要什么彩头吧，我都能成。既然是切磋奇术，那就抄写相马经吧，输的回去把书上的抄10遍。抄写10遍，应该过年前都没有时间去炒它了吧？陈将军这是教导2位弟弟教出师傅病来了，咱们这么大的人了，还去抄书，那不是小孩子的惩罚吗？银钱做彩头不好听，再贵重的物品拿来做彩头也不合适，末将暂时只能想到这个了。三公子愿与不愿都可。行吧，10遍就10遍，来吧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准备了啊，开始。他话音还未完全落下，2匹战马已经如离弦之箭般飞射出去，身体强壮的2名战将纵马驰骋，这极具野性的画面冲击着每个人的视觉。望舒妹妹，你猜他们谁能赢？陈将军。哦，这么不相信你三哥呀？对。确实，我也觉得陈将军的骑术有些出人意料，像是比我们许多草原儿郎还要更胜一筹。军中皆说陈将军剑术一流，但许多人都忽略了他的骑与射是一体的，在马背上还能将剑术发挥到极致，他的骑术又怎么会差呢？没看出来啊，望舒妹妹竟然也有如此认真夸人的时候。
拓跋云霄看了看他娇艳的侧颜，再看了看策马驰骋的陈楚，心里总莫名觉得有些堵。听云霄哥哥这话说的，难道我没有夸过你吗？姐姐，你带了茶水点心吗？我有些饿了。才刚开始你就饿了？等会儿啊，我去给你们都拿点吃的。好。云霄哥哥，能带我看看你的坐骑吗？看我的坐骑？我的坐骑有什么好看的？北部盛产良驹宝马，云霄哥哥的坐骑一定是千里良驹，我想仔细看看。那走吧，哥哥带你瞧瞧去。他刚才居然觉得这小孩是为了把他和望舒隔开，真是前些日子被刺杀闹得有些心神不宁，现在看什么都容易多想。萧定北总共才和陈楚骑马跑了3个来回，就已经被陈楚甩开了大半圈。见陈楚还一副闲适自得的姿态，萧定北直接摆手说着：行了行了，我算是知道军中那些人碍于父亲的颜面，对我有多吹捧了。三公子的骑术确实上佳，寻常将领末将可以甩开一拳有余。萧定北无语，以前他只觉得陈楚年纪轻轻的官居4品似乎有些虚高，现在他知道了，父亲当初替皇帝封官的时候，未免旁人闲话，多少还是封得含蓄了点儿。行了，愿赌服输，10日为期，10日之内抄写好的10遍相马经一定送到将军手上。陈楚朝他点了点头，半点要和他客套2句的意思都没有。萧望舒端着茶水点心走了过来，萧定北都没有精力和他斗嘴了，直接拿起食盒里的苦荞饼，没看清是什么就一口咬了下去。呸！这什么呀？四妹，你是不是整我？得是什么糕点才能口感这么粗糙啊？三哥，你浪费了我一块饼，还挺理直气壮的。陈楚从食盒里拿起一块苦荞饼，再配上一杯牛乳茶，边吃边喝边看向萧定北，那平淡的眼神好像在问他：你是没吃过吗？哎呀，好了，我的错，我吃不惯这个。还有别的没有？那边还有一些枣泥糕、糖饼之类的，看你吃不吃得惯。行吧，我去那边看看。萧望舒和陈楚对视一眼，眼底倾泻出丝丝缕缕的笑意。陈楚也跟着他弯起嘴角，咬了口苦荞饼，就着牛乳茶往下咽。小姐在哪儿买到的？不是买的，是我让田伯做的，顺道带来了。陈楚只听到他说是他让田伯做的，还以为他特地去了解过他的幼时生活。捏着苦荞饼的那只手也微微收紧，显得有些无措且羞涩。本以为对他而言只是一场交易罢了，他竟然如此上心吗？腊月23，良辰吉日，萧平南大婚之时，萧定北才终于放下笔出了院子，跟着萧红一起接待宾客。萧望舒则是陪同房妻儿一起接待女客，两人隔得老远，想掐也掐不起来。再者，今天是萧平南大喜的日子，哪怕他们2人平日里再怎么互看不顺，也不会在今天搅乱了萧平南的婚礼。红绸装点整座相府，在白雪映衬下，这红色显得格外亮眼。相府的喧嚣持续了整整1天，直到傍晚时分，天光渐暗，暮色昏沉，锣鼓队伍一路敲敲打打，正红的喜轿从馆驿抬到相府大门，嫁妆箱子跟在后面蜿蜒一路。宰相府2少夫人到了。1日清晨，拓跋新前一天傍晚刚进宰相府，第2天早上人还在梦里，就被丫鬟叫醒，去给公婆请安奉茶。在房妻儿的院子里，一套复杂繁琐的请安流程走下来，虽然房妻儿丝毫不曾为难于他，但拓跋新还是累得够呛。就在这时，萧红让萧平南陪他去送拓跋使臣，他才恍然记起他2位哥哥今早就要返程回部落了。一时间百般思绪涌上心头，初为人父的拓跋新第一次感受到胸口传来的酸涩滋味。偏偏在房妻儿院子里，看着处处迁就他的萧红和房妻儿，拓跋新哭也哭不得，只能朝萧红道过谢，又急忙赶去馆驿。你若想哭便哭一会儿吧，约莫还有2刻钟的路程才到驿馆。拓跋新接过帕子捂住脸，小声抽泣。
王兄们不走时，他对这场婚礼百般憧憬，昨日完婚时也确实欣喜激动。可今早突然听到两位王兄要回去了，他心里顿时空了一块，像是没了依靠似的。王叔，以后我就只有你和平南了。欣姐姐，我是你们义妹，我身体里面流着云霄哥哥的血，流着拓跋家的血。既然你在我身边，我必然会尽力护你周全的。拓跋新一把抱住他，趴在他肩上呜咽许久，直到马车快行驶到馆驿，萧望舒才开口提醒他擦擦眼泪。我看看谁家小花猫哭花了脸。三弟，二皇兄。萧平南和萧望舒站在一旁看着他们，朝拓跋吉辉兄弟俩微微颔首，然后一起离开屋子，给他们兄妹三人带上了门。两人在院子里等了约莫2刻钟，没有等到拓跋吉辉他们推门进来，倒是等到了2个意料之外的人。表哥，表姐，大家毕竟一起经历过刺杀，二皇子还救过我一命，我想来送送他们。萧统领，表妹，你们怎么不进去啊？显然和他2位兄长有些体己话要说，我们在外面等一会儿吧，给他们些时间。应该的，表妹手心的伤可好了些？差不多全好了，有劳表哥记挂。和自家表哥还如此客气啊，以后小妹就有劳萧统领照顾了。那是自然。拓跋云霄抬手扯了下萧望舒的头发，在萧望舒毫无波动的注视下收回了手。真的没有小时候逗着好玩了。小时候这么扯他辫子，他要跳起来和我大战300回合。终究还是变了呀，不过变了也还算讨喜，我还是挺喜欢逗他的。云霄哥哥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欠踹。走了，以后总还要进京朝贡的，大家下次再见。来年再见。今日出城10里相送，来日出城10里相迎。2位义兄，一路保重。拓跋吉辉有些动容，朝他回了个礼。拓跋云霄更是直接伸出手想要揉他的脑袋，结果被萧望舒后退半步避开了。云霄哥哥的手劲儿太大了，不似二哥下手轻柔，你还是不要再揉我的头了，免得乱了我的发髻。他这番话说的直接打破了离别的气氛，别说萧平南听得笑了起来，就连拓跋吉辉和拓跋新也觉得有些好笑。拓跋云霄更是直接气笑了，不由分说地追上去，手法就跟薅马的鬃毛一样，在他头上薅了好几下。三皇兄你够了！拓跋新上前把拓跋云霄拉开，帮萧望舒整理了一下发髻，又朝拓跋云霄埋怨：手劲儿这么大干什么？就你这样的，有姑娘喜欢才怪了。表妹，你还好吧？我就揉他2下，方公子也太着急了吧？真揉疼了？还好，云霄哥哥不必放在心上呢。拓跋云霄朝房怀瑾耸了耸肩：表妹没事就行，那我们就上路了，你妹都回去吧，一路保重。拓跋吉辉应了一声，目光从所有人脸上扫过，他的视线掠过房启罗时，房启罗咬着下唇，朝他微微俯身送了个别。拓跋吉辉一愣，随后弯起嘴角朝他笑了笑：既然喜欢，二哥何不带他回去？你都知道不能带望舒回北部受苦，我又怎能把他掳走？但凡他对我有半分情谊，我势必要将他掳回部落。莫要强求，望舒和他表姐是不同的。绮罗是笼中金丝雀，向往自由，牵柔惹得人怜惜，而望舒则完全不同。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许多男人都没有的野性与坚韧，他是羽翼未丰的雏鹰，迟早是要征服属于他那片天空的。野性难驯之人不会臣服于圈养。拓跋云霄的脸色有些沉，拓跋吉辉这番话他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。不过就算他没听进去，如今萧望舒是他的义妹，在拓跋族规里，换血结义之人与同胞兄妹无异，兄妹之间岂容有男女之情？亲姐姐想回去歇息了，二哥你送她回去吧，我锦衣门里面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呢。四妹，你这亲姐姐喊得也得改口了。好，那二哥先将二嫂带回去休息吧，
我去办点事。去吧，在外面当心一些。可要下车瞧瞧。不用了，哥哥，回府吧。我今儿有些累了，想歇会儿。可是对那拓跋二王子有些不舍。房启罗咬了咬唇，没有答话。启罗，你可是倩儿姑母，当初为何不愿将望叔表妹远嫁北部？你可知祖母当初听到表妹要联姻时，为何连连哀叹？我知道。你知道就好。那拓跋二王子救过你不假，但是我们已经背上厚礼谢过他了，救命之恩与你半生幸福，不可混为一谈。见房启罗闷着头不说话，他也有些无奈。母亲已经让父亲帮你留意着合适的人家公子了，别再耍小性子了，别叫父亲母亲忧心。知道了。房怀瑾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靠在车厢上闭目养神，没再说话。兄妹两人一路沉默不语，就这样回了房府。小姐，沿街集市整改之后，我们在玉石斋左右收购的那些铺子，卖价已经翻了一番，简直就是暴利啊！不急，先别转手，那些铺子我不打算卖。啊？不卖？可那么多铺子，我们用不用得上先不说，全部修整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若是不修整，怕是周围空荡荡的，会影响到玉石斋的生意。见萧望舒不说话，他仔细想了想，试探性的开口问着：小姐莫非是想租赁出去？萧望舒点了点头。我耗费心思的整改沿街集市，为沿街那些铺子创造了这么有利的条件，价格才翻一翻就转手，岂不是白费心血？贪婪或许不是每个人的天性，但一定是商人的天性。要行商，就要做个不折不扣的利益驱使者。现在在那些铺子上能看到的利益太大，价格仅翻一翻就想让他松口，那些人未免想得太好了。他是做生意的，不是做慈善的。能租赁出去确实最好，但是许多商户都不喜欢租赁的店铺，会有太多不确定。东家随便出点什么事儿，他们就很有可能要卷铺盖走人，风险太大。你只管放出消息去租就是了。第一户租赁的可享10年8成租金的福利，第二户、第三户可享5年。先签订租赁书契的，可优先挑选铺面。至于每间铺子的租金，你根据铺子的视野进行调整吧。80两租金1年，以此为标准，价格上下浮动在1成之内。属下明白了。我让绣工做的衣裳赶制的如何了？回小姐，那些衣裳又要顶好的料子做里子，还要外面看起来不张扬，工艺稍有些复杂，绣工们正在拆料重新缝补，怕是还得半个多月。半个多月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小姐，临近过年，绣工难免有些散漫，都想着先回家过年再说，他们只拿属下当个管账的，属下也担忧自己管得太严，会逼走小姐招来的人。既然想要休假过年，那就好好做，5日极限，能做完就拿着赏钱回家好好过年，做不完，锦衣门花大钱不是请祖宗回来供着的。锦衣门下足了成本，从布料到针线，无一不是采购精品，再好的绣工也只是锦上添花，不是非谁不可。别把自己摆错了位置。江南绣娘绣艺更为精湛，只是当初锦衣门开张时间太赶，来不及去下面州郡招人。他们若是觉得这些钱赚得辛苦，不如放着让别人赚。我倒要瞧瞧谁家铺子能给绣工开出1个月12两纹银的工钱。寻常铺子的绣工1月工钱2、3两银子已经不错了，哪怕是穆小小、瑞宝阁里从江南招收的绣娘，从他外祖那边要来的绣娘，每月也只开到5、6两纹银。锦衣门开出的工钱，放眼整个行业都是顶高的，再不知足就别怪他杀鸡儆猴。是，属下稍后下去催促。锦衣门既然交给你打理，哪怕是雇工裁剪这种事情，你也可以自行处理，无需等我的命令。我也不是经常过来盯着，总有顾及不到的时候。既然我把你摆在这个位置，你就有权替我处置他们。不需要管那些人拿你当做什么，你只需要知道我拿你当做什么。我拿你当做锦衣门的掌柜，
这锦衣门内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如果我顾及不到，你就替我去处理它。只要我不说你错，你这个掌柜就当的没有错。只要我不让你停，你办的任何事情都不需要停。他们都在你之下，他们的态度不重要，更不足以影响你。你的上一阶是我，你只需要对我的命令负责，明白了吗？属下谨记。你去忙吧，给张姨娘包好的那些衣裳头面，别忘了送到相府去，让萧定北将军结账签收。看出来了，小姐和三哥的关系还真是肉眼可见的差呀。大雪纷飞，年关将至，腊月已经过到了尾巴上，眼瞅着还有3-4日就要到除夕。就在这时，宫里已经休朝的时候，虞国使臣到了。虞国使臣来的倒是真急，拓跋使臣赶在年前离京，他们倒好，赶在年前进京。萧望舒卧在榻上，身上盖着锦被，手里握着手炉，整个就是一副开始窝冬的状态。拓跋部落在上元时节会有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，他们可以错过年节，但是不能错过那场祭祀。在京师待到年后就赶不上参加祭祀了，他们不留下过年，赶着返程倒是情有可原的。还是咱们望舒会偷懒，瞧他窝在榻上懒得跟只猫儿似的，所以老奴说小姐就是一个享福命，半点苦都吃不上的。王庆儿听完也笑了笑，想起什么似的放下了手里的碗，从针线篓子里取出个香囊来，朝萧望舒招了招手。诺诺窝，过来瞧瞧，这香囊的样式可还喜欢？母亲亲手绣的，哪里有我不喜欢的？你这香囊里头还装什么了？当你母亲这些年，我竟不知你对赚钱如此执念，还随身带个聚宝盆儿。没办法，母亲，它是金的，还是聚宝盆呢？样样都叫孩儿喜爱不已。行行行，你喜爱不已。等会儿去府库拿块玉石，叫玉匠给你雕个灯球那般的小滚轮出来，把你的聚宝盆放在里面，挂上流苏，做个玉佩，叫你天天带着招财。哼，那感情好。那老师傅手脚真快啊，上午才送去的玉石，才半天的时间呢，这就给小姐把玉佩做出来了。哼，真好看。今儿晚上有宫宴，小姐刚好可以带着它。你们去找找衣裳吧，看哪套合适，我一会儿换上。是。小姐，小公子来了。姐姐，父亲让你过去一趟。父亲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姐姐，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些话，正巧今儿父亲检查我和七哥的功课，二哥又在旁边提起虞国使臣入京朝贡一事，我就一起说给父亲听了。父亲说夫子不会教这些，问我从哪儿听来的，我也没本事骗过父亲，干脆就实话实说了。那快走吧，别叫父亲久等了。怎么都不撑把伞去烘会儿？谢父亲。来的路上正好赶上下雪，这些日子的雪说落就落，冷不丁被淋了一头。你们也下去吧。是。何时对各国版图感兴趣了？商队行走各方，因地形不同，距离不同，采买的时候耗财耗力也是不同，还是需要预计成本。其实你所忧虑的事儿，正是我一直未曾想通的，所以刚才听浮光说起，我才让他去叫你过来。我一直未曾想通，西北鲜鱼部落屡屡犯境，究竟有何目的？我也一直疑虑，为何多方细作齐聚京师，都在蓄意破坏我们与拓跋部落的联盟。为了破坏我们与拓跋部落的联盟，他们如此拼命，如此不惜代价，实在叫我难以理解呀。拓跋部落位于虞国北方，直接牵制虞国。如果虞国反叛，拓跋部落铁骑便可直接南下，冲破虞国边疆。萧红点了点头，这样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鲜鱼部落在西北屡屡犯境，吸引我们大部分兵力与注意力，而我们在东面，南方的乌国正在摒弃前嫌，联合中部的虞国，妄图上演一出东西夹击，瓜分大魏国土。
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拓跋部落不再钳制他们。只要拓跋部落一日守在东北，一日握着刀守在虞国头顶，虞国就不敢妄动。而虞国不配合，仅凭吴国一国之力，无法撼动我大魏东方边疆。萧福光听得醍醐灌顶，这才是他们不惜代价也要杀害拓跋使臣的原因。我已经传令下去，沿途各州调兵护送，一路将拓跋吉辉兄弟二人送回拓跋部落领土。父亲可是有话要问吗？起初你要开那锦衣门，为父只当你是闲来无事打发时间，不曾想你这生意做的倒是搅和进了国事里。父亲，商场如战场，瞬息万变，政与商联系紧密，朝廷上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会给下面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抛开一国政策，在一国行商，那叫自寻死路。孩儿不想亏钱，就得有最敏锐的嗅觉。好一个商场如战场。那好，那些商队在赤兵商队组建好之前，他们就暂时由你去盯着，若是有什么发现，直接过来找我。是。听福光说你还经常去他书房里找书。确实，福光那里的书要多一些，孩儿寝室里都是一些琴谱诗经，看多了也看腻了。福光那里的书都是他去夫子那儿听课用的，看来看去也一样，就那些。以他的性子，私下收录的书大多是些聊斋怪谈，抛开他听课用的史籍典册，他选不出几本用得上的。萧福光低下头挠了挠头发，声音极小地嘀咕一句：孩儿在七哥那里收了几本理学书籍，恐怕收了也没翻几页。萧福光听到萧红这话，立马闭上了嘴。这书房里的书更多，你瞧瞧有什么想看的，挑拣几本回去看吧。以后想看书，可以去镇西那边走动走动，或者来我这里。多谢父亲。傍晚时候，皇宫灯火通明，丝竹弦乐从殿内缓缓流出，绕梁而上。上次来这灵德殿，还是为我们办的接风宴，今儿再来，我倒成了赴宴的了。赴宴不好吗？没有人注意到你，你只管坐在这儿吃喝，吃饱喝足便散宴回府了。也是。平南是禁卫军统领，宫中举办宴会时他是最忙的，没多少空闲过来照看。星儿稍后便和望叔一起，想出去透透气，就让望叔陪你一道。我知道了，母亲。房庆儿也朝他点了点头，然后和萧望叔交代两句，起身去了房老太太那边。望叔，这宴会好闷呐，人太多了，我现在就想出去透气。萧望叔端茶的手一顿：现在去吗？拓跋新纠结地拧紧眉头，心里有些想法，又觉得太早离席似乎不好。走吧。身去。这点小事儿，难不成我还与你说假吗？他记得书中在虞国使臣的接风宴上有一场重要剧情，今日这宴会提前举办，女主穆初雪也已经死了，不知剧情还会不会继续。保险为上，他还是先去看看。走吧。找我何事？陈楚，边关待了这些年，我们那点交情也都磨没了是吧？你找我是不是有事啊？望叔你瞧，陈将军对面那小将生得真好看。二嫂，注意言辞，以为人妇，不要在外面说一些虎狼之词。他还以为这个剧情也被打乱了节奏，现在看来不完全是。书中过年前后天气严寒，萧采衣在宫里染上风寒，卧床休养半月有余。虞国使臣的接风宴上，萧采衣身子不适，并未出面。韩飞鱼不知道哪根筋没搭对，也不知道受了谁的蛊惑算计，趁宴会时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林德殿，他竟然妄想潜入交房殿见萧采衣一面。这也就罢了，他若只是人去看望，哪怕被外人发现，萧平南随便给他安个替人巡查的由头，这事就算结果了。偏偏他是去给萧采衣送什么他们幼年时的定情信物，还被穆初雪撞破。
一时间闹得宫里人尽皆知。麟德殿里的朝臣和使臣赶过来时，人证物证皆在。据书上描写，当时皇帝魏齐宣完全不知情，乍一见此景，脸都气绿了。碍于萧红的存在，魏齐宣当然是不敢废后的。自那日起，便将萧彩仪禁足交房殿。哪怕是寻常人家，碰见这种事都得休妻，可95之尊的皇帝却只能将皇后禁足。事情传扬出去，宰相对皇帝的压迫由此可见一斑。萧家本就不好的名声，自然是再次跌破下限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萧彩仪这一禁足，萧盘安又是个不顶用的。等到萧红想方设法让萧彩仪解禁的时候，后宫有许多事已经不受萧家控制了。就我们俩，旁人听不到的。萧望舒没有管他，仍旧在仔细回忆书中剧情。被发现了！这个陈将军为什么要转过来看我们呢？当没看见我们不行吗？喂，望舒！陈将军、韩将军，两位将军怎么在这儿啊？这儿靠近后宫，再往里走几步，可就难说清了。陈楚侧目看向他，难得的迟疑了一下，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题。我和陈将军许久未见，难得散步遇上，便闲谈两句。是吗，将军？陈楚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，视线有些飘忽，从他腰间左右瞟过，似乎想要用视线拨动他腰间的球形玉佩。韩飞鱼完全不知道萧望舒这一声将军喊的是谁，还以为萧望舒是在问他。是啊，四小姐不信吗？怎会呢？韩将军都说了，我自然信。那我就不打搅两位将军叙旧了，二位将军继续，我去交房殿陪陪长姐。听闻皇后娘娘身子不适，正在休养，四小姐还是不要前去打搅吧。韩将军放心，我前去不算打搅，你去才算。韩将军，有些事情你既然不想说，那我也不多问，但只盼你勿要意气用事，勿要连累我们长姐。长姐乃是中宫皇后，品行端正，受万千臣民敬仰，身上见不得半点墨星子。四小姐在说些什么？末将听不太懂。听不太懂就罢了，韩将军也可当我是在酒后说胡话。不过还望韩将军记得，我一个骄傲自大的纨绔小姐，向来无甚头脑，连我这种人都能发现的事情，别人定然也能发现。古人云三思而后行，韩将军还请三思。萧望舒这番话，陈楚刚才也劝过，不过他劝得更为直白。听到韩飞鱼让他帮忙支开禁军之后，他直接问了韩飞鱼一句：你是不是想害死皇后？陈楚和萧望舒先后泼完冷水，听完他们两人的话，韩飞鱼原本坚定的心此刻都开始动摇了。外臣不得私入后宫，今日虞国来使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麟德殿，这是他能够潜入后宫的最佳时机。他染病卧榻，他岂能不管不顾，全当不知？只是当真进了他人的算计吗？否则萧望舒又是如何知晓？见韩飞鱼垂眸沉思，萧望舒的目光又转向陈楚，在后者不安且怂的注视下，陈将军离席这么久，还不回德林殿吗？小姐放心，末将已经准备回去了。陈楚倒戈倒得太快，韩飞鱼脸上的表情都僵硬了一瞬，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他。那就好，将军回去吧，我和二嫂就先去看望长姐了。四小姐稍等，末将有一事相求，还望四小姐成全。四妹，二弟媳，你们坐远些吧，别被我过了病期。我听人说长姐染了风寒，心里放心不下，和二嫂一起过来看看。有劳四妹和弟媳记挂。这有2罐枇杷蜜膏和1罐枇杷糖，对止咳有奇效的，长姐可以试试。萧彩一见这瓷罐，眸色一沉，视线扫过寝殿外，只见一道高大的黑影印在窗上。东西送到了，四妹的心意我已知晓，你们快先回去吧，别叫父亲母亲担忧。印在窗上的黑影动了动，
似乎是往里看了一眼，然后又转了回去。萧望舒正要开口解释时，就听店外喧喧嚷嚷闹了起来，有人喊着抓刺客，有人喊着有男人潜进了交房店。一时间，交房店外火光通天，无数工人提着灯围过来，围在交房店外议论纷纷。看着店内映出的好几道人影，好奇心驱使那些人冲进去一探究竟，求生欲勒令他们停在原地。陛下驾到！围在交房店外的工人推搡退避。寝殿内听魏齐轩来得这么快，萧彩仪攥紧被褥，往店外看了一眼。这样的速度，说是没人在背后推动，他是怎么也不信的。长姐勿扰，你先将药喝了，我去就会。他又叮嘱拓跋新在这儿好好陪着萧彩仪，随后便走出了寝殿。寝殿外，通亮的灯火照耀下，守在交房店外的男人手握刀柄，一步步走下台阶，露出头盔下的那张脸。末将参见陛下。萧统领这时候在交房店外干什么？回禀陛下，臣女听闻长姐染病卧床，心中担忧，想来看看。天黑路滑，又怕自己走错了路，便请二哥将臣女送过来。臣女参见陛下。方才有人叫喊刺客潜入交房殿，皇后娘娘可还安好？若有刺客闯入交房殿，此刻孩儿怎会如此的清闲站在这儿？禁军守卫森严，怎会有刺客呢？孩儿就是担忧自己走错了路，怕被禁军当成刺客细作给抓捕起来，这才请二哥陪同的。殿内可还有人？孩儿与二嫂一同过来看望长姐的。未免刺客潜藏，还是查一查吧。皇后尚在寝宫内养病，皇后寝宫也敢肆意搜查，尹大人真是好大的胆子呀！当真有刺客潜入后宫？哪宫的宫人传出来的消息啊？这消息可靠吗？还不等有人接话，萧望舒又向萧红请示：长姐的安危重要，还是等长姐更衣出来，派宫中女官进去查看一番吧。四妹言之有理，既然尹大人对我统领禁军的能力如此不信任，那便请尹嫔娘娘带着女官进去查一查吧。我猜刚刚尹嫔娘娘的宫女也喊得挺大声的，一副亲眼看见刺客的模样。也好，我去请长姐和二嫂出来。等等，夜黑天高的，许是宫女太监们瞧错了。既然没有刺客，那就不要打扰皇后娘娘养病了。可我刚才听见有人高喊着有男人潜进了交房殿。尹嫔娘娘，皇宫之中恭敬森严，这种话是能乱喊的吗？唯一外臣之女尚且知晓，捕风捉影者该进慎刑司，受拔舌之刑。你们这些宫中伺候陛下的人却明知故犯，何等讽刺啊！直接拂袖进了寝殿。那尹嫔看着他的背影，喉咙里像是卡着刀片，惨白着脸张了张嘴，愣是什么话也没能说出口。腊月的雪又飘了起来，一片一片落在众人身上。工人纷纷撑起伞，给众多朝臣以及虞国使臣挡雪。天黑人杂，在漆黑的角落里，并没有人注意到陈楚和韩于飞这时才混进人群，走到陆续阳身边站好。尹嫔想搜什么就进去搜吧，本宫就在这儿候着。妃嫔不依不饶要强搜皇后寝宫，皇后为证清白，带病配合。双方形象扭转得太快，在场许多人本以为是一场皇后秽乱宫闱的戏码，没曾想是一场尹家衰败的前奏。今日这一搜，要是没搜出什么来，萧红岂能轻易善了？萧红能把尹家祠堂都给他掀翻。平南，带禁卫军为首交房殿，别叫刺客跑了。是。离开之前，他看那位尹大人的一眼，阴狠的好似野狼看见了猎物。那尹大人抬起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水，已经分不清那是融化的雪水还是他的汗水。尹嫔带着一群宫女走进萧彩仪的寝殿，准确来说是一群女官扶着她，搀着她，压着她走进了萧彩仪的寝殿。萧彩仪站在台阶下冷眼看着，目送她进去。半刻钟后，一番搜查无果。虞国使臣那边前来出使的虞国公主虞淑化，在婢女的搀扶下扭了扭脚踝，显得稍有些疲累。想来是宫女看错了，
没什么事儿，都回林德殿吧。使臣也都累了。也好，一点小事儿不足以耽搁虞国使臣的接风宴。刚才捕风捉影、大喊大叫的那些宫人，污蔑皇后，扰乱宴会，罪不容赦。还不等魏齐宣给出处置，萧红语气淡淡给出处置：送去镇刑司，拔舌剔骨。萧红完全没有去管皇帝是什么表情，抬手揽着房庆儿的肩膀，转身回林德殿。大批官员跟在他身后离开，就连虞国使臣也在看了看势单力薄的魏齐宣之后，推推搡搡地跟着萧红走了。韩飞宇离开前，回头朝萧彩衣的方向看了几眼，一改平日里风流不羁的模样，目光深沉，倒像是想要将人刻在心里。他病得确实叫他心痛，但也没有病到那些人所说的那么重。什么缠绵病榻，什么时日无多，都给他等着。韩飞宇收回视线，跟上人群的脚步。见此一幕，魏齐宣暗自咬紧了牙，无尽的羞辱笼罩在他身上。臣妾恭送陛下。萧彩衣直接行礼送客，示意接下来的事情由他全权处置，皇帝陛下不用再操心。萧望舒看向魏齐宣，还有他身边的慕云泽，盈盈一笑，俯身行礼：臣女恭送陛下。萧家满门奸佞之臣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不止在萧家父子、萧家兄弟身上能看到这样凌驾皇权之上的昭昭野心，哪怕在萧家姐妹身上，这磅礴野心也毫不掩饰。林德殿内载歌载舞，极尽奢靡，宫宴还在继续。慎刑司内，铁锈味混杂着血腥味，刺耳的惊叫声划破夜空，随即戛然而止。数名宫女倒在旁边，睁着眼睛看向尹嫔。尹嫔，本宫才病了几日，你是当本宫已经死了吗？以你的本事，手也伸不到宫外。告诉本宫，外面还有谁？我是陛下的嫔妃，我也是以公主位。你无权处置我，我要见陛下！你无权处置我！那尹嫔被绑在木架上，神色癫狂，胡乱喊叫。见他还要张嘴咬人，旁边掌刑的嬷嬷一巴掌扇了上去，扇得他嘴角血珠飞溅了2滴，在萧彩衣洁白的狐裘上。萧彩衣转身走向萧望舒那边，施施然坐下。动手吧。宫里女人娇生惯养，还没有几个扛得住慎刑司的刑罚。萧彩衣对此深有体会。听到萧彩衣的命令，那些嬷嬷先后拿起刑具。尹嫔惯会张嘴叫嚣，看似嘴巴不饶人，实际鞭子一抽，还挺不到第2轮。见他还没挨几下鞭子，就惨叫着把慕云泽供出来了。萧望舒笑着摇了摇头，继续咬了口山药膏。问出了想要的答案，萧彩衣起身准备离开。萧望舒也包好桌上的糕点，随他们一起起身出门。萧望舒才从怀中取出一个香囊，长姐，收下吧，反正除我之外，也无人知晓这是何物。你留在身边，全当留个念想。萧彩衣伸手接过，手指微颤。看了半晌，她将香囊收入袖中。二弟媳可还好相处？还不错，二嫂天性灵动活泼，待人热忱，我倒不像是多了个嫂嫂，反倒是像多了个姐妹。你可知我多羡慕你，四妹。浮光带日，望舒指月，日月之辉，父亲尽数给了他这对儿女。虽然父亲对他们这些儿女也一样尽人父之责，但他对嫡母所出的一双儿女倾尽了宠爱，终究是有所不同。你生得晚，不必像我这般困于牢笼。在父亲需要一个女儿进宫为后时，府上只有我一个成人的女儿，我没得选。待到再需安排人进宫协助我时，父亲权势已盛，母亲会尽力随你心愿，就连五妹也上赶着替你跳进这牢笼。他进来了，你自由了。他进来了，
你自由了。娘娘，张姐慢些。萧彩衣咳得稍微好些了，朝他们抬起手。我们姐妹三人，你当真是最叫人羡慕的。萧望舒脸眸看了萧彩衣半晌，心中纵有万般思绪，最终都只化为一句：张姐辛苦了。不必担忧，我既然享了父亲带来的殊荣，便一定担起萧家长女该担的责任。萧家子女，可谓萧家生，可谓萧家死。或许有遗憾，但无悔。多谢张姐。姐姐可算回来了，快跟我来，母亲等着你呢。何事？那前来联姻的虞国公主，说是孤身前来，在馆驿无人相陪，想叫上几个年纪相仿的姑娘家陪陪她。萧福光又把萧望舒往人少的地方带。本来母亲是说让二嫂和绮罗表姐陪那虞国公主先聊一聊，结果就刚才那一会儿，也不知他们都聊了些什么，二嫂直接翻脸走了。现在呢？现在母亲正在和那虞国公主聊着，绮罗表姐陪二嫂离开灵德殿了，应该是陪她找二哥去了。萧望舒点了点头，跟着他绕开宾客，走到房妻儿那边。这就是望舒，公主方才应该也见过她了。方才确实在交房殿外看了四小姐许久，处变不惊，颇有萧宰相的风范。公主谬赞了。你先与淑化公主熟悉熟悉，过年天寒，你外祖母也有些咳嗽，我再去瞧瞧她。好，母亲去瞧瞧吧。房妻儿朝他们两人笑着点了点头，在杜嬷嬷的搀扶下离开了。姐姐，那我去找陈将军聊聊天。姐姐今儿戴的这个玉球还挺好看的，把陈将军送的东西贴身带在身上，姐姐这举动不对劲儿啊。容我先去探探陈将军的口风。你去吧。大卫京师，当真钟灵毓秀，养出的人也独具风姿。令弟小小年纪，瞧着便颇有修养，能养出公主这般妙人儿，想来虞国的水土也不会差的。方才你来之前，我与你们二少夫人聊了两句，许是我说话不中听，实在不知道哪里惹到她了。公主不必介怀，二嫂的性子就是如此，和我闹起脾气来也是半句都不肯让的。我常听人说，姑嫂关系是最难打理的，你二嫂挺有福的，遇上你这么好说话的小姑子。父皇送我过来联姻，许多事情我也不太懂，往后若是有什么做得不是的地方，还劳你多多担待。公主客气了，说什么担待不担待的，其实我这性子也急躁得很，生起气来常和二嫂扯头发撕衣裳呢。陈楚恰好从他身旁路过，耳尖的听到他这番话，默默抬起手捏紧了衣襟。他竟还有此等癖好。于是话听完，脸上的柔婉表情也僵硬了片刻，隐隐有些皲裂。果真是他想多了，大卫萧宰相这嫡女还是如传言中那般纨绔低俗。以后的事情公主不必担忧太多，我们顺其自然就好。也是顺其自然。明天渐渐陷入沉默，于淑焕安安静静地低头喝茶，没注意到屡次从他们旁边路过的陈楚。萧望舒也端起茶杯，用杯盖刮了刮杯沿，拢起茶香，热气氤氲了他眼底的笑意。茶水升腾的雾气在他睫毛上凝结成小水珠，水珠上倒映出屡次划过的高大身影。将军何不直接去姐姐身边转圈算了？这一会儿功夫，你找陆将军谈了3次事儿，还有裴军师2次，韩将军2次，叶军师1次，路过姐姐身边12次。公子在说什么？末将听不懂。陈将军，我就问问你与姐姐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儿？你倒也犯不着这么躲着我吧？末将与小姐之间的事情，公子何不去问小姐？陈将军，还是你教我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爱恨分明，敢做敢当。今日你如此扭捏作甚呐？末将说不清，总之全凭小姐的意思。公子可以去问小姐，小姐觉得我们之间是怎么回事，我们之间便是怎么回事。姐姐她在陈将军面前如此强势？
宫宴散席，年节正式拉开序幕。吃灶堂，跳灶王，祭灶，烧火盆，年前的活动样样都带着吉祥寓意，样样都热闹。朝上官员都休沐在家，鲜少再有进宫之人。相府上下也忙于采办年货，府里欢庆热闹的氛围感染了第一次再次过年的拓跋新以及萧望舒。这些日子，萧望舒和拓跋新在房契儿那里学着打理府上琐事。萧望舒还算好的，经验十足，办起事来有条不紊。拓跋新则是被密密麻麻的账目压垮了腰杆，每日从房契儿院子里出来之后，总要感叹一句：啊，望舒，你真不容易啊。萧望舒笑着摇了摇头：二嫂，这些管账的本事迟早用得上，早学早用。老人不也常说吗？技多不压身，学得越多，往后就越轻松。可我现在过得就很不轻松。二嫂天资甚高，有这贫嘴的时间，东西都已经学透了。你先回去学着吧，我去玉石斋有些事情要办。我也好想出府啊。自打上回在宫里和那于淑桦闹翻脸之后，嫡母便让他这段时间在府上静心待着，也不罚他什么，就让他多看看书，练练字，养养耐性。嫡母态度极好，待拓跋新也极为温和，他不好意思反驳，顿时更讨厌于淑桦了。你自个儿犯下的事儿自个儿担着呗。无碍，于淑桦未必进得了我们萧府，他说的话你不必当真。二哥才与你刚刚大婚，于淑桦一国公主，甘不甘心为人平妻另说，哪怕他愿意，二哥才大婚几日啊，就又抬个女人进来，拓跋首领和他义兄他们怎么可能会答应呢？纵使于淑桦能够进我们萧府，也是往三哥那里去，最多与你是妯娌关系，到不了共侍一夫的地步。以后再有这种事儿，你朝他阴阳怪气几句，刺回去就是了，没有必要当众闹翻了脸，落人下风，叫人逮着你的不是。拓跋新点了点头，好吧。快些回去吧，天气冷，这些账册呢，回去窝在被褥里慢慢看，我也该出门了。那你记得给我带一盒桃酥回来啊。好。看来阿弟对田伯做的菜是真心喜欢啊，天寒地冻的，还要跟着我过来吃上一口。姐姐此言差矣，我是担忧姐姐一人在外不安全，也没个什么将军在身边保护，这才出来陪陪姐姐。阿弟，你最近说话倒是怪有意思的。萧望舒靠在椅背上，晃了晃手里的茶杯。你是把秦太他们几个当做摆设了吗？怎么会？我这不是想着陈将军武艺更高吗？萧福光又扒了一口饭，嚼了几口囫囵吞下。姐姐，其实陈将军这人呐，他也挺好的。看陈将军那副毫无地位任姐姐摆弄的态度，再加上姐姐如今又缄口不言，他总觉得他姐姐在感情之事上不太厚道啊。虽然姐姐在许多事上都不厚道。哦，萧望舒慢悠悠地喝了口茶，说说看。萧福光拧着眉头想了会儿，开始细数陈楚的好处。姐姐你看啊，这陈将军，首先一个，他武艺实打实的高强，保护你绰绰有余呢，不像那拓跋三王子只会嘴上放大话。别看他现在官居四品，听陆将军说父亲有意再将陈将军的品阶升一升，有多少京官半只脚都迈进棺材了，才费力摸到四品，勉强得到个上朝的资格，而这都已经算是光宗耀祖的朝臣了。陈将军这般年纪，20来岁就能做到官居四品，马上可能还官居3品呢，简直凤毛麟角，屈指可数啊！其次呢，他背景干净，府上无人，就连养父养母也远在南方州郡，管不到他身上来。府上没有高门大族那些勾心斗角。再一个，他人也实在啊，虽然有些沉默寡言，可能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哄女孩子欢心，没有韩非瑜将军那么知晓女子心意，但好歹踏实靠谱，有事找得到人。最后一个，他那将军府离咱们相府也近，在父亲母亲眼皮子底下，没人能将姐姐欺负了去。
没想到啊，阿弟小小年纪对婚嫁之事倒是颇为了解。其实我不了解，只是回去想了好些天才想出这些。姐姐，京师配得上你的适龄男子里面，不靠家族长辈提携，自己爬到今天这个位置的只有陈将军。他既有身份实权，还能让你免于高门大族那些勾心斗角。除了出什么事儿没有宗亲相助，在京师家族势力弱了些之外，其余都挺好的。而我们萧家在京师扎根已深，防腐易势，姐姐已经有了最雄厚的家族势力相助，便无需在意这一点。姐姐能留在萧府做嫡小姐，那当然是最好，但她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嫁人。父亲那些党羽也不会放过她这么大一个助力。与其等下一个拓跋云霄出现，打得他们措手不及，倒不如先给姐姐选个最合适的，把婚约定下来，堵住那些人的心思。只是定下婚约，也不是马上就要嫁。婚约定下后，还需要1-2年时间慢慢筹备，姐姐仍可留在家中。既然阿弟都为我谋算得这么清楚，我若是再不领情，就显得有些不知好歹了。瞧姐姐这话说的，你若是无意将人家陈将军送的东西贴身带着做什么？母亲还有意撮合你和怀瑾表哥，你看怀瑾表哥也没反对，怎不见你把怀瑾表哥送的东西带在身上？我与怀瑾表哥并无男女之情，况且怀瑾表哥对我无甚了解，他之所以不反对，恐怕也是觉得我这副皮相生得还行，对我其余方面一无所知。若他真的知晓我骨子里是什么性情，怕是与我合不来的。他喜爱温顺娇柔的女子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而我绝对不是他喜欢的那一类，就不必互相耽搁了。看来姐姐也思虑得很清楚嘛，就不用我多说了。果然还是田伯的手艺合你的口味啊。确实是香，若不是姐姐你这玉石斋需要田伯掌厨，我都想将人请去相府了。小姐，玉石斋这2日就可以结工，不过年节前后，餐厨用具采买运送需要多耗些时日，正月初10之前能够到位，上元节可以开张。萧望舒点了点头，时间掐得不错，挺准的。方才阿弟还在跟我说呢，想把田伯请回相府掌厨，田伯的手艺开张之后一定能抓住不少食客的胃。能入得了小公子的口，那实在是草民的荣幸。一会儿我就告诉堂叔去，叫他高兴高兴。那些新招的厨子记得让田伯好生教着，免得田伯到时候忙不过来。小姐放心，我们明白的。没事就下去忙吧。是，小姐，庄上的粮仓和路都建得差不多了，属下已经联系上了周围几座郡县的农户，待庄子全部兴建完成，便能以市价向他们收粮。说着，尉迟彦递上一本收支册子。这些日子，他不是在庄子上守着，就是在各郡县农田之间辗转。看了这许多天，拿着小姐给他罗列清楚的办事清单，他好似窥见了饕餮巨兽的一爪。小姐的目光似乎从来没有放在京师城里，没有放在锦衣门玉石斋上。到现在，日进斗金的锦衣门，地段扭转的玉石斋，在小姐眼中好似都只是一个起步。她好像只是需要这些铺子盈利所得的钱财，去支撑她打开另一片新的战场。他们都以为锦衣门玉石斋就是小姐耗费心思经营的全部，现在看来他们错得离谱。饕餮巨兽才只伸出一爪，他们却误以为窥见了一只庞然大物。锦衣门玉石斋现在看来不过是小姐的一个起步，不过是她吞天欲望下显露出的冰山一角。他不知道小姐要干什么，但他知道绝不止于眼前。辛苦了，新雇的人还没有训练出来，你累一点，先带着江林海和李涯下去多走走。阮复兴这段时日忙着将店铺租赁出去，没有多少空闲为你分担。等他忙完这段时间，剩下的事情你们可以分头去吧。小姐言重了，属下分内之事不辛苦。册子先留在我这里，你那儿应该还有备份吧？小姐留下看吧，属下那里还要抄录的。可以了，没事你也去忙吧。属下告退。怪不得姐姐前段时间都不来看我练习骑射，
原来这么忙啊，吃不到姐姐送来的茶点，我们还怪不习惯的。赶明儿开年了，我天天叫忆春给你送茶点过去，送到你吃腻了为止。那多没意思啊，得姐姐亲自送的，吃着才香。哎，美人如画，台上的人在看台下的训练，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在看台上的美景呢？姐姐有段时间不来，叫我们都没得看了。你这嘴倒是真的贫呐！明儿就到除夕夜了，你就这副语气去找父亲母亲讨压岁钱是吧？那我可不敢，父亲母亲对姐姐宽容十足，对我可没那么宽容。萧望舒眼眸含笑，斜了他一眼，没再接话。见萧望舒忙着整理账目，萧福光也不再打搅他，自己走到窗边坐下，安静地看向远处马市。这么看了1个多时辰，他也不觉得无聊，反而看得津津有味。1日中午，相府仆从鱼贯而行，出入厨房和荟萃厅，筹备年夜饭。房妻儿今日大大小小的琐事忙了一天，根本没有空暇去管他的一双儿女在府上做些什么。此刻，萧望舒正在院子里拆一份意料之外的新年贺礼。萧福光把这贺礼送到他手上之后，笑得一脸揶揄，嘴上一个劲地说着我不看我不看，说完便走了。萧望舒也懒得管他，以他对陈楚的了解，陈楚连给他送礼都是托萧福光代为转送，肯定不会送什么出格的东西。想着，萧望舒打开盒子一看，果真中规中矩，毫不出格，但又确实不失格调。哇，狐白裘！哇，布染杂色的白狐皮毛所织的裘服极为珍贵，我还只是在相爷和夫人身上见过1、2次呢。确实是稀罕物，山野猎人围追堵截，都未必猎得来一只雪白狐狸。奴婢听慧秋姐姐说，这东西以前只上供给皇室王族，还是从咱们相爷开始才不强求上供陛下，臣子也可以穿戴。以前臣子想得这么一件，都得靠皇帝赏赐，现在好了，臣子皆可穿戴。为了彰显身份，不知道多少人私下里耗财耗力，就为了谋这一件囚服。奴婢也听说，相爷和夫人所穿的狐白裘是边关将领呈上的，就是从那次开始，狐白裘不上供皇帝，谁猎得谁得。你不知道吗？你说的那边关将领正是陈将军。这我还真不知道。行了，熏着香料放到炉边烘一烘，等烘暖和了我再穿上。细腻柔软的绒毛手感史书上佳，饶是他见过不少名贵大厂，这狐白裘也是能排到前头的。五味将军府，陈楚端起茶杯放到嘴边，吹了吹热气，又放回桌上，然后又端起茶杯吹了口气，再放回去，如此来来回回好几次。站在旁边伺候的嬷嬷也有些疑惑，将军这是怎么了？可是这茶泡的水温不合适啊。陈楚摇了摇头，把茶杯放回桌上。沉默了会儿，他开口问那嬷嬷：狐白裘当真受女子喜爱吗？会不会觉得有些太素净了？哎呀，将军呐，那可是狐白裘，拿去送皇后娘娘都是拿得出手的，雪白无瑕，柔软暖和，谁家女子看了不稀罕呢？陈楚点了点头，心里仍有些不放心。她可不是一般女子，也不知她到底喜不喜欢。将军要制衣裳，吩咐府上的嬷嬷们去办就是了，怎么还亲自在锦衣门订了这么多衣裳？这么多？陈楚走到桌边，将那些匾盒挨个打开，放在最上面的那个匾盒里面不只有衣裳，还有一纸祝福。陈楚拿起来看了看，向来冷硬的脸庞也罕见地露出了笑意，像过年得了新衣裳的孩子。可不是嘛，瞧着有个10来套了，像是够穿大半年的，穿到热天换单薄衣裳都够了。这些衣裳不是将军买的吗？刚才锦衣门的小二也没找他算账啊。陈楚没有回答这问题，只握住手心的纸条，放到我院子里去。是。星宇将军度此年，愿你我顺遂无虞，皆得所愿。陈楚坐在那儿，盯着这18个字来来回回看了许久，带着薄茧的指腹从那些字上轻抚而过，心中默念：幸宇小姐度此年。哎呀，
过完年又要温习功课了，我现在提笔都手生。八弟少说两句提笔的话，我听不得。萧福光抿紧嘴，憋住不笑。萧定北四处看看，七弟呢？七哥身体不好，早早的过来看了会儿，吹了会儿风，有些咳嗽，便先回去了。三哥今日怎么也来跑马场了？不和二哥还有京师诸位将军去军营走走吗？前几日还听二哥说，萧玉堂叔常念叨你，挺记挂的。萧玉堂叔那个暴脾气，被他记挂又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赶明儿要是他把我叫过去练练拳脚，我还手又怕伤他，不还手他又没个轻重，打得我鼻青脸肿的。那也确实，萧玉堂叔就是这个性子，父亲都有些头疼。那三哥今日来跑马场是为了来瞧瞧你们怎么训练的呗？听说父亲让陈楚将军训练你们，认真点学啊！我当年的骑射师傅可没这么好，原先教导我们骑射的就是三哥你之前那位骑射师傅嘛。也就我和七哥运气好，赶上陈将军调任回京，父亲瞧原先的骑射师傅也年迈了，便让陈将军和陆将军一同教导我们。其实原先那骑射师傅教的东西还行，挺通用的。陆将军常说我们底子打得不错，也就打了个底子。那三哥你是来看陈将军的吗？这几日陈将军有事儿，是陆将军教导我们的。看陈将军来不来，直接看台上就知道了。空闲时，姐姐坐在看台上核对账目，陈将军便一定过来。姐姐不来，大概率陈将军也不来。年刚过完，军营又有什么事儿忙？那就不知道了。听说是和虞国使臣有关，三哥要是感兴趣，可以去父亲那里问一问。陆将军来了，我先过去选马。三哥你随意啊，你去吧。小姐，我们招租的消息刚放出去，就有不少商户围观，但碍于租赁价格，还有我们只租不卖的规矩，一直没人出手。最后先是一家贩卖鞍具的商户签了书契，用最优惠的价格选走了周围视野最好的一间铺子，可以直接看到整个马市的。其他人一见，纷纷涌上来疯抢。玉石斋左右那么多间铺子，就招租那一日便被一抢而空了。租赁出去的铺子现在仅收上来今年1年的租金，共计便有958两。小姐，待到明年后年的租金收上来，当初盘下这些铺子的本钱便可全部收回了。那贩卖鞍具的商户，你将他的租金返还3成回去。为何？因为他是我从马市找过去的人，你也可以将他理解为我找去参事的，也就是托儿。他的鞍具要是放在马市里卖，都是卖给行家了，其中利润空间不大。他正好想来这边另开一家鞍具铺子，再把鞍具做得精良一些，翻价卖给富家公子哥。这边的铺子视野正好，大小合适，就是租价高了一些。恰巧我也需要有人冲上去当第一个租户，调动其余商户的紧迫感，让他们觉得再不出手就抢不到好地段好价格的铺子了。而那鞍具东家他正好合适，所以小姐便按照之前的价格将铺子租赁给了那个卖鞍具的商户，让他过来捧场。街上乞讨的也知道要先往碗里放2个铜板赚吆喝，既然他们犹豫不决，那我们就派人推他一把，让他们急着决定。虽然这一单少赚了一点，但是买到了其余商户争先恐后的出手，很值得。属下明白了。这些日子尉迟彦出去办事，田掌柜一个人打理玉石斋上下也有些吃力，就辛苦你两边多多跑动跑动，这边也看顾着一点。小姐放心，属下明白的。听说小姐派他们往东走，想往华都方向去。怎么啦？很感兴趣啊？那必须感兴趣啊！传闻华都有一条金玉路，富商中的巨鳄齐聚于此，地上吊满金银玉石，无人捡。几年累月下来，便形成了一条金玉铺砌的道路，故称金玉路。常有走投无路之人妄想进入华都撞一撞运气，最后都在还没进城的时候便被处置了。若无金玉路的人领路，若无万两黄金砸门，华都之门从不向外人开启。华都之所以多年以来能够超出3国管控而存在，得益于它独特的地势保护。
山峦险峭，道路崎岖，一城之地面积不大，却是易守难攻。不是军队攻他不下，而是三国互相制约，谁都不愿为了啃这一块碎骨头就冒险出兵。这样才放华都发展100年，直到今天。现如今，华都借助着那些入驻富商每年缴纳的进门费，逐步完善守卫力量。它占据了绝对的地势优势，里面聚集的又是来自天下各地的富商，各方势力都有，敌我难分。因这种种原因，华都都已在三国交壤处保全自身，渐渐地缔造出一个商界的传说。你记住，金钱在权力面前，在铁骑之下，一文不值。属下谨记。他所追随的人正在教他，这天府可以侵占，这神话可以踏碎，华都都是他们的下一站。我这儿还有个事儿，你派人去找些江南商队打听打听。小姐请讲。穆尚书令的平妻，也就是穆书浩和穆小小的生母，他们兄妹的生母冯氏来自于江南织锦世家。你派人去查查，这个冯氏家族在当地除了锦缎生意之外，还有些别的什么生意？是。还有一个，父亲当年带兵出征，东征西讨粮草紧缺，采纳了当时江南粮商的女儿罗氏，也就是萧盼安的生母，我们相府的那位罗姨娘。前几日过年闲谈，我听母亲说，近些年罗姨娘母族那边的生意一落千丈，你也一道去查问查问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是。四妹，你这些护卫管得挺严呐。萧望舒只感觉他脑儿抽疼了一下。放他进来。田怀恩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这位将军说是小姐的三哥，在楼下点名要见小姐，草民拦不住他。见阮掌柜下楼离开，草民想着小姐的事忙完了，便将她带来了。萧望舒揉了揉眉心，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我上次回来那码事还不是这样的，听二哥说你找他帮忙让人整改的，仔细一看，整得不错嘛。四妹，这生意做得有模有样啊。三哥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听你这话说的，我百忙之中抽出空来瞧瞧你这个闲人，你还半点不领情？难为三哥了，百闲之中无聊到跑来找我这个盲人消遣。你怎么不去找你七弟八弟啊？七弟在背书，八弟在练武。感情是看二哥和两位弟弟都忙着啊，三哥没有处消遣了，才来找到我这个妹妹啊。什么话？一阵饭菜香味钻进他鼻腔。罗星端着2菜1汤走进来，把托盘上唯一的一碗饭端到萧望舒面前，然后有些尴尬地看了看萧定北。萧望舒呢是半点也不尴尬，端起饭碗，拿起筷子就开始吃。四妹，你吃什么呢？吃饭啊。罗星都替萧定北尴尬住了。属下告退。等等，你再去拿副碗筷来，我陪四妹用个膳。三哥太客气了，以前倒是没有看出来，三哥这脸皮也不薄啊。再添副碗筷吧。是。一个人吃多没意思啊，三哥陪陪你。那还真是辛苦三哥了。哎呀，不辛苦不辛苦。萧望舒没和他继续斗嘴，细嚼慢咽，咽下嘴里的菜之后，转口问他：听八弟说，萧玉堂叔好几次邀三哥去他府上。哎，别提，听着头疼。我又不想过去，正愁怎么拒绝呢。反正我过几天就要动身回边关了，不如就说我忙着收拾行装。相府有下人伺候，什么行装需要你亲自收拾几天呢？也是，那不如说我在府上陪小娘得了。与其找这些由头，随时可能会被拆穿，不如直接去萧玉堂叔府上坐坐呢。萧望舒喝了口老母鸡汤，眉眼直接舒展开来。萧定北坐在他对面，咽了一下口水。哎呦，萧玉堂叔那个性子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父亲都无可奈何，我去了能干什么呀？万一哪句话说的不好听，说着说着吵起来了，岂不坏了族亲情分？他是长辈，他说什么你听着也就是了，何必当面跟他争个高低输赢呢？有了饭吃，萧定北一时间也忘了反驳萧望舒的话。萧望舒继续诱导：我听说在军中，萧玉堂叔的名声也不是太好，只有我们那几个堂亲叔伯才与他稍微亲近一些。父亲如今位高权重，他说多了
又怕萧玉堂叔心里不好想，也怕众多亲族们心里不好想。但是我们是小辈，我们说话可以随意一些。在我们兄弟姐妹之中，只有三哥你与萧玉堂叔亲近，不如你多去劝他2句，就当是为父亲分忧了。萧定北扒饭的速度稍微放慢了点儿。三哥你瞧，萧玉堂叔总是在军营里打骂军士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。那些将士都是为魏国，为我们萧家出生入死的兄弟，若是军心离散，那父亲还如何举兵北上，如何与你合军一处，如何平定西北呢？三哥你又如何大展英姿，如何大杀四方，如何有机会随父亲一起清剿鲜于寇军呢？萧定北听着，确实是这个理。那我劝劝去。那三哥有空就去劝劝吧。我们去劝，难免让萧玉堂叔更为反感。你不一样，打小萧玉堂叔就喜欢你，你说的话他也肯听。行吧，我这2日瞧瞧，找个时间去堂叔府上坐坐。嘴欠是欠了点儿，但性子还不算死倔，听得进去劝，好歹没白下他的饭菜。对了，过几日上元灯会，父亲是不是叫我们陪那什么虞国公主出去走一走来着？那就陪他走走吧，也不费什么事儿啊。听父亲说你现在对商道正道摸得头头是道的，提防虞国的事儿也是你提的，不错呀。不为男人发疯之后，脑子也聪明多了。多谢三哥夸奖。正月13，眼瞧着元宵灯会将至，京师街道也热闹起来。宴接集市上，谭司令被集市商贩邀请到马市，观看宴接集市整改之后的第1场骏马比赛。肌肉匀称的一匹匹骏马被牵到单独划出的跑场上，跑道外，不少买家还压住，竞猜哪匹马能够获胜。铜锣一敲，马贩麾下，骏马如脱缰野兽般飞奔出去。玉石斋竹鲁间，我今儿算是知道为什么有脱缰野马这个说法了。我本以为表妹为了玉石斋特地去整改宴接市场就已经够下成本了，没想到表妹这玉石斋当真是奢华至极，菜品竟然写在纸上供人挑选。姐姐吗？素来如此，可会享受了。哦，对了，今日玉石斋刚开张，就车马迎门，生意红火，这种时候怎么不见望叔表妹啊？姐姐向来是只顾前面，开张之后便什么都不管了，开始当甩手东家。也挺好的，这些事情都可以交给手下的仆从打理。表妹是个女儿家，别太累着自己，在府上歇息就好。哼，姐姐她可歇不住，玉石斋开张之后，不知她又要去倒腾哪里的铺子庄子。表妹的精力如此充沛吗？可不是，这会儿好像是上庄子里看新粮仓去了，人应该已经出城了吧？方怀瑾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没再接话。萧福光安静地看向窗外，看着远方马市，目露憧憬。烈马宝驹，看着就叫人喜欢。午膳过后，萧福光他们推门走出包厢。陈将军，陆将军。听闻小姐的铺子开张，我们过来捧场瞧瞧，这一瞧就吃的没能停下来。今儿大伙都掏腰包补贴姐姐了。我今天可没掏，明天再掏。这顿陈楚掏的，他喊我来下馆子，说他请。真会找地儿，好吃明天再来。当然得来，这儿饭菜香啊。你今天说话的语气怎么跟东家似的？还什么好吃再来？不知道的以为这小子今天拉客呢。陈将军也没说错呀，好吃再来嘛。田伯做的菜香飘10里，吃一顿能满足1天。还不等其余人接话，他们另一边包厢的食客推门出来。乍一见到萧福光他们几人，穆书浩和穆小小还有些惊讶，朝萧福光他们见过礼。互相见礼之后，他们兄妹和萧福光几人交代一声，便直接走了。萧福光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摸了摸下巴，稀奇，这对兄妹难得有一次不和他们套近乎。我也有些事，就先走了。今日休沐，正好赶上玉石斋开张，就过来给他捧个场。现在场也捧过了，算算时间，他应该还在庄子上。他还能给他打包1盅鸡汤，再买点枣泥糕一起送过去。萧福光看破不说破，将军去忙吧。
正月15上元佳节。哎，二哥二嫂哪里去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二哥二嫂新婚燕尔，可能不想和我们一起逛灯会吧。算了吧，二哥平常也没有什么时间陪二嫂，今日就让他们2个人出去走走吧，派2个士兵在这里候着他们就行了。于淑桦握紧了花灯的灯笼杆，父皇送他前来联姻，没想到竟被拓跋部落一个蛮女捷足先登。现在大卫宰相的嫡子已经娶了正妻，另一个嫡子尚且年幼，他要怎么办？难不成真给萧平南当平妻吗？或是嫁给萧家庶子？不，他不甘心。要做，他就要做那个嫡子正妻。行了行了，派2个人候着，我们继续逛吧。可以。他直接点了2名士兵，在这里等萧平南和拓跋新回来。走吧，公主喜欢吃什么街边小食吗？我记得河边有个小摊，有卖酒酿圆子。于淑桦摇了摇头，我不饿，算了吧。没事儿，我饿了，你看我吃吧。好啊，你去吃吧，我们陪你。我们回府做什么？今夜不太平，你还是待在府上比较好。府里有父亲的甲卫守着，没人能伤得了你。那一批化作商队潜入京师的刺客，四妹已经盯了许久了。对方今夜动手，目标是不是于淑桦还不清楚，但一不留神，拓跋新可能就成了他们的目标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这些事情你别管，我去解决就行了。你回去吧。萧平南把拓跋新送回他们院子门前，转身便离开了。拓跋新看着他的背影，有些气恼地跺了跺脚。回到屋子里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想起萧平南的态度，拓跋新坐在床上，委屈地抹了把眼泪。萧平南对他好，这是不假，但他也只是对他好，处处让着他，护着他，尽人夫之责而已。要再往深了说，他们之间谈心的次数极少，而且每次都是他在说，萧平南就坐在一旁安静听着，偶尔才接上几句。他总是不知道他干什么去，他也每次说走就走，扭头就消失在他眼前，没有半点留恋。吃好没有？萧福光放下碗，点了点头。陈楚抬头看了眼萧望舒，萧望舒向来细嚼慢咽，吃得慢些，这时候还没放完。萧定北和萧福光也不急着催促，陈楚更是又拿起碗陪着他，还喝起了里面的米酒。于淑桦在一旁看着他们，极力压制自己的不悦。那我们等会儿再往那边人多的地方走走。周围百姓尖叫着丢下花灯逃窜。陈楚拿起桌边的刀，利刃出鞘，带起一阵寒光。萧定北拔出佩剑，目光凶狠，环视四周。萧望舒被迫放下了碗，进食被人打断，他神色略有些不悦。陈楚他们带来的精兵也迅速将萧望舒和萧福光围在里面。萧福光用他的小身板把萧望舒挡在身后，萧望舒抬手按在他肩上，无声安抚。这些刺客比他想象中来的要快一点，耐性一般呢。于淑桦惊声叫着，往萧望舒他们那边躲，跟着萧望舒躲进精兵包围圈里。潜伏在周围的刺客拉上面罩，直接拔刀朝着包围圈里的于淑桦杀了过来。保护公主！那几名精兵闻言，慢慢收拢包围圈，将圈里的人保护在内。但有意无意的，他们的保护重心都在往萧望舒姐弟2人身上倾斜，甚至有几次还不小心把于淑桦遗落在了包围圈外。就连陈楚也始终守在萧望舒3丈以内，任他再怎么与刺客搏斗，都未曾离开过这个范围。也是吴国的刺客，没想到他们追我都追到京师来了，这下可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这萧望舒还真是会说话呀！掐！京兆府的护城军掐着点赶过来，萧平南和韩飞宇领兵过来援助，不多时便除尽了刺客，一切顺利的毫无波折。韩飞宇带兵检查刺客尸身，搜出几块令牌，再对比刺客使用的武器看了看，最终确认吴国刺客带回去，让仵作验尸复查。是。刺客出没，街上不安全。淑桦公主，我们先送你回馆驿吧。二少夫人呢？萧统领带兵过来救援，
二少夫人没事吧？有劳公主关心，内子方才就身体不适，闹着回府，我已经将她送回府上了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回去吧，先将你们送回去，稍后我再与几位将军一同搜查刺客。好好一场上元灯会，最后以刀光剑影收尾。怪不太平的，随便这么一闹，京师百姓都要战战兢兢缩在家中好些天，街上铺子的生意又要惨淡几日了。确实，咱们也算是见过大场面了，想到刺杀都害怕，更别说是老百姓了。小姐，陈将军有份东西送过来。这个时候送东西来？小姐，好像是碗酒酿圆子，待晚上的。陈将军就为给我们小姐送这一碗酒酿圆子。这个时辰了，还吃什么圆子啊？都是一些糯食，别一会儿让小姐吃积食了睡不着。拿来吧，我瞧瞧。是。竟然用汤婆子放在底下温着，这碗还是热的。萧望舒接过，拿起勺子，习惯性地搅了搅沉底的东西。只见碗底被他搅起来的全是醪糟，不见半颗糯米圆子。萧望舒有些错愕，用勺子舀着喝了一口。属下和他对视一眼，突然笑得揶揄：“你自个儿过来瞧瞧。”以往没瞧出来，陈将军的心思竟如此细腻。酒酿圆子，还单独把圆子给挑出去了，只剩一碗甜酒。这就是所谓的百炼钢化为肉脂柔吗？父亲，四妹所猜不假，那于淑桦果真和吴国刺客有些联系，否则昨晚他早就葬身刺客手下了。确实如此，我们的人并未进行保护，那些吴国刺客看似过来刺杀于淑桦，实际未曾下死手，哪怕以孩儿延迟下才带兵前去救援，于淑桦也无恙。仵作的验尸结果出来了吗？确实是吴国刺客。哼，罢了，你们都下去准备准备吧。于国公主联姻入宫，册封贵妃，入主一宫，让钦天监挑个好日子，在宫里行册封典礼。父亲，吴国刺客前来行刺于淑桦，就是为了做戏给我们看的，证明他们两国不和，博取父亲的信任。我们直接让于淑桦进宫，是否有些太明显了？为大局计，我两个亲生女儿都能送入宫中侍奉皇帝，于国国君与我结盟军之好，我将他女视作我女，入宫为贵妃，有何不可？为国贵妃，此等身份，难道还轻视了于国公主不成？其实也是，二哥你都娶了正妻，八弟又年幼，于国公主自视甚高，恐怕也瞧不上我和七弟。说来说去，不如让她进宫。哎，是我想多了。此事就先这样。丁北，你还要收拾行装，动身返程，别为这事耽搁了。出发前多去陪陪你小娘吧。孩儿明白。我还要多少年才能籍贯啊？你若累了，便歇会儿吧。夫子不是说你学得极快吗？他都没有这么催着你学，你这么压着自己做什么？早些把这几个月的文章都吃透，我就可以多挪出点时间跟着小裴军师学学兵法策论。感情还是嫌夫子教的太简单了，想多学点别的，一步一步稳扎稳打，不要太着急了。许多事情需要厚积薄发，急不得。你到了该学那些兵法策论的时候，你父亲自然会给你安排。我知道了，母亲。听你们父亲说，望叔，你这些日子帮他办了不少事。都是一些小事，父亲忙于政务，难以面面俱到。我的商队正好有闲，就帮父亲看管一二。行了，歇会儿吧。昨儿晚上怎么回事？吴国刺客行事于国使臣，意图蒙蔽父亲，让父亲相信他们两国不和，对于淑桦放下戒心。在那同时，可能他们还想趁乱除去二嫂，既为于淑桦清理出了位置，又能挑拨我们和拓跋部落的关系。只可惜弄巧成拙，原本做戏给父亲看，没想到装露馅了。父亲早有疑心，一开始就打算顺水推舟，放任于淑桦死在这场刺杀里，借此让吴国、虞国再生间隙。于淑桦一死，能让虞国觉得吴国仍旧戒备他们，仍担忧他们与父亲联手，才恶意杀害虞国的联姻公主，让他们两国再结下国仇。
这可比让于淑桦嫁进我们萧府要有利多了。而于淑桦没有死，哪怕昨日随行将士并没有认真的保护她，甚至好几次直接把她暴露在刺客的攻击范围之内，她依旧没有死，甚至连受伤都没有，这就更显得蹊跷了。自作聪明，大抵说的就是他们这样了。我是问你，昨儿晚上陈将军派人送到你院子里的吃食是怎么回事？萧望舒闻言一愣，旁边看书的萧福光偷偷把书往下挪了点儿，露出一双眼睛，狡黠地瞄向萧望舒。怎么，刚才还说得井井有条的，这会儿倒是哑巴了？姐姐可不哑巴，姐姐想着怎么糊弄过去呢。背你的文章去。姐姐还急了。瞧你之前那么稀罕那慕云泽，我只当你喜欢斯文儒雅的文臣，还想着让你与你表哥多处一处，或者与小裴军师处一处也好。结果你倒好，冷不丁儿的就把手伸到你父亲身边去了。母亲，这男女之情岂有个什么文武之分呢？是没有文武之分，但望叔，你这手也伸得太快了，叫我这个当母亲的很是错愕呀。你可知陈楚到底是哪一半儿？你那手就乱伸。争论起来，陈楚与陆续阳将军他们兄弟相称，与你父亲算是同处一半儿。你父亲每为他封官时，都是按照陆续阳将军他们那一辈，按照你堂叔堂伯那一辈给他分的。否则你表哥年长他1岁，且有你外祖和舅舅扶持，当属同龄人中品阶最高的。但陈楚如今的品阶，可比你表哥还要高上半品。母亲这话就说差了，陈将军只年长姐姐5岁，和我们萧家又没有沾亲带故的，怎么还扯到辈分上去了？所以你也知道，和你姐姐合起伙来瞒着我呢？我哪敢啊，母亲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谁知道姐姐是什么时候下的手？她办事儿瞒得可严实了。阿弟，你可真是我弟弟，这出卖的速度，不是亲弟弟都说不过去的。谁让你瞒着我的？陈楚可不比慕云泽，不是你新鲜劲儿过了就能扔到一旁不管的。那是你父亲麾下的虎将，是你父亲扳着手都能数过来的亲信之一。望叔，你可想好了？自然想好了，母亲放心吧，孩儿会对陈将军负责到底的，定然不会像对慕云泽那样敷衍了事。咱小姐怎么还养出一身男儿匪气来了？说什么负责到底的话？老奴刚才差点以为陈将军是个黄花大闺女呢。听听你现在一天到晚嘴里都在说些什么，还有没有个正经？孩儿十分正经。这倒是不好办了，你舅母还指望让你和你怀亲表哥结个金玉良缘，哎呀，我可怎么婉拒他才好啊？唉。没过几日，就在于淑桦心中纠结，他是联姻相府嫡子萧平南做平妻，还是联姻相府庶子萧定北做正妻的时候，萧定北直接动身返程，回去驻守西北边关。于淑桦只当萧红是要让他给萧平南做平妻，心中虽有几分不甘憋屈，但为大局计还是忍下了。可最后他万万没想到，魏国皇帝一道圣旨，册封她为贵妃，就此入宫伴随圣驾。该死！由于实在拿捏不住萧红的心思，他只好密信一封，派人送回虞国。但还不等虞国国君的密件传回，于淑桦就已经被请进宫完成册封典礼。等到虞国国君的密件传回他手上时，也只吩咐他伺机而动，先听从萧红的安排，不要引人怀疑。就这样，穆初雪死后空缺出来的贵妃之位由于淑桦替上了。2个月后，清明时节雨纷纷，淅淅沥沥的小雨连下了3天。这2月里，京师太平无事，至少在萧望舒看来是这样的。至于被他的宫队装坏的那3家铺面，反正最后费的也不是他的银钱，无关紧要了。银钱不出在他身上，还让他的宫队赚了一笔，他当然不肉疼。小姐，
那3家铺面属下下去查了一下，最后都和江南冯氏商户有些关联。江南冯氏，那就是穆家兄妹了。阮福新想了想，应该是。算了，先不管他们，那对兄妹的花点子还多着呢。此招不通，恐怕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要找到别的工队直接仿造了。小姐，那我们就不管他们了吗？我让工队过去给他们装潢，只是为了拖延时间，等到玉石斋开张而已。若不先让工队过去敷衍着，他们一开始就会直接找其余的工队仿造。玉石斋的名声还没有打响，就出现了类似的铺子，这才是最大的影响。而先让工队敷衍着他们，一旦等锦衣门和玉石斋打响名号，就不是他们能够轻易复制的了。不管他们如何复制，只要有丝毫比不上我们的地方，最后都是自取其辱。时机就是商机，商机就是白花花的金银。他们兄妹迟了一步，一片市场只有一个首创，后面的都叫仿造，后面的都随时可以被替代。现在他们兄妹失了时机，还失了钱，只获得了3间被装得丑得不能睁眼看的铺子，正在生闷气的不该是他们吗？阮福新仔细一想，好像确实如此。哪怕不是他们兄妹，锦衣门和玉石斋的生意红火起来之后，总会有人眼红的。将来模仿我们的只会一个接一个，你只需要记住，他们都是我们踩在脚下的影子，我们只需要继续往前走，留他们在我们的脚下苟活。刻意停下来和他们争个高低，这会消磨你的斗志，浪费你的时间。阮福新点了点头，属下明白了。还有一事，尉迟燕到下面州郡盘治庄子收购粮食，再用我的名义也不方便。反正以后这些庄子也是由你们打理，你们下去捏造个身份，把商籍落下去，再用新身份去更名地契房契吧。这事儿属下已经和尉迟燕商量过了，正准备请示小姐。哦，阮福新从袖中取出一张纸来，递给萧望舒，给他介绍。既然要落商籍，不如属下和尉迟燕他们都落在一户，以家族商户的名义再去各州郡购置新的产业。吞金，真是好一个吞金呐！他以为他要进了华都之后才会听到这个名字。属下只是觉得吞金2字颇合心意。说我未曾收留你，将来你如何打算呢？啊，那属下应该还在相府当护卫，因为身体不行，受人排挤，打杂干苦力，领着每月2两银子的工钱。等再过个1年半载的，把身上的债还完之后，属下就出去找个商户做工，进去再搏一搏。吞金，挺好听的。这个名字他曾在书上见过多次，也是主角团队那边的人，是穆书浩在华都收下的商业鬼才。根据时间线，吞金此人约莫在2年之后被穆书浩收到麾下，成为穆书浩的左膀右臂，替他打理许多产业。算算时间，应该就是他面前这位了。本以为他要进了华都之后再去查找这位吞金掌柜，能收则收，不能收则毁之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原来就是他面前的这个阮复新，为齐宣他们提供了流水式的经营支持，为他们私下里打造兵器甲胄，收购战马，买通官员，最后帮魏齐宣他们扳倒萧家。吞金，真是好一个吞金呐！阮复新下意识的觉得有些后背发凉，搓了搓他胳膊上的鸡皮疙瘩，试探性的问萧望舒一句：小姐真觉得好听？他怎么感觉小姐叫出吞金2字的时候，恨不得把他也嚼碎吞了呢？确实好听。吞金食玉，尉迟燕叫食玉。是，我们2人选个姓氏用着，以后就以兄弟名义在外行走。也好，以后的产业是连锁形式安置的，简单来说就是共用一个招牌，岳氏产业。岳氏产业。阮复新微微颔首。那属下和尉迟燕就沿用岳姓吧。都随你们。等尉迟燕在周边州郡和农户谈好粮食供应的事情之后，岳氏也可以挂几间铺子在京师城内。岳氏不是做粮米生意的吗？京师粮商这么多，且霸占市场已久，
小姐，我们进来和他们斗个什么？主做粮米生意，但也不一定只做粮米生意。我们进京师不开米铺，开几间胭脂水粉成衣铺，开几间饭馆钱庄逍遥所，和穆家兄妹抢抢生意不行吗？可是小姐，你方才还教导属下不要强行和他们争个高低。萧望舒轻飘飘地扫他一眼，有时候不为争个高低，不为赚钱，就为争口气，就为给他们添个堵。他们小姐任性起来，比传言真是有过而无不及呀。行了，你回去办事吧，尾巴扫干净一些，暗中发展的产业就不要叫人发现了。是。小姐出事了！小姐，小贵妃早产，相爷让您陪夫人一起进宫，现在就去。母亲现在在哪儿？马车停在府门口，夫人这会儿也在车上候着呢。小姐直接过去便是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老天保佑，咱们潘安的小皇子千万都不能出事。萧红也来不及多叮嘱萧望舒什么，只让他上马车准备出发。他相信，以他这个女儿如今展现出的谋算来看，进宫之后知道该怎么见机行事，知道该怎么协助他母亲，不需要他教太多。而且现在他也不知后宫究竟是个什么情况，也教不了他什么。听罗姨娘还在旁边神叨叨的求神佛保佑，嘴里一阵一阵念得跟念经一样。萧红听得脑仁抽疼，朝车夫吩咐：出发吧。是。这娘娘，使劲啊！娘娘，再使把劲儿！臣妇参见皇后娘娘。母亲，四妹，不必多礼。贵妃娘娘如何了？陛下驾到！臣妾参见陛下。臣妇参见陛下。见过贵妃娘娘。都平身吧。谢陛下。萧爱妃现在如何了？禀陛下，太医和产婆此刻都在殿内。萧贵妃的龙胎有陛下牵挂，有列祖列宗护佑，定能无恙。臣妇有一事不解，贵妃娘娘好端端的，怎么就忽然早产了？萧爱妃孕后一切皆由皇后和萧夫人着人打理，朕倒也想问，萧爱妃好端端的，怎么就突然早产了？陛下息怒，既然陛下也心有疑惑，还请陛下应允，容臣妇在这云光殿查上一查。臣妇也是贵妃娘娘的嫡母，臣妇相信陛下定能体谅臣妇一片爱女之心。贵妃娘娘尚在殿内艰难生产，萧夫人此时要彻查云光殿，真不担忧影响贵妃娘娘生产吗？啊，臣妾只是担忧萧贵妃的身子，还望萧夫人三思。于贵妃此言差矣，五妹与腹中皇嗣向来康健，今日早产必有缘由。此刻情况危急，若是不将这缘由查出，再伤了五妹如何是好？哪怕不是五妹，伤了后宫其余妃嫔又如何是好呢？四妹所言有理，陛下，为了您与后宫众多嫔妃的安危，还请陛下应允，容皇后娘娘与萧夫人查上一查。查吧。得到魏齐轩的应允，萧彩仪和房沁儿也不再在殿外空等，直接叫来云光殿的工人配合查问。萧盘安早产，此刻事情闹得正大，若真有人在背后暗害于他，这时候就是暗害之人最易潜逃的时候，也确实是个查问的好时候，应该能查出点东西来。但萧望舒此刻对这场查问并不是那么感兴趣。皇储幼帝，这才是这偌大云光殿里最重要的东西。至于那些什么暗害之人，都可以往后排一排。萧望舒掐指算了算时间，开口询问一旁的宫女：殿内生产多久了？已经快2个时辰了。母亲，我不放心五妹，我要进去瞧瞧。你要进去？四小姐，你云英未嫁的，产房岂能进去？我与五妹年差半岁，自幼一起长大，姐妹情深，如何进去不得？这种时候，五妹一定需要我陪在她身边呢。怎么，萧望舒当她自己是个什么人参大补药吗？产房没她不行？此刻稳婆和太医都在里面忙着，四小姐贸然闯进去，就不怕阻碍接产，伤了萧爱妃吗？快去拿身片来，娘娘脱力了！萧望舒直接提着裙摆迈上台阶，闯进产房。房沁儿他们阻拦都阻拦不及。他相信萧红安排进宫的太医，也相信萧彩仪这半年来的耐心护胎。
萧盘安的身体，即使提前大半个月早产，也不该是这样。店内，见萧望舒这么闯进来，屏风外的太医和里面的产婆全部乱了阵脚。你们继续。萧望舒径直走到屏风后面，看了眼萧盘安床边的那些汤药罐子，这些都是给娘娘补力气的。四小姐放心，都是外边的太医亲自看着熬的，办你们该办的事情，不用管我。坐到萧盘安床头，拍了拍他的脸。萧盘安整个人被汗水浸透，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，看上去虚弱到随时可能生命终止。五妹，贵妃妹妹，陛下这会儿就在外面守着呢，十分担忧。贵妃妹妹再坚持一下。萧盘安的眼神似乎不那么涣散了，强行打起点精神。四小姐，别影响贵妃娘娘生产了，快出去吧，这地方不是您该待的。哎呦，四小姐行好，快出去吧，别在这儿堵着了。要是贵妃娘娘这胎出了问题，老奴们都是吃不了兜着走啊！你只管办你的事。那产婆看了看其余产婆，见其余人都不敢忤逆萧望舒的意思，她也连忙应着：是。见那些产婆继续叫喊，继续办事，萧望舒也握起萧盘安的手，继续哄骗：贵妃妹妹，再使把劲！陛下现在在殿外担忧受怕，为妹妹急得来回踱步。他说，只要妹妹母子平安，待到皇子诞下，他必要加封妹妹为皇贵妃，与他长相厮守，伴着孩儿长大。四小姐这番话简直是比参骗还要顶用啊！娘娘，再使把劲儿，小皇子的头已经出来了。娘娘，使劲儿啊！娘娘，妹妹，好过今夜，你便是皇贵妃，第一位为陛下诞下皇嗣的后妃，这是陛下的皇长子啊！妹妹，陛下正在殿外守护着你呢。萧盘安的叫声越来越大，萧望舒这番话简直比灌他一碗补药见效还快。刚才劝萧望舒出去的那产婆走到一旁，用盆里的温水拧了个帕子，走到床尾为萧盘安擦洗血水，方便其余产婆观察情况。换热水。那产婆动作一顿，心中咯噔一下：四小姐，这水是才换过的。萧望舒的视线从屋内的热水盆上扫过，其余水盆都冒着蒸腾的热气，只有那盆水看着不冷不热，半温不温。这个时代的医疗设备没有多么完备，产房内的热水是为了保持房内的温度和湿度，也是为了给产妇擦洗，帮助产妇扩开产道，方便产婆观察分娩情况。热水能有效帮助产道松缓扩开，这凉了一半的温水顶什么用？萧望舒想着，起身走到那盆水旁边，伸手进去摸了摸。那是给贵妃娘娘擦身子用的，四小姐不要把水弄脏了。再去打一盆干净的热水过来。萧望舒把手从盆里抽出，擦干净手上的水渍，总感觉手有些干皱。萧盘安痛呼的声音又渐渐弱了下去，好像又剩的没什么力气了。扫了那产婆一眼，萧望舒神色一凛，那产婆脸上也肉眼可见地浮现出一抹慌乱，手直往旁边架子上伸，握住一把剪刀，朝着萧盘安扑过去。萧望舒跨步过去，将那产婆撞开，两人一起倒在地上。那产婆还握着剪刀，不要命般的朝萧望舒扎过去。萧望舒抬手握紧她的手腕，两人僵持不下。旁边的产婆和宫女见此一幕都僵得慌了神。吓住他，快！那些产婆和宫女也没见过这场面，一时间没一个人敢上前。见那产婆是铁了心不要命也要阻拦萧盘安生产，萧望舒一手握紧她的手腕，和她在地上僵持，一手拉垮了旁边的架子，架子上的水盆剪刀汗巾散落一地。萧望舒浑身湿透，抓起掉落在地上的剪刀，用尖端朝着那产婆的心窝子刺去。望舒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母亲放心，我没事。他扔下手里沾血的剪刀，指着刚才那盆温水，把那盆水端出去，给太医检查，快！杜嬷嬷最先反应过来，上前端着水盆就走了出去。萧望舒吩咐宫女把那接生产婆的尸体拖出去，交给萧平南。至于他，则是和房妻儿守在萧盘安床边，安抚受惊的萧盘安。那盆水里查出了紧缩产道的药，才导致萧盘安一再乏力，生产了2个多时辰。太医连忙开药熬煮，一边为萧盘安补气力，一边对症下药。
也幸亏萧盼安平时补身的药从没断过，胎儿向来康健，才在这种情况下母子平安。否则今日之事换了任何一位后妃，早就一尸两命了。萧盼安这一胎生了太久，从天光大亮生到夜幕降临，第一声婴儿啼哭划破天际，皇长子咕咕坠地。好生照料，勿要脱手。母亲放心，恭喜陛下，贵妃妹妹为陛下诞下皇子，母子平安。魏齐轩心中百味杂陈，没有一味是欣喜，但碍于礼数，他只能强扯出一抹笑。赏。谢陛下。这会儿天色已晚，宫门都下药了，萧夫人和四小姐可要在宫中住上一晚。相爷还在府上等着，臣父与望叔就不多在宫中打扰了。翌日上午，属下什么时辰了？小姐可算是清醒了，4时刚到，昨晚夫人也累着了，今早免了后院的请安，小姐不用过去，先洗漱用早膳吧。杜嬷嬷方才还来吩咐，夫人让小姐多睡会儿，还说小姐昨日进宫受了惊吓，让小姐今早起来用些薏米羹压一压晦气。父亲和二哥那边可有什么动静？昨晚那产婆查出什么来了吗？属下摇摇头，奴婢不知。罢了，这些事由父亲他们处理，等他们处理完，我去问个结果就是。不过小姐，宫中有赏赐送过来，相爷也赏了小姐一些东西呢，还让管家给夫人小姐送了血燕窝鸭精。小姐什么时候想吃，咱们让小厨房炖了。不急，先把早膳传上来，用完膳我们出府一趟。是。用完早膳就要出府，姐姐在府上真是一刻也闲不住啊！要不是我来得早，今天又要扑个空了。什么话呀？今儿怎么没去夫子那里学史啊？今日夫子身体不爽利，见我与七哥的文章也学得差不多了，便允了一日假期。早上我与七哥去夫子府上看望过了，春来有些伤风受寒，不碍事。那你这东西提的是？我们回府路上瞧见姐姐你常吃的那家糕点铺子，想着给姐姐买点点心压压惊，刚买完，回来路上就遇见了陈将军，他也给你买了一份让我捎给你。陈将军呀，我以前只当他铁面无情寡言少语，没想到对姐姐还怪上心的。接过他手里那2包糕点，让一春收进屋里。姐姐这会儿出门干什么去啊？还把这件狐白裘也披上了。今日又不在府上用午膳了吗？今儿有个大生意送上门来，不谈白不谈。什么大生意？说得这么神神秘秘的。那我去陪陪母亲。姐姐你出门记得多带些护卫。好。玉石斋，竹路间。冯东家是吧？请坐。不知今日冯东家要与我们小姐谈什么生意啊？谈生意的事情，自然是等你们东家来了再谈。冯东家说的是，那就请先用盏茶，我们东家应该在来的路上了。用黄金打成薄片捶打雕刻出的面具，放眼商界，这不就是华都那些顶尖商户的象征吗？华都的商户瞧不上他一个掌柜是正常的。阮福新脸上笑着，一双眼眸眯成长凤，心中吞金的野心如藤蔓般疯长缠绕。田怀恩感受不到这些，只朝阮福新低声交代一句，出去候着萧望舒。他走后，包厢里只剩下那面具男人和阮福新。阮福新站在一旁，那面具男人自顾自地喝着茶，从头到尾没有和阮福新再说半个字。直到半刻钟后，田怀恩带着萧望舒走进竹鲁包厢。总算是等到萧四小姐来了，久闻四小姐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明艳夺目。既是来谈生意，还遮遮掩掩的，见不得人吗？阮福新抱着萧望舒那件熏过香料的雪白囚服，短暂的愣神之后，默默收紧了手臂。他从未有哪一刻觉得小姐身上的馨香如此夺魂。萧望舒的态度十分冷硬，可以说是进门便给了个下马威。那面具男人见状也并未失态，四小姐手下的人瞧着都是些能力不错的，还是四小姐慧眼识珠。冯东家谬赞了，属下全凭小姐抬举。这面具是华都的规矩，
瞧着着实有些遮遮掩掩，还请四小姐见谅。有什么生意要找我谈啊？说吧。听闻四小姐的锦衣门又要再开分号，想必所需锦缎供应也不少。我们商户刚好是做这生意的，四小姐若是有意，我们可以详谈一下。想要什么，又能为我提供什么？自己掂掂清楚，直说便是。肖望说这样谈生意的方式，那冯东家也是头一遭遇见，太过直白，打得人措手不及。仔细思索会儿，冯东家也早就没了刚才面对阮父心时的傲气，试探性的开口讲述：我们可以以底价为四小姐的锦衣门提供绸缎，还有玉石斋所需的粮米肉菜，我们都可以底价提供。四小姐知道的，若是锦衣门玉石斋对这些东西需求高，那成本也是一大笔银钱，而我们可以帮四小姐省下这一大笔钱。作为报酬，我们希望能与四小姐长期合作。若是我们的货物在运送时卡在户部的搜查关口，还请四小姐开开金口，帮我们周转周转。你是觉得我蠢吗？冯东家顿时所有话都噎在了喉咙口。锦衣门玉石斋需求量大，有的是锦商粮商上赶着过来长期合作，我要你做什么？你还要我帮倒忙？比起他们，你有什么优势啊？我有那时间为你去户部周转，那点成本钱早就赚回来了。别的锦商粮商也是低价与我长期合作，却也不要求我为他们做什么。你哪来的脸面，还要让我去户部帮你周转？那冯东家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就在他想要开口的时候，又听肖望书说着：我不管你这冯氏产业有多好的口碑，多深厚的底蕴，在我这里，你最好收起你那小算计。我堂堂相府嫡女，不是你以前遇到的那些小商小户。我出来做生意，只是打发时间。你若是不识相，上赶着跟我结梁子，我也不会管你那背后那华都是个什么东西。自己想想清楚，这生意你到底要怎么谈？瞧瞧，拎不清地位的人，这就被强权迎面给了一巴掌，不是？那冯东家张了张嘴，想起来他们主子交代的话，也不敢再有和萧望书讨价还价的行为，陪笑道：若是四小姐愿意长期合作，互帮互助，大家交个朋友，那些锦缎粮食在我们库里也不算多，赠与四小姐都是可以的。就那几句话，便可折现成真金白银来用。此刻阮父心才真正感受到萧望书所说的那句金钱在权力面前，在铁骑之下，一文不值究竟何意。总算是说了一句能听的话。是以前谈生意的猎奇作祟，草民想先将价抬高些，没曾想四小姐是个实在人，有事谈事完全不吃这套，确实睿智，草民佩服。行了，这些客套话就不必说了。丑话说在前面，要是你们的货物没有问题，我帮你们去户部说一说，让他们给你们提前查看也是可以的。要是你们运送的货有问题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小姐放心，小姐大可放心，咱们都是做些生意糊口的，肯定不敢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。萧望书点了点头。剩下的事儿你和阮掌柜谈吧，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属下领命。伊春上前为萧望书披好囚服，系好系带。小姐慢走。四小姐慢走。皇长子诞生后，朝堂之上风云诡谲，宰相一党极力上谏，要将皇长子魏宗业过到皇后膝下抚养。不难想象，他们的下一步便是嫡长子立储，再下一步便是皇帝退位，储君登基为幼帝。届时这朝堂就真由萧红一手遮天了。怎可如此呢？长姐，皇后娘娘，这是我怀胎诞下的皇儿，我早产诞下的皇儿，你怎能狠心夺走我的燕儿？皇贵妃娘娘，皇贵妃娘娘误会了，咱们娘娘不是要夺走长皇子，只是宫中不太平，相爷担忧有人会对长皇子下手，这才让皇后娘娘与您一起抚养长皇子。滚开！皇贵妃妹妹才刚生产完，月子都没有做好就出来走动，
这可对身子不好。要是累垮了身子，人走了形，陛下以后如何想得起来去你那儿留夜呢？萧盘安本来还想甩开，但一见是萧望舒，旁边还站着房庆儿，他也不敢再放肆了，跟着萧望舒到旁边坐下。母亲不必多礼，坐吧。动作当心些，抱去给五妹看看。老奴明白。奶娘抱着孩子走了下去，边哄边走到萧盘安身边。萧盘安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那奶娘。奶娘刚抱着孩子走到他身边，他就一把将孩子夺过，抱进了怀里。本来哭得消停点的孩子被他这么一拉扯，瞬间又哭了起来。萧盘安手忙脚乱，不知该如何应对。房妻儿抱着他怀里的长皇子，一边轻柔拍打，一边朝萧盘安说着：皇贵妃娘娘是头一遭为人母，有些反应过激是正常的。娘娘放心，没人要夺走你的孩子，皇长子永远是你的孩儿，哪怕过到皇后娘娘名下，你依然可以常来交房殿，与皇后娘娘一起抚养这个孩子。这孩子也可以常回你云光殿，伴你左右。房庆儿把哄好的男婴交给萧盘安，继续劝他：你们姐妹二人同在宫中，自当互相帮扶。这孩子只是名义上过到皇后娘娘名下，为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份，将来立储更方便，并非与你不复相见啦。萧盘安只是抱紧了怀里的男婴，并未接话。房庆儿看了萧望舒一眼，似有所悟，学着萧望舒的话术继续柔声劝慰：娘娘，为了小皇子能有一个更好的身份立储，为了陛下大业能有你们二人的孩儿继承，还请娘娘三思啊。当真只是过个名头，孩子仍由我来抚养。这是自然，你二人同在后宫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想见孩子随时都可以。萧盘安闻言消停下去，看了萧彩仪一眼，抱紧怀里的孩子。萧彩仪见状，多少心中有些感慨。她并不愿做这皇后，只是无可奈何。她也并不愿与自家的妹妹去争孩子，只是为父亲计，为萧家大业计，只能如此。1个月后，皇长子满月宴之前，一切顺顺利利。萧盘安早产时，谋害他的那稳婆也顺藤摸到了瓜，虽然没有摸到最粗的根上，但摸到一些后妃身上，也让萧红借机处置了不少政敌。宰相一党权势愈发稳固，在宫宴开始之前，长皇子魏宗业就已经过到了萧彩仪名下，成了大魏皇室的嫡长皇子。直到满月宴当日，宫宴散席，一切都还风平浪静。而就在朝臣携家眷出宫时，禁卫军一将领冲出宫门，慌慌张张地拦下了相府的马车，向萧红禀报些什么。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看样子是后宫出了事儿。那禁军将领好像是二哥的部下。确实是二哥的部下。二哥的部下没事不会这么急着拦下父亲的马车，宫里必是出事了。萧红走了下来，还是一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模样，抬手吩咐贾卫让道，让其余朝臣先离宫。周边众多朝臣带着家眷，见萧红此举，议论声不止。但禁卫军列阵守在皇宫门口，萧红的贾卫握刀守在大道两侧，他们也不敢多待，先后出了宫门。遣散宫道上的朝臣之后，萧红的面色沉了几分，拂袖下令封锁宫门，随后踏上马车。前面的马车载着萧红和房沁儿，马车直接掉头进宫，往后宫方向赶去。秦泰见状，先叮嘱萧望舒姐弟进去坐好，然后也跟着前面的马车掉了头，驾马直入皇宫。交房殿内，韩飞瑜，擅闯后宫私会皇后，私会朕的女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末将只是收到求救，才闯入后宫营救皇长子。他确实是散宴时突然收到他的信物，刚好那时他抱着皇子离席有一小段时间，他还以为有人对他和皇子不利，这才一时着急潜入了后宫。但魏齐轩此刻怎么会相信这些？他只看到韩飞瑜出现在萧彩仪的交房殿里，还将跌倒的萧彩仪搂在怀里，举止亲密，仿若夫妻。好一个营救，真是好一个营救！韩飞瑜，
你当宫里禁军都是死的吗？用得着你来营救吗？好一个韩飞宇，好一个萧彩仪，光天化日的在这后宫交房殿，在我眼皮子底下就敢拉拉扯扯搂搂抱抱。萧平南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的长姐，此刻也有些无话可说，毕竟事实摆在眼前，而且萧彩仪待嫁闺中时便有意于韩飞瑜，两人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，这叫他如何去替他们狡辩？没话说了啊？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你们倒是说呀！将这荡妇给朕打入冷。陛下息怒，微臣听闻有刺客闯入后宫，特带兵前来捉拿，刺客已经押入刑部大牢，还请陛下勿忧。哪来的什么刺客？不过是个替他们开脱的借口，不过是想提醒魏齐宣，韩飞瑜背后还有个疼宠他的刑部尚书李库罢了。萧平南见到萧红，心里长松了一口气，哪怕是此刻身处泥沼中的萧彩仪，见到萧红赶来，畏惧担忧的同时，眼眶也有些酸涩。宰相此言当真是歪曲事实，朕亲眼所见。陛下尚且年轻，不知眼见不为实，易受奸人误导，此事还是交由微臣处理。对上魏齐宣那敢怒不敢言的眼神，萧红继续朝众人下令：昭德将军韩飞瑜私捕刺客，擅入后宫，冲撞陛下，今革其本职，罚40杖，迁削至刑部令史。皇后娘娘御前失仪，交房殿禁足3月。虽然罚得不重，但好歹萧红是罚了，没有直接把大魏皇室的颜面踩在脚下摩擦。是。萧平南率先应下，直接将萧彩仪押入交房殿主宫。韩飞瑜看了眼他的背影，随后跪在萧红和魏齐宣面前，叩首领罚。末将知罪，谢陛下开恩。魏齐宣简直快咬碎了一口牙，手握成拳，无可奈何地转身离开。皇后私会外男，禁足3月。普天之下，除了萧红之外，恐怕没人会给出这样荒唐的惩处。二弟，长姐何事啊？要烦二弟转告父亲，今日我遭人算计，是我戒心不足。还有，我那常配的珠钗，除去我身边宫人，今日只有五妹碰过。我不知那珠钗为何会到了韩飞瑜手上，也不知他为何闯来后宫见我，请父亲明察。长姐放心，我记下了。萧彩仪跪在蒲团上，看着地上的光影，脑海里闪过的尽是闺中欢笑。萧盘安，或许他与这位五妹并不亲近，但同出一府，血脉相连。他进宫后从未与他争夺过分毫，一切承宠的机会他都尽数推给了他，这还不够吗？那皇长子也只是名义上过在了他的名下，实际仍留在云光殿抚养，只隔几日或是重要场合才送来他这里一次，这还不够吗？为个男人，何至于此？几日后，3月27，立夏牧羊。古人都说阳气去胀，这立夏时节便有了牧羊节。牧羊节的习俗，已婚妇人、闺中女子以及未成年的少男少女都得去寺庙焚香祈福，保一年平安，邪障不侵。是防府马车，我和姐姐有些日子没去看望外祖母了，也有些日子没见绮罗表姐来府上玩了。还真是。那你们一会儿进了寺庙，好生陪陪你们外祖母。这是自然，母亲近来愁眉不展，可是为了长姐的事吗？房沁儿点了点头。你们长姐向来办事稳靠，她陡然栽这么大一个跟斗，后宫一下子不受控制，我难免忧心呐。母亲勿忧，凡事往好处想想，3月时间眨眼便过了，只等长姐解禁，后宫一切自会慢慢恢复掌控。也是。听闻舅舅为绮罗表姐寻了刚出榜的贡士，说是性情敦厚，可堪托付。我听你们舅舅说，那孩子是点州刺史之子，学富五车，前段时间会试便夺得会员。听着像是个不错的，就是不知上了殿试，
见了皇帝和父亲，又是个什么水平？我听你这意思，怎么像是不太看好啊？你舅舅可是对他赞赏颇高，还说他有状元之才。孩儿哪敢呐，舅舅眼光颇高，书海长大，他挑中的人想来真才实学是必有的。只是女子选夫，才学都是其次，男子脾性与担当尤为重要。夫人可以放心喽，咱们小姐呀，心里明镜儿似的呢。也可见你挑陈将军时是真用心挑了的。母亲，孩儿没有说混话。名下那些商队过点州的时候，点州刺史一家风评并无多好。当真？只字不假。见房妻儿思索，母亲可以劝劝，让舅舅舅母不要太急，多派人去点州探一探。我的商队只是路过，便能听到这么多不好听的风声，想必派人去仔细查探，能探出不少东西来呢。绮罗表姐已经拖了这些年了，也不差这会儿功夫。可是这可是表姐的终身大事，能谨慎一分是一分。此话十分有理，叫房妻儿听得一阵沉思。表姐怎么了？表妹，我是那刺史之子，还是吉辉哥哥？你怎知辉哥哥和你说了？哟，还辉哥哥呢？三皇兄承不起我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没什么不好办的，那刺史之子品行还有待考量。我已经与母亲说过了，想来母亲会去与舅舅舅母去谈。这个人表姐可以暂且放心。还是表妹你好，你说什么姑母和姑父都愿意听。唉，前些日子在府上关着，我是吃什么都没有胃口，现在有你帮我解决这个麻烦，我终于能松一口气了。表姐，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此话并非构陷，也不是为了你刻意去抹黑人家拖延时间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的商队走过点州，那点州刺史一家品行真的有待考量。舅舅舅母再急，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索非托人。有母亲去劝，舅舅他们肯定会派下人去认真查问呢。在此期间，你与吉辉哥哥若真有益于彼此，就在一起商量个对策出来。否则等舅舅和舅母查出结果来，就算淘汰了这个人，他们还会为你相看下一个，问题依旧没有办法解决。也是哦，绮罗，你也不能和我二皇兄这么鸿雁传书一辈子，要不下了吧？你看啊，我二皇兄其实身份也不低，和那什么藩国皇子也没有差别，虞国皇子还矮他一头呢。我们拓跋部落的人心眼子也少，说话直，至少不像京师这些夫人小姐说话拐弯抹角绵里藏针的。你去了肯定过得舒坦些。二皇兄又细心又耐心，说起来比三皇兄好多了，主要是他对你也真心，肯定不会让你受委屈。说到这里，想起什么似的，拓跋新抿了抿嘴。见他说的兴头上，突然不说了，房绮罗看向他，有些担忧地询问：“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忽然不说话了？”拓跋新如今与他同住相府，婚后生活如何，他也是清楚的，礼待有余，热情不足。没什么，就是忽然觉得倒也不是非嫁不可。如果你家里不急着逼你嫁人的话，你抢我，这还叫不急吗？就差没直接赶鸭子上架，赶我上喜轿了。反正都依照表姐的意思，你如果想好了，那就问吉辉哥哥要个交代吧。我再好好想想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见他朝拓跋新详问部落生活的点点滴滴，萧望舒心里也大概猜到了他的选择了。房绮罗和拓跋新聊得仔细，萧望舒百无聊赖出了厢房，带着丫鬟护卫在寺中闲逛。将军这会儿不在军营练兵，居然有时间来护国寺，将军不会是特意过来送这一盅鸡汤的吧？陈楚学着萧望舒的样子，淡然点头，把手里的食盒交到萧福光手上。有劳小公子代为转送，末将营中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见陈楚午膳时间策马数10里赶来护国寺，就为了给萧望舒送一盅鸡汤。萧福光赶紧喊住他：“将军等等！”陈楚停下脚步，有些疑惑地回过头看向他：“吾辈楷模，好好保持。”想想与他们相府仅一街之隔的将军府，再闻闻这鸡汤香味儿，嫁姐姐突然间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。
他认可这个姐夫。陈楚嘴角轻轻抽搐，还是朝萧福光点了点头。小公子，你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能在哪儿？姐姐找我吗？一春看着他摇了摇头，唇瓣有些哆嗦。陈楚眸色一沉，厉声问他：你家小姐呢？小姐方才看到有一行人鬼鬼祟祟的绑着2个人去了后山，有一人是公子你身边的小厮，另一人罩着头，身形也与公子相似。小姐带着秦太他们追了上去，让我和叔夏赶紧回公子和夫人院里看看，调护卫过去拦截。姐姐已经追上去了。陈楚反应过来，边往马厩赶，边朝一春吩咐：跟上带路。萧望舒还在不慌不忙地和劫匪对峙。瞧，你们的目标好像是我，摘了我阿弟的头套，让我看一眼，我就遣退护卫跟你们走。小姐，劫匪头子一副完全不接受协商的样子，直接把刀横在了萧福光的小厮脖子上。小娘皮话真是多啊！你现在走过来，老子就放了你弟弟，要是不干，老子先杀这个，再杀这个。那小厮被绑着嘴，呜呜地摇了摇头，不知道朝萧望舒喊些什么。现在过来，快点！行了，是我看晃了眼，我阿弟身边护卫云集，想必也落不到你们手里。半吊子货色，不是正经的谋害刺杀。你们很缺钱吗？瞧你们的样子，不像是对我萧家有什么怨恨。既无夙愿，拿钱办事就是生意，是生意咱们就好好商量，多商量，开个价吧，3万还是5万？多少？劫匪头子身边看上去得力的那个手下双眼放光，已经蠢蠢欲动。那小娘皮就给了他们300两银子，让他们把这萧家小姐睡了就跑，办完事直接把人丢后山里就行了。他们起初一听萧家还不太敢，但没办法，手上实在没钱花呀。再加上一看这萧家小姐身段，那话怎么说来着？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这种女人睡上一次，不枉此生啊！我问你们，3万还是5万？随你们开价，把你们手上那2个孩子放了，不管里面有没有我阿弟，价格都好商量。我萧望舒从不缺钱，常听父亲说，亡命之徒收来办事，效率是不错的。想必你们也是在官府留了不少的案底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今后替我办事，案底也能消，还有大把的钱和女人，钱权能够解决的问题，我都能够替你们解决，如何？一个接一个的馅饼从天上往下砸，直砸的人分不清东南西北。秦泰、罗兴、杨平3人站在萧望舒身边都懵了。他们3人搏一搏，把这些人杀干净还是做得到的，就是劫匪手上那2人不一定保得下来。但只要那蒙着头的不是小公子，尽人事听天命，放手搏一搏何妨？这些渣子还留着他们在世上做什么？秦泰心中正愤愤不平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的话？瞧瞧，咬钩了不是？凭什么信我？就凭我身后这3个人，原本都是要流放狄州等死的罪犯，现如今活生生的跟在我身边，衣食无忧，赏银无数。你们也可以不信我，但你们现在绑走的，试图玷污的，是宰相府的公子小姐，恐怕你们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就算你们现在开始逃，也逃不过山下的重重守卫，也难逃一死。机会只有一次，为我办事，我承诺的那些都可以兑现。秦泰、罗兴、杨平无语，能以这样的方式对小姐有用，也算是他们的用处。对面那些劫匪仔细看了看秦泰他们3人，半是猜疑，半是心动。一行人互相看了看，为首那劫匪头子压下眼底的淫欲，把刀收了起来，朝手下人吩咐：把那2孩子还给小姐。萧望舒早有预料，神色泰然，朝那萧福光的小厮招了招手。那小厮吓得眼眶通红，跌跌撞撞跑回萧望舒身边：启行谢过小姐。至于另外一人，只是护国寺里一个与萧福光身形相似的小沙弥罢了。夫人莫急，当心脚下。小姐身边还跟着秦太小将他们武艺高强，必能保护小姐。相府带来的护卫黑压压一片跟在他身后，散开来几乎是要包围后山。属下在前面领路，
只领到后山便急红了眼。小姐，便是在这里将奴婢和宜春抢回的，进山后他们往哪个方向走，奴婢就不知道了。房沁儿定了定神，握紧藏东的胳膊，最后确认一遍：富光是跟着陈将军走的，是吗？是，奴婢亲眼所见，他二人跟着宜春走得急。好，让所有护卫进山，护国寺守卫已下山将后山出路封闭，太阳下山之前务必找到望舒。是。相府护卫闯进后山，一时间不知吓坏了多少在此私聊的高门贵女，还有幽会于此的痴男怨女。房沁儿带着一队丫鬟护卫进后山寻找，恰好碰上穆彩晴义愤填膺的带着不少官家妇人和小姐往里走。不知哪家女子光天化日之下行那苟且之事，伤风败俗。结伴跟随她的官家女眷纷纷附和。穆小小跟在人群最后方，不近不远的，像是和人群扯不上什么联系，但也没跟丢。房沁儿心下一动，带人跟上。乍一见房沁儿加入，穆彩晴脸上显而易见地出现了一抹慌乱，随后强装镇定，继续带人往山里走。就这儿，刚才我就是在这儿听到。小姐，这两声在穆彩晴意料之中，但她还是故作不知，回头看去，入眼的一幕猛然间带给她太多震撼。只见秦太几人正将那些已经制服的劫匪挨个捆绑，萧福光和宜春在旁边对着绑好的劫匪拳打脚踢。萧望舒坐在一旁的石头上擦眼睛，陈楚像头大老虎半跪在他面前笨拙安慰。听到房沁儿的声音，萧望舒抬起头看向他，起身朝他跑过去，如雁投怀般扑进房沁儿的怀里。抱歉，有人雇这帮劫匪玷污我。不应该啊，这些人应该早就办完事跑了呀。什么？房沁儿脸色骤变，将他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，见他衣衫齐整无甚痕迹，才敢继续问他：没事吧？萧望舒摇了摇头，幸好陈将军来得早，劫匪还未追到我的时候，便将我给救下了。陈楚无语，其实他刚找来的时候，这些劫匪正在给他擦石头，满脸谄媚，就是刚才他做的那块石头。今日实在多谢陈将军。末将职责所在，夫人不必客气。是他，就是他给咱们300两银子，让咱们把这小姐给玷污了再跑。咱们就是拿钱办事儿，也不知道你们是相府的呀。事儿没办成，这位夫人，这位将军，你们行行好，饶我们一命吧。人群里顿时炸开了锅，不管是跟着来看热闹的，还是正经冲着这事儿来的官家女眷，此刻再看穆彩晴时，纷纷往后退了几步。虽说后院的手段阿杂不堪，但将这些手段撕开遮羞布，直接搬到人前来卖弄，这位穆四小姐还真是头一个。蠢且心肠歹毒！你们胡说，我都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怎能如此无人清白？为首那劫匪头子剧烈挣扎着，从怀里甩出一个荷包砸在地上，荷包里的银子露出来，一粒粒的小银元宝撒了一地，足足50两。不过重点并不是在这钱，而是在这荷包。这是你那会儿来后山交给老子的定金，你个小娘皮，还翻脸不认人，给老子装起无辜来了。那会儿我和李家姐姐采花，确实看见他进后山了。先前他就偷偷摸摸的，行迹可疑呀。干了这事儿，还有脸大张旗鼓的叫咱们来看，真是心思歹毒。就是，你个小娘皮，要不是你说有钱给老子，刚才你进后山，老子就把你给办了。你以为你还能穿着衣裳走出去吗？我没有，你们就是绑命污蔑。我这荷包方才上山掉了，我就找呢。呸！50两你说掉就掉，掉了还不找人帮忙找吗？这里这么多人，谁听到过你说掉钱了？你联系咱们时，还有个什么珠花都掉在咱们寨子里了。你留下那个丫鬟，咱们都睡过呢。一听穆彩晴不止给钱，还把身边的丫鬟都给了这群劫匪了，可想而知那丫鬟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。想到这儿，哪怕是随行的众多下人，看穆彩晴的眼神都充斥着鄙夷和厌恶。穆彩晴几欲崩溃，怎么也没想到她重金找这么多劫匪办这件小事都办不好，还被捅穿在这么多人面前。萧望舒娇软地依偎在房沁儿怀里，脸眸看着这场闹剧。最后还是劫匪言语太淫秽，房沁儿实在听不下去，无法想象萧望舒落在他们手里的场景，
怒上心头，直接下令都押去刑部审问。是。晦气，晦气，真是太晦气了。好了，你都气了一路了，别气了。要是什么敌国细作刺杀，什么乱党劫持，说出去都比穆彩晴这算计好听点。这么阿杂的手段，他还使到了咱们小姐的身上。我饿了，小姐想吃什么？奴婢这就去厨房端过来。陈将军午膳那会儿，还给小姐特意送了一盅鸡汤呢。都怪那穆彩晴，鸡汤也打翻了啊！还有此事？是啊，小姐，那么好的一盅汤都浪费了。陈将军特地送来的，小姐居然没有喝到，都怪穆彩晴。好了好了，别气了，那就去厨房端些斋饭吧，再打一碗糙米羹过来。今儿沾了穆彩晴的晦气，我要喝点糙米粥压一压。好，奴婢这就给小姐盛一大壶来，咱们多压一压。萧望舒点了点头，目送他出门。一春刚离开，听到风声的拓跋新、房启罗，还有房老太太和房府一众夫人先后赶来这边看望。萧望舒正准备卧回榻上歇会儿，此刻倒是歇不下了，整理衣裳起身相迎。牧羊节祈福一日，众多女眷香也没上几炷，福没祈到，倒是沾了一身晦气。下山回府的路上，见不少世家小姐都躲着他走，穆小小面上依旧是那副无措茫然的模样，心里已经把穆彩晴鞭挞了几遍。真是蠢货，惹事就罢了，还连累到我身上。夜幕降临，萧府上下一片静谧，其余院子里都是漆黑的，府上的人早就吹灯歇下了，只有萧红的书房还灯火通明。到底是小姐睿智，几句利诱，不动声色的就让那些劫匪反咬了穆家女一口。现在这事儿闹得正大，明日早朝是个刮穆家一层皮的好机会。谭军师这会儿小心了，虎父哪有犬女啊？到底是相爷的儿女，个个都有相爷的英姿在身上。禀相爷，小姐带人出府了。夜已经深了，这时候出府实在与闺阁小姐的礼数不符，真不知相爷如何知晓小姐这个时候要出府的，还特意派他们暗中盯着。下去吧，给小姐留个门。是。殿试将要举行，你们都留心着点吧。是。进去吧，我已经打点好了。韩飞鱼竖起大拇指朝他身后指了指，一派风流不羁的模样。将军，夜色太暗，视线太差，需要个拐杖。陈楚立刻抬起手，将小臂垫到他手下，扶着他往里走。韩飞鱼走在最后，颇有些无奈地耸了耸肩。瞧瞧，什么骁勇善战、百步穿杨的五位将军，坠入情网还不是这副蠢样？他是过来人，看得准。像陈楚这样的，基本没什么救了。父亲派人来救我出去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相府小姐的人？是啊，就知道还是相府势力大，靠得住。弩箭开弓，短箭接连射出，牢内劫匪无一幸免。开弓上箭一轮扫射过后，萧望舒抬了抬手。秦太他们见状立刻停下，只见萧望舒走上前，缓缓蹲下，隔着一层铁栏，他蹲在那劫匪头子面前。倒地的那劫匪头子口吐鲜血，这时从下往上，他才真正看清萧望舒兜帽下那张脸，还有他脸上的凉薄杀意。你常听父亲说，亡命之徒收来办事，效率是不错的。也常听父亲说，会坏事的棋子，用则留之，弃则毁之。若是天下亡命之徒都选你们这般，绑架猥亵我，便能获得诸多好处，那么我该有多么危险呢？萧望舒笑着抬起手，秦太他们的弩箭也随之开弓，纤纤玉手轻飘飘挥下，带走这间牢房所有性命，无一生还。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，你别过来！是萧望舒，是萧望舒算计我，闯进刑部大牢，挥手间便杀了这么多人，萧望舒怎么敢？他怎么敢？放心，我不过去，你身上的晦气会熏到我。
幕府畏罪杀人，夜派刺客潜入刑部大牢击杀证人，为穆彩晴脱罪。穆彩晴看到了又如何？这证人是用来指证穆彩晴的罪行的，而他萧望舒自始至终就是个被人误算的受害者罢了。萧府还指望靠这些证人为他讨个公正，证人活着指证穆彩晴才对他最有利，谁会相信证人是他杀的呢？受害者杀了证人，怎么会？不过是穆彩晴为自己开罪的又一个谎言罢了。真是最毒妇人心呐！韩飞宇感叹一句。陈楚冷飕飕的一个眼刀子扫了过去，伸出手臂横在萧望舒手边，萧望舒顺势搭上，那只骨节分明的白皙玉手搭在浓墨般的黑袖上，在牢房血色映衬下，白得近乎病态，白得诡谲森冷。穆四小姐，好好享受今晚吧，好好享受今后的每一晚。萧家女子可招惹不得，穆四小姐也听见了，这些人都是你穆家派人杀死的，击杀刑部罪犯，击杀证人，你穆家是要替你把罪名坐实啊！不是，不该是这样的，名声尽毁的人明明就该是萧望舒。韩飞瑜对他的话恍若未闻，开始布置刺杀现场。细想起来，其实他和穆家的人还有好几笔账没算清呢。今天这事，哪怕萧望舒不干，他也是要从中插一手的。将军想说什么？末将想问小姐饿不饿？又一次意料之外，萧望舒似乎也是习惯了，思绪大起大伏过后归于平静。将军饿了？有点。陈楚说着摇了摇头。9尺男儿在这夜里莫名显得有些憨态可掬。萧望舒抬起头看着他，愣了片刻，有些想笑。将军的嘴和脑子是分家了吗？陈楚一愣，我瞧将军应该是饿了，我们找点东西吃吧。你们先回府。小姐，那你……目光触及陈楚，立刻转口应一下。是。这个时辰，京师已经没有酒肆饭馆还开着了，只有回自己府上让厨房生火做饭。这个时辰，相府的厨子都睡下了，再叫醒动静太大了。萧望舒算了算距离，走去玉石斋也有些远了。陈楚有些局促地摸了摸脸，摸到脸上照面的黑金后才松了口气，开口询问：小姐在看什么？末将脸上有脏东西吗？没有，就是瞧今夜月黑风高，觉得这夜像是合适与将军干些违背礼数的事。陈楚被他搭着的那只胳膊像被烫到了似的。小姐不要这样，与理不合。哪里不合啊？萧望舒贴近陈楚仔细看了看，见到陈楚鼻尖萦绕的全是他发间的馨香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停顿片刻，陈楚才将着身子微微后仰。小姐别这样，婚前就这样对他名声不好，哪怕他再想，他也要替他忍到大婚当晚。将军脑中似乎在想一些奇怪的东西啊。抬手替他扯下了面巾，露出他那张棱线锋利的脸庞。随后萧望舒站正站好，语气平缓，继续说着：我方才是想说，相府厨房生火做饭动静太大了，玉石斋又太远，将军今夜不如与我违背礼教一次，带我去你府上吃一点吧。将军府只有将军一个主子，生火做饭不会有人来管，而且将军府离相府也近，我吃完回府也方便。将军方才在想些什么呢？末将没想什么。陈楚略有些心虚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。没想什么，就是想了些男人在面对喜爱的女子时都会犯的低俗错误，他会用尽办法克制的。萧望舒看的这副被调戏的小媳妇模样，忍不住轻笑2声。走吧，将军。虽然订婚之前登门不太合礼数，但是我此刻实在是有些饿了。一句订婚，又说的陈楚耳根子发烫，磕绊半天才问他：小姐当真想好了吗？救命之恩，当以身相许。将军次次救我于危难之中，此等大恩知之不报，我何颜面对萧家列祖列宗呢？萧望舒一番话当真是冠冕堂皇，陈楚听了都替他脸红。哪来什么危难之中？明明每次
都是他已经精心算计好的，他只是刚好赶到罢了，也并未帮他太多。想到这些，陈楚一手扶着他往前走，一手挠挠后脑勺。小姐的意思，末将知晓了，末将尽快上门提亲。多谢将军。小姐客气。在这清冷月色的照耀下，两人身着黑衣，游走在京师街道上，仿佛共生的鬼魅，野蛮与纤柔交织缠绕。五位将军府，这还是第一次有妙龄女子登门，更别说还是性情冷硬的五位将军亲手扶进门的。府上的老管家和众多嬷嬷都看傻了眼。萧望舒进门后，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将军府的布置，看得出来，除了必须的东西，其余一切从简，倒符合陈楚的性子。小姐这会儿想吃些什么？今儿有盅鸡汤没有喝着，惹着我现在还念着呢，就让人给我熬一盅鸡汤吧。陈楚喉结上下滚动，嗓子干哑，了一声，点了点头。老管家和几位嬷嬷跟在旁边，都跟看稀奇似的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他们将军那充血般通红的双耳。这场面，他们活了大半辈子，那也没见过呀。今儿开眼了，还不去办？平常办事都挺麻利的，今天倒是都跟傻子一样，让他觉得府上下人懒怠怎么办？是。老管家连连应下，朝着厨房方向一路小跑过去，在陈楚的将军府喝了一盅鸡汤。见时辰实在不早了，陈楚将萧望舒送回相府。